3月后，我获得可以无限回荡的异宝，能将我每一世真实经历的一切化为模拟经历，重生回到设定的最初锚点，也就是我刚穿越到此方世界的时间点。而在一开始，我还不知道异宝的存在。第一世的我因科举屡次不中，便做起小本生意，当个小富翁，娶妻生子，平凡度过了一生。直到临终前，我觉醒了异宝还真，才有了如今重活的第2世。而在得知有了这个外挂及异宝后，这一世我也不再甘于平凡，利用上一世的积累，一路闯到了太玄国太师的位置，并且是权倾天下、万臣跪拜那种。就在我以为第2世也就这样时，却惊讶地发现此方世界竟有修仙者存在。这一天，有2位修仙者突然来到太玄国国都干甲，而从2人的对话中可以得知，他们原先是好兄弟一场，如今则是为了一本结丹功法反目成仇，并且透露出一个关键信息，那就是此地乃先觉之地，也是没有修仙者的原因。而被追杀的寇红之所以逃到此地，是因为他想利用此地凡人产生的仙凡瘴能，对付好兄弟道玄子，从而博得一线生机。随后寇红二话不说便将玄京城给毁于一旦，其中我的太师府自然也逃不过。等一切归于平静后，侥幸逃过一劫的我从废墟中醒来，看着周围火光漫天的玄京城，我知道能在这场浩劫活下来的百姓百不存一。随后我如同疯子一般大笑起来，满脑子都是这世界怎么会有修仙者呢？只因早在我围观的那一刻起，就全力让人搜查过仙道的痕迹，但不管是东西南北哪个方向，都没有找到过哪怕一丝修仙者踪迹。怎么也没想到，在我放弃已经老去的这一天，却又碰上了。随后我查看起异宝还真的充能，目前充能完毕，可随时回荡，但我暂时没有选择使用，而是在灾后重建玄京城的时间，吩咐天下兵马继续探查那2位修仙者下落。可直到数个月过去，玄京城都已经重建完毕，那2个修仙者踪影依旧没有找到，但大概能推测出是从东方虚渊而来，跟我的预想差不多。既然如此，也没啥好留恋的，我当即启用了还真回荡，刹那间我便回到了刚穿越来的年轻时候。系统也将上一世我怎么成为太师的过程给逐一呈现了出来，待模拟结束后便可以选择一项奖励，或者不要奖励，让这一世还真的充能速度加快。看着系统给出的几个选择，我认真的思索起来。首先1和2如果是修仙者就有帮助，但可惜我上一世只是个凡人，综合下来我还是稳妥的选择4，不要奖励来加速还真充能速度，因为充能不仅是让我用于回荡功能，还能在我危险时消耗充能进度保护我，这也是为啥上一世我能在修仙者攻击中活下来。随后我看向个人面板，充能直接到达了30%进度，而生理年龄虽然是20岁，但活到如今3世了，我心理年龄已经是166年，上限则是1056年。所谓心理年龄，便是承载太多记忆后心理能承受的阈值，如果负担过重就会压垮灵魂，而心理承受能力越强，这上限就会增加。对于我来说这都不算什么，只要能踏上修仙路，一切都不是问题。这一世的目标便是50年后的那2位修仙者，从他们口中得知修仙秘密，他们在明我在暗未必没有机会。除了研究枪炮火药之外，或许其中那叫寇红所说的仙凡瘴是关键，而他们既然是从东方虚渊来的，我也可以先派人深入虚渊底部探查一番先。人最怕的就是没有目标，上一世我成为凡人最顶点已经不能再高，哪怕有太后这般美艳女子陪伴在身，时间长了依旧会感到空虚迷茫。如今既然被我碰到修仙者了，自然就有了新的目标，修仙长生一个都跑不了。有了2世的经验积累之后，我依旧选择参加科举，轻松就夺下状元之位，然后和上一世一样选择到温县为官，很快就将温县上下官员收拾得服服帖帖，并开始提拔培养和上一世一样的心腹。就这样5年过去了，我找到能替代琅琊王替身的人，也就是未来的皇帝。之后让心腹假扮流民冲击琅琊王府，我便假装去救援，实则里应外合干掉琅琊王一家，同时让替身去顶替。我成功在暗中掌握了琅琊王府。时间来到第9年，假琅琊王和大学士孙女联姻，而实际上和王妃有夫妻之实的是我，并给我诞下了一子。直到第20年时间，我将假琅琊王儿子，也就是我亲儿子扶持称帝，自己则是再次封为太师，权倾天下。很快到了第35年时间，被我安插在虚渊的访仙营终于有了收获。据他们的观察，每15年时间虚渊的迷雾就会散开半日，那时会有光亮从渊底照射出，而他们利用望远镜的观察发现了种种景象，有10万大山连绵起伏，有雄奇建筑藏匿其中，有巍巍城池立于平原不下100万人口，更有天空之城环绕霞光，各种异兽飞行其中。闻言我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寇红和道玄子2人看来就是从虚渊来的。随后我问到有没有找到下去的方法，可手下表示并没有，他们尝试了各种办法，但只要下到一定深度后，就会被突如其来的罡风撕碎，哪怕最坚硬的铠甲都不行。闻言我叹了口气，挥手让他下去吧，看来还是只能等寇红和道玄子了。就这样到了第50年时间，这一天寇红和道玄子再次出现在玄京城上方，可这次还不等2人干起架来，一瞬间各种埋伏好的枪炮火器朝他们射来。毫无疑问，这种凡人武器对他们并无作用。寇红拦下射来的子弹后，对这玩意感到十分好奇，他便夺来一把火器仔细研究起来，看完后都惊叹不已，没想到此先觉之地的凡人能研究出此等机械结构武器，可惜这玩意也就凡人之间有威慑力，对仙人来说不过是一堆废铜烂铁。本来寇红还对利用此地凡人有些不忍，但既然对方先行动手了，那就怪不得他了。就在寇红对玄京城使出道法火龙吟后，却震惊地发现房屋虽然被毁坏掉，但这些凡人士兵竟没有一个死去。这时一旁道玄子终于开口，咱们中计了，方才这些武器被凡人之血浸泡过，接触后就会被沾上仙凡瘴，道法自然就被削弱了。道玄子意识到他们2人被阴了，显然暗中之人有备而来，2人也是果断之人，在知道此地的诡异后，当即就准备离开先。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响彻在2人耳旁，2
两位若是遁走的话，你们得到结丹功法的消息就会传遍整个修仙界。道玄子和寇红脸色大变，对方究竟是谁？明明得到此功法的消息只有他两人知晓。就在这时，无数炮弹朝他们袭来，寇红直接就选择硬刚，可道玄子意识到不妙，急忙让寇红躲开。随着炮弹的爆开，无数凡人之血化成血雨落了下来，而被沾染到的两人也没有了反抗之力。包围过来的士兵大声警告道：“我们太师无意与二位为敌，只要束手就擒，可保住性命。”可没想到的是，这仙凡杖威力如此之大，导致一旁的寇红修为尽失，再把储物戒指交给好兄弟道玄子，让他快逃后，就受缘而进不甘的死去。也就在这时，天空中有一道声音宣布了其死亡信息：以奇物囚龙之成就道基的寇红，在仙绝之地被凡人围攻，不慎中仙凡杖修为顿失受尽而亡，如今身死道销魂道于天。看着一旁死去的好友，道玄子愤怒无比。而在幕后观察的我见到这一幕，叹了口气，这一世捕仙无望了。没想到仙凡杖威力这么大。此时道玄子艰难起身，我不知道你是何人，有何目的。如今我兄弟俩被你设计，本无话可说，但我却很不服，躲在凡人身后还用上仙凡杖这种被所有修仙者不耻的下作事物。我兄弟寇红死在你这种人手上不值，现在就让你们看看我的筑基奇物吧。只见道玄子缓缓飞到半空，并召唤出了他那名为道玄的道基，一把巨大无比的飞剑出现在上方，随后朝着玄晶城落下。见到这一幕，我知道失败了，便在最后一刻使用还真回荡，再次回到了最初时间点。我心有余悸地喘着大气，这就是筑基大圆满修士威力吗？如果不是仙凡杖的话，就算我轮回百世也不可能对他们造成威胁。果然还是经验不足，没想到仙凡杖直接让寇红身死了。还有他们二人虽然是为了争夺功法才来仙绝之地，但能让道玄子使出同归于尽的一剑，看得出他俩兄弟情是真的。不过他们为何要为一本功法反目成仇呢？忽然我想到了第二世那道玄子说过的一句话：金丹大道有我无他。难道是说结丹仙法只能一个人使用？这就解释得通为何亲如兄弟都能反目成仇了。不过这对我来说都不是事，我有无限重来的可能。或许这一次我可以先拉拢其中一人。打开个人面板，发现心理年龄上限已经增加到1080年，之后就是一样的当上太师过程。时间一晃，第四世已经来到35年后。上一世手下说虚渊会在15年一次散开浓雾，这一次我便掐准时间亲自来看看。就在这时，大量白雾从虚渊喷涌而出，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浓雾才全部散去。我当即掏出望远镜往下看去，根据上一世手下的描述，每个人看到的景象都不一样，和他们看的仙道繁荣昌盛不同。我看到的却是仙道亡以4个字，并且到处都是破败的废墟。我心里一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修仙界出了什么大变故？之后时间再次来到第50年，寇红和道玄子依旧来到玄晶城上方对峙着。这一次我改变了策略，让士兵的攻击只对准寇红一人，并且我在暗处偷偷大喊道：“寇红小儿，我等奉道玄子仙师之命，在此等候多时了。”寇红闻言震惊不已，道玄子是怎么知道我要逃来此地的？当他发现子弹附带仙凡杖后，也顾不得思索这里面的真假，直接破口大骂道玄子卑鄙。可道玄子自己都一脸懵逼，我什么时候和这些凡人联合了？刚想跟寇红解释清楚有人在离间他们，结果暗处的我再次出声：道玄子仙师是想翻脸不认人吗？不是说好助你斩杀寇红夺得结丹法后，就带领我等族人离开此仙绝之地吗？在听到这凡人知晓这么多，寇红已经完全认定就是道玄子在幕后指使，不然这些人怎么可能知道结丹功法一事？道玄子知道口说是解释不了什么，于是通过神识查出暗处那声音来源，随即怒气冲冲地朝那攻去，结果发现就是一个类似传音器的东西而已。道玄子眉头一皱，没想到这家伙如此谨慎，而寇红显然被离间成功，就要对道玄子开始下死手，直接一记炎龙怒朝对方袭去。道玄子叹了口气，知道解释不清了，只能祭出本命剑气和对方干起来。而暗中的我再次出声，既然道玄子想翻脸不认人，那我等只能帮寇红仙师。寇红一听乐坏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道玄子你也有今天，刚好最近领悟了新招数，就用来送你上路吧。道法囚龙，霎时间道玄子被囚龙一般给困住。道玄子愤怒无比，被暗中那奸人算计就算了，连相处多年的好兄弟也不相信自己，于是在破掉这囚龙后，他来到半空直接用出道基道玄。寇红见状也用出自己道基囚龙之，霎时间双方大招对拼起来。而我再次让士兵投射无数炮弹飞向道玄子，瞬间他就被大量凡人之血给包围，紧接着寇红的囚龙之穿透他的身子，天空中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宣布了道玄子死于寇红之手。之后我来到寇红面前，恭敬的请求他拯救我等性命。寇红却脸色不善的看向我，一介凡人竟敢插手修仙者战斗，我并没有被他的气势给震慑到，一脸认真的说不过是为求一线生机罢了。寇红闻言叹了口气，好个求一线生机，世道艰难，谁又不是如此呢？随后寇红解释仙绝大阵威力，就算他和道玄子离开都要费一番功夫，又怎么可能带得了凡人离开呢？闻言我脸色大变，难道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吗？寇红表示有金丹修士的话，可能有些许机会。随即我邀请对方来暗室洽谈，如果我后人有修行到筑基呢，是否就能和你们一样离开此地？寇红一听大笑出声，别说此地没有灵气无法修炼，就仙凡永阁来说，此地凡人浑身沾满瘴气，又如何能修仙道呢？除非你能去外界重塑肉身洗去瘴气，但也不太可能出得去。所以我劝你们就好好当个凡人吧。一听到仙凡永阁没有办法后，我面无表情的走出暗室。寇红只以为我是心如死灰，殊不知就在我离开后，仙凡杖便把寇红给弄死。既然仙凡不两立，我一介凡人又岂会完全相信你一个修仙者呢？此时寇红满身伤痕的被锁在牢里，原来他并没有死去，而是被我控制好仙凡杖的用量，在不致死的情况下令其修为尽失，从而逼供，最终得出一份关于仙绝之地的来源。一切起因源于上古修仙界的大变，起初凡人之中发生了一场瘟疫，修仙者并没有很在意，只以为是普通瘟疫，直到第一位修仙者感染上之后，这瘟疫就得到了巨大加强，转而从灵气当中传播，迅速感染了整个修仙界。而被感染到的修仙者轻则修为倒退，重则一夜之间修为尽失变成凡人，之后就会身死道消还道于天。修仙者绝望之下便将怒
火发泄在凡人身上，针对凡人的大规模屠杀就开始了。可瘟疫并没有随着大量凡人死去而消失，反而失去了束缚一样，导致更多修仙者陨落。于是修仙者们决定使用大迁徙计划，把修仙界里的全部凡人流放到各个没有灵气的小世界破碎洞天等，并用大阵永久隔绝起来，就有了如今的仙绝之地。而这些凡人体内存在的那种瘟疫力量，由于对修仙者有着特殊杀伤力，所以就被称之为仙凡杖。寇红当时被道玄子追杀时选择逃来此地，也是为了利用仙凡杖的力量将对方给弄死，只是没想到会被我这个挂逼凡人给算计了。得知了真相后，我有点不甘心。身为凡人，我只有86年的寿命，而无限回荡也只能在寿命范围内。如今70岁的我仅剩16年时间，想要修炼又修炼不了，寇红道玄子也带不了人离开，也不太可能再遇到别的修仙者，所以似乎已经成了死局，只能一世又一世的重复凡人生活。突然我想到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当初大迁徙行动时是怎么将那么多凡人给送来的。我便逼问了寇红这个问题，而对方似乎还真知道隐情。就算你能出去又如何？你这个年纪也不可能修得了仙。我只是告诉他，你想不想做回修仙者？你如今虽然修为尽失，但回到修仙界的话，应该能重新修炼吧？只要你帮我找到去往修仙界的方法，到时候我可以带你一起。可被算计了2次的寇红根本就不信，我让他考虑考虑，不管我说的是真是假，起码是一个希望。还是说你愿意就这样老死在这？果不其然，寇红还是屈服了，哪怕只是虚假的希望，他也只能赌一赌。便解释当年迁徙工具是类似非洲之类的法器，在上古时期这种法器很盛行，可惜后来经过天地巨变后，修仙者人人自危，形势也变得独来独往，非洲这种法器就很少看到了。我闻言一惊，下意识问到：天地巨变是指那场仙凡杖瘟疫吗？可令人震惊的是，寇红摇了摇头。仙凡杖虽然诡异，但还动摇不了修仙者根本，而仙凡杖之所以能横行，是因为一大半修士在另一场大劫中陨落了。听到这，我大概猜到是什么了。大道有我无他，连寇红和道玄子多年好兄弟都能因一本功法反目成仇。你说的大劫是仙法不能同修吧？寇红点了点头，示意没错。在大劫之前，上古修仙界是没有这种限制的。那时众多门派广开山门，收徒受益，修炼同样功法的师兄弟们可以尽情切磋讨教，整个修仙界都是生机勃勃景象。直到某一天，有人修炼时发现效率大大降低，并且能感知到自己这本功法有多少人在同时修炼。修炼越多的功法效率就变得越来越低，无数修士修为没有进步过，直到大限将至，再也隐藏不住内心杀意。昔日的师徒同门之间全部变成了生死仇敌，一场席卷修仙界的浩劫就这样开始。只要你跟我修行同样法门，就是不死不休，哪怕有人想躲藏起来也没有用，因为修炼同样功法的人能互相感应到位置。闻言，我好奇地问道：那如今修仙界该怎么修炼呢？寇红叹了口气，也没几个选择，一是加入众多修仙者组成的万仙盟，凭借贡献度换取功法和资源；二是5位大能创建的五老会，只要有修炼资质都能加入，代价则需要签下神魂契约，效命一定的时间。听完我有点疑惑，看起来也不像是缺少功法的样子。寇红无奈一笑，因为通过这种方法所获取的都是残缺功法，都是大势力这些年新编纂的，只能修炼到炼气大圆满，而要突破到更高一级的境界就得更换功法，也就是每个大境界都要更换一次功法。我摸了摸胡须，可这样岂不是每突破一次都要重新修炼功法？那之前的努力不就浪费了？寇红表示倒也没有，因为每个人都会修炼一本太上原始真经残篇，这是一种能让人随意化去境界而没有损耗的秘法，所以重修新功法后境界也很快就能追上来。我没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秘法，不过这怎么看都是阴谋论啊，怎么就出现的那么巧呢？能让天下修仙之人接受不停换功法。寇红也很无奈，就算是真的阴谋又能如何？真功难求啊，道玄子都死都不知道，我抢的那本功法不仅仅是结丹功法，而是直通元婴的真功。接下来我和寇红越聊越得劲，他又向我介绍了修仙者陨落后会触发一定范围天象的修仙常识，就是道玄子死后响起的那道声音。随后又说起某种传闻，就是数千年来各大仙绝之地都会有凡人偷跑回修仙界，不过并没有实际证据，他也是听说过罢了。但我知道无风不起浪，既然有传闻，就代表着肯定有人成功了。见了解的差不多了，我也给寇红一个承诺，只要能找到前往修仙界方法，不仅会让他一起回去，就连他和道玄子的所有东西我都不要，甚至那门元婴真功。寇红闻言惊讶出声，此话当真？得到我点头示意后，他信誓旦旦地保证会尽全力帮忙的。就这样，在寇红的协助下，我搜集了天下史书典籍，希望能在上面找到大迁徙时代的线索，同时动用军队挖掘各种古墓。虽然引得民怨沸腾，但都被我强行镇压下来。可惜直到16年过去，也就是我凡人寿命的最后时刻都没找到。而在开始新的回荡前，我把珍藏许久的储物戒指取出，确认了寇红所说的功法为真。可惜空有宝山无福享受，一旁漂浮着的便是道玄子的道基剑气。正常来说，其物会随着修士生死失去造化之气，可今日的我才发现，这本该无用的剑气竟能被我的还真所吸收充能。此时我看着道玄剑出现的窗口提示，才发现铸道机用的奇物竟能给还真充能，当即就确认使用，得到了1%定锚充能进度。目前锚点只有一个，而根据还真反馈的信息，只要定锚充能进度到100，就能开启第2个锚点。以后选择回荡时，可以任意选择一个时间锚点重新开始，如此对我来说自然是好事。虽然奇物不常见，但修仙界广阔无垠，机会还是很大的。之后我便再次选择回荡，依旧是给了几个选择。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我选择了保留一件物品奖励，可惜储物界里面的物品不能全部保留下来，我自然是选择了那本元婴功法。随后打开面板，发现这本千机玉环金章功法竟被绑定成功，也就是说将会永久存在于还真当中，倒是一个令我没想到的意外之喜。之后我开始谋划起这一事，上一世因为突然挖掘大量古墓过于惊世骇俗，导致民怨沸腾，朝堂中也有不少反对力量。这一次得先改变天下之人的思想，利用大学、论语、南华、道德等华夏经典古籍，暗中创建起了仿古学派。这些古籍一出世，立马震动了天下。随后在皇帝病重时，又让仿古学派赠送一颗丹药。
药，仅几日就恢复如初，这让皇帝痴迷上了仙丹说法，也让天下人认为古墓当中不仅有古籍，还有续命仙药等。直到第15年过去，皇帝再次病重，为求仙丹，只好派出大军发掘古墓。虽然这一次没有找到，皇帝也抱憾而终，但天下仿古寻墓的风气已经被带动起来，而这一切自然是我在幕后的推动。之后依旧是我当上太师的过程。这一次下令发掘天下古墓，已经没有人再反对。随着一座座古墓被发掘出来，这先觉之地仪式的历史被渐渐补全。最早的朝代名为启，我当即悬赏天下，只要能找到启朝古墓者，一律封后拜将。就这样，在第25年时间，启朝的第一任皇帝一行之墓终于被找到，其主墓道连绵100米，两侧皆是栩栩如生的壁画。而在主墓室当中，上方的墓顶好似仿造星辰布局，镶嵌了成千上万的夜明珠，一处处山头林立，淹没在云海之中，就连前行的道路都是云海。我知道这是仙家手段，看来是找对了。来到最高的山峰处，这里只有一间简陋的茅草屋，可走近才发现这茅草竟是金丝材质。为了防止意外，我先让士兵去探路。打开门后，并没有想象中的危险出现，反倒是我惊讶地看着屋内的某一处，原来那启朝皇帝一行竟是太眼宗外门弟子。我猜测这家伙虽然加入了太眼宗，但大概率是资质不行，所以也被流放到此。没想到这么惦记前宗门，死了还要以外门弟子身份立牌。不过上一世按照寇洪的说法，天下宗门在大迁徙时代之前那场大劫中就应该全部消散了才对，看来当中另有隐情，也可能是这一行受太眼宗修士嘱托，负责此先觉之地的大迁徙，那或许能找到迁徙用的非洲。由于主墓室找不到什么，我便让人挖掘古墓周边地带，果然在附近的一处陪葬墓室中找到一处关于非洲字样的记录清单，可结果却让我愤怒不已。这陪葬墓室已经被盗过，而且根据痕迹观察是上千年前的事了。我不甘心的掀翻桌子，一次次的希望破灭在眼前，我的心态已然有点爆炸。没办法，我只好继续悬赏天下，想找到关于仙州的线索。时间一晃来到第35年，一则让我震惊的消息传来，有一伙人找到了疑似仙人的墓室。我连忙让人带上仙凡杖，随后来到这处墓室面前，把拥有仙凡杖力量的凡人之血洒在墓室的保护阵法上，果然轻松就将其给破开。然后就是挖掘大队上场，没多久就传来好消息，陪葬品中有类似非洲之物。闻言我着急的跑了进去，可看到的一幕却让我疑惑不已，这非洲竟是如同玩具一般大小。之后我通过墓主人刻在墙壁上的信息，终于了解到来龙去脉。此人名叫钱洪，是个筑基修士，3000多年前被仇家追杀，走投无路之下选择躲进了此处仙绝之地。但仙绝之地没有灵气，当钱洪用完身上灵石后，很快就没有了灵气补充，修为也在持续跌落。为了离开，他也开始找寻起非洲的下落。后来就是找到了一行之墓的非洲，可让他感到绝望的是，这非洲的动力核心法阵已经损坏，他又不擅长炼气，修复不了，最终放弃了离开此仙绝之地的想法，并留下遗言，希望后世若有找到他墓室的修仙道友，能将其尸骨带回修仙界，而他留在墓室的物品便是报酬了。第一件残碑就是我所需的天地奇物，可惜的是已经吸收不了，之前守护墓室的阵法就是他所为，被仙凡杖的力量磨灭成了一块普通石头。随后我拿起一旁的2块玉简，一本是炼气功法小环真诀，一本是筑基功法云水路。看到当前修炼人数均为1，我眼神一凝，莫非是墓主人设置的陷阱不成？但数千年过去了，别说筑基修士，就连金丹寿命都撑不住吧？可这功法又怎么会有人修炼呢？我突然想到，可能是有原始存档的原因。大劫后许多功法由万仙盟、五老会等势力编纂，那就肯定存在原始存档。或许是看到钱洪这2本功法没人修炼了，就再次复刻拿出来当奖励给人兑换使用。估计数千年里，这2本功法都不知道换了多少任主人。如果真是这样，只能说这些大势力真黑啊！而最后一件物品自然就是非洲了，其名叫太眼舟，正是太眼宗用来迁徙凡人的工具。内部法阵也的确已损毁，不过对我来说都不是事，我自然也不会修。可是有人会。之后又到第50年的时间点，熟悉的寇洪和道玄子又一次来到玄京城上方，而这一次我选择正大光明出现在面前。区结丹功法而已，2位又何必死斗呢？不妨下来一叙。2人虽然惊讶我的口气，但还是选择听听我要说什么。我告诉他们，先祖临终时曾有预言，后世会有2人自虚渊东来，乃是我族脱离此地的契机。这么多年来，我族中之人一直半信半疑，直到今天才得证此预言。道玄子他们自然没那么容易被忽悠，毕竟从没听说过什么推演之术，能预测到1000年以后的事。我说出了一个令他们惊讶的名字，2位可曾听说过太眼宗？寇洪震惊地说道，莫非是上古时期那擅长推演之术的宗门？闻言我暗自松了口气，没想到这太眼宗这么巧就是擅长推演之术，看来今日我这忽悠计划通了。于是我直接承认没错，我的先祖就是太眼宗门人。先祖虽不善修行，只有炼气期，但他对推演之术十分的精通。后来由于凡人需要迁徙，先祖担心自己的家族，于是就请命负责此地的迁徙行动，并随家族一直留在了此仙绝之地。而听到这样一个完整的事迹，各方面都对得上，道玄子他们内心已经基本相信了，便询问所谓何事。我当即说出了我的目的，看2位道友在为一本结丹功法成仇，何至于此呢？我先祖临终前便传下过一本金丹功法，想必2位应该就不需要再为功法争斗了。寇洪闻言激动无比，毕竟他和道玄子是多年好友，能不争斗肯定是最好的。道玄子也是激动地问需要什么条件，你尽管说。我依旧是搬出了先祖，表示先祖平生夙愿就是想返回太眼宗，但非洲核心阵法已损坏，他便推演到你们2位其中有一位喜爱炼气，所以只要能帮助我等族人修复太眼舟，脱离此绝地即可。闻言寇洪道玄子都惊讶不已，阁下先祖推演之术竟如此厉害，还能推算出他们擅长的道，果真是奇人一个。我知道口头承诺没啥用，于是便提出带他们去亲眼看看功法。本来寇洪也想去看看，但被道玄子给拦住了。怎么，兄长得了一篇结丹功法还不满足吗？寇洪只好尴尬地表示，那我就不去了。随后来到地下暗室，道玄子当即被震慑住，只因暗室里面全是仙凡杖的力量。我若无其事地走了进去，并解释这只是为了保护功法而已，毕竟2位可都是
是修仙者。然后我便站在门口处取出功法给道玄子看，而当看到竟是元婴功法后，道玄子震惊不已。不是说结丹功法吗？于是我便解释这都是迫不得已，毕竟如果说是元婴功法，可能你们二位还是要再打起来。道玄子直接抱拳佩服，阁下真是心思缜密，请放心，我那兄长精通炼气之术，我一定会让他帮你修复好太眼咒，一切都按照我的预料在发展。我笑道如此甚好，只要修复好非洲，这功法我双手奉上给你。等回到府里后，道玄子便传音给寇红，表示功法的确是真的，不过并没有透露实际是元婴功法。而寇红立马就起了歹心，那咱们直接抢了就是，反正区区一介凡人而已。然而那实际是元婴功法，道玄子自然不愿意被寇红知晓，为了避免暴露，就劝说道还是别了。这李凡毕竟是太眼宗之后，还有那害人的预言你也听到了，若是强保不准有什么意外发生，反正只是修复一下非洲而已，浪费不了什么时间。就这样，在道玄子的帮忙劝说下，寇红答应帮我修复非洲法器。时间一晃，1年时间过去，这天太眼舟终于被修复好，除了防御和攻击法阵受材料所限，只能简单修复外，其他功能基本都完好。总之应付先决大阵问题不大。另外法器都以灵气为动力，需要神识来操控，一共有10米、100米、1000米3个大小形态。寇红解释他们二人的灵识也不多，但会放置足够以100米形态离开此地的数量，还推荐起自己驾驶至少需要炼气7神识，他们二人可帮忙。然而我直接就将100米形态给变换出来，把寇红二人惊到目瞪口呆。阁下明明是凡人，却能操控太眼咒，果然也是个奇人啊！我笑道都是小伎俩，不值得一提，还要多谢二位道友的帮助。既然如此，功法就如约奉上了。就这样，3日后得到功法的道玄子和寇红跟我道别。寇红表示若是有机会，可来从云山脉的凌天城找他再聚。临走前还赠送了先决大阵出口附近地图。最后寒暄了一番，就化作流光离去。在前往虚渊的途中，寇红问起道玄子究竟是啥功法，道玄子只是哈哈一笑，没什么，就普通结丹功法，总不能跟你的功法一样吧。随后两人消失在虚渊浓雾中，而待他们走后没多久，我驾驶着太眼舟也来到虚渊。这一世的我已经71岁，肯定只能重新轮回后再闯修仙界了。今日就先来试探一下这先决大阵的威力。一进到浓雾当中，就有一种令我觉得极度不真实的感觉。不知道行驶了多久，太眼舟忽然撞到了什么东西似的，开始晃动起来。我想到寇红说过的罡风层，此处锋刃可轻易撕碎凡人躯体，还好有防护法阵在。经过小心翼翼的操控，我在半个时辰后穿越了罡风层，终于我逃离了先决大阵。到修仙界后又偶得稀世功法100年成金丹，之后一路坦途仅是1000年就得到飞升。而到仙界后，靠着从底层一步步开始，最终成为了傲视仙界的先帝，然后又打破壁垒飞升到神界，从矿工开始修炼到神王，成为神界最强的存在。可上面还有太古神界，飞升上去后又是从头开始，反复的轮回。也就在这时，我猛地睁开了双眼，才意识到自己方才是中了幻光层的幻境，而此时我整个人和非洲都是颠倒过来。我知道已经来到了第3层颠倒层，非洲似乎会自动行驶，不然我都不知道会被幻境困住多久。就这样顺着太眼舟那冥冥中的指引，我只需要提供动力，全力加速前进。没多久，太眼舟就自动来到第4层流火层。我猜测可能是因为这太眼舟以前是专门迁移用的，所以在内部肯定设计了自动穿越先决大阵。就这样经过了一层又一层不同元素的层数，最终来到第7层黑暗层，满是黑暗的层数。根据寇红所说，这层只是黑暗，并没有什么危险。就在我激动的以为终于要去到修仙界后，结果下一秒一张血盆大口出现，朝着太眼舟吞了过来。好在最后一刻我使用了还真回荡，又一次的回到最初锚点。我害怕的喘起大气，那究竟是什么怪物？明明寇红和道玄子都没在黑暗层遇到，为何就我会遇见？难道是针对凡人的特殊手段？看来还是得等15年一次浓雾散去后再去虚渊探索比较好。虽然上一世还是没能成功闯过大阵，但起码能选择保留太眼舟这件物品，和元婴功法一样是永久绑定了。新的一世就有大把时间谋划。这一世我首先带着心腹来到钱红的墓室，在控制好仙凡杖的用量没磨灭掉残碑后，成功将这件奇物给吸收充能，一下子就将定锚的进度充能到了26%。之后在第5年时间，我忍不住又来到了虚渊观察，只是不知为何，看了一会儿后，我的双眼变得通红，心态也开始莫名变化起来，有一种想要立马闯过去的感觉。可明明还真还没充能完毕，要是出现意外，可能就必死无疑。就在这时，虚渊一道亮光闪过，我的心神恢复了正常。原来方才是有无数声音在脑海中想要蛊惑我进入虚渊，差点就中招了。之后我正常度过第20年时间，还真充能完毕后，我又有底气闯虚渊了。最终太眼舟依旧是轻松闯过前6层，而这一次我选择停在黑暗层的入口，准备先观察一下里面怪物的踪迹。可过了许久都没有收获，没办法，我只好全力加速太眼舟再进黑暗层。结果刚一进来，又遇到了那熟悉的血盆大口张开等候着，我脸上再次凝重起来。看来如我猜想一样，这不知名的怪物对凡人有极大恶意，或许他的使命就是吞噬一切靠近此层的凡人。危急关头，我驾驶太眼舟掉头回到上一层雷暴层，而回到雷暴层后，那怪物却又停止了追逐。借着雷暴层的亮光，我终于看清此怪物的完全体，竟是一头十分庞大的巨鲸。我不甘心地看着它，明明就差最后一步了。就这样，在接下来的15年时间里，我尝试了无数次去强闯黑暗层，可依旧是没能过得去那巨鲸血盆大嘴的围堵。不过我也在其中找到一丝可能，那就是每当15年一次的虚渊浓雾散去后，巨鲸就好像被什么东西耽搁了一下子，那段时间过了好一阵子才来围堵我。或许靠着那多出来的一点时间，我能飞到虚渊底部。于是，在第35年的浓雾消散期，我放手一搏，准备以最快速度闯过去。然而就在我即将闯过黑暗层，接近发光的出口时，那巨鲸还是在最后时刻出现在眼前。我知道来不及了，只能再次使用还真开始了新一世。属实是给我气得不轻。随后看向个人面板，我发现心理年龄上限似乎不再增加，止步在了1116年，而目前已经使用了368年，也就是还剩下748年的心理年龄挥霍。这一世我再次来到钱红之墓，和上一
一世的方法一样，将残碑继续吸收起来。定锚充能进度已经来到51%，之后就是等待还真充能。时间来到第35年，又是无数次的尝试，依旧没能闯过巨鲸那张大嘴围堵。时间来到第50年，我已经停止闯黑暗层，决定来见见寇红和道玄子，看看能不能从他们口中得到巨鲸的信息。依旧是和之前那样，利用先祖威名和功法诱惑他们，得到信任后便取出巨鲸的画像，询问他们有没有见过。当然，这一切都推给先祖，解释我族一直尝试逃离此绝地，但每次都在最后被巨鲸给拦住，所以想知道他的来历。可寇红看了之后也并不认识，他好像没有见过这巨鲸。一旁道玄子却诧异出声，原来他在古籍中见过。据说上古时期有一宗名曰御兽宗，他们没什么高深功法，仅凭一手御兽诀便能操控天地异兽为己用。而御兽宗最为出名的几种异兽中，似乎就有这种巨鲸。闻言，寇红想到了什么，你这样一说，我想起来了，此异兽好像名为裂界鲸。闻言，我激动地说，那二位可有避开之法？可这是上古时期的异兽。两人无奈地说，并没有，他们对这上古异兽只是略有耳闻而已。我叹了口气，还是只能靠自己吗？之后我心灰意冷地结束了这一世。在新一世，我本想再次吸收残碑，可这一次还真却没有了反应。无奈之下，我只能继续闯黑暗层。然而经过65年的无数次尝试，依旧是没有任何希望。不管用多快的速度，巨鲸总能及时出现。直到这一世仅剩1年寿命，油尽灯枯的我选择了此世最后一次尝试。这一次我放弃了对太眼舟所有的操纵行为，让其从第一层开始自己朝着虚渊下方缓慢地晃荡下去。结果却令我惊讶无比，这一路缓慢匀速前行的太眼舟，在来到黑暗层时竟没碰到巨鲸出现。眼看出口就在前方，我激动地再次接手太眼舟驾驶，加足马力，以全力的速度朝出口飞去。可就在这时，巨鲸却又出现在身后。我有点疑惑，为什么巨鲸又突然出现了？难道说对方是看不到或者会忽视匀速运动的物体，只要能一直保持同样速度就能安全无恙吗？一想到这，我开心地大笑起来。这离开先觉之地的最后一道枷锁终于被我彻底解开了。最后在我狂笑声与巨鲸的咆哮声中，我驾驶着太眼舟冲破了黑暗层缺口，朝着修仙界的方向而去。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仿佛瞬间穿越了数个世界的距离。遭受到巨大压力的我五窍流血，但我并没有在意。这时我回望后方的先觉大阵，随着视角的拉升，我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就看到了毕生难忘的一幕，竟不止一头裂界鲸，那里有着成千上万的裂界鲸，在虚无中开辟出一片片漆黑的空间，而我逃出来的那处先觉之地则越来越远，最终从一个缺口当中飞出。看着周围的高山林立，我知道终于是来到心心念念的修仙界。不过我这一世的寿命已到终点，在确认没问题后，就选择了再次回档。本来我想和以往一样选择放弃奖励，来加速还真的充能，可这次却看到了一件熟悉的物品能保留，就是那残缺的奇物止步残碑。思考了一番后，我还是决定留下此物，准备用来验证心中的一个猜想。就这样开启了我的第10世。随后我再次来到乾洪墓室外，不过这一次我没用仙凡杖的力量，而是取出止步残碑，没想到竟产生了某种奇妙变化。残碑缓缓地融入了墓室防护法阵中，果然验证了我的猜想，天地奇物具有唯一性，世间本不该出现2个相同的奇物，可我却用还真凭空造出了一模一样的。这样的结果就是2个奇物会自动融合，最终归于唯一。之后我再次控制仙凡杖用量破开阵法进去，那残碑经过融合后，看起来是变新了很多，可依旧没法吸收。我估计需要将这残碑修复完整点，才能给还真继续吸收。我便将这加强版的残碑给收到了太眼舟仙，当做日后去修仙界的家当。时间一晃来到第20年时间，我狠狠地抄家了一批贪官污吏、地主豪强，将这些金银珠宝全部收纳到太眼舟里，前往修仙界肯定还要用到的。之后又准备收刮一大堆粮食，本来众朝臣还在反对，粮食可是国家根本。只是当我把太眼舟在他们面前给变大后，就纷纷被我这仙人手段给震慑到，主动殷勤地帮我筹备粮食。就这样在准备妥当后，我也没有了牵挂。还真充能完毕的那一刻，就驶入虚渊之中，和上一世那样，让太眼舟自己按照匀速前进。果然没有再遇到裂界鲸的阻扰，再次经历了穿越2界的撕裂感。好在这次适应了下来，没有受伤。然而意外却发生在出口处。当我看向周围茫茫大海景象后，我有点傻眼了，怎么和上一世出来看到的高山林立不一样？我看向寇红之前给我留下的出口处地图，并没有发现大海的位置。没办法，我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祈祷在临时用尽前找到有人的地方。直到飞行了10几天，在动力快要耗尽前，我终于碰到了一艘大船。当我用望远镜看去时，才发现那大船在沉没中，周围有几十号人在逃生，看情况都是凡人，似乎被什么东西给袭击了。就在这时，我偷听到了其中有人在大声安抚众人，他已经发讯号联系到了仙师，很快就会过来救人的。闻言我心中一动，偷偷收起太眼舟，从海里游向了他们的位置，随即装作一副挣扎求生的样子，悄无声息地混入进去，等待所谓的仙师到来。没多久，一道身影出现在上空，他似乎施展了什么法术掩盖自身，完全看不清他的面容。随着他的一声聒噪，我发现周围瞬间一片寂静，我自己也发不出任何声音。随后就看到一旁损坏的大船正缓缓飞到半空，也不知道那修仙者使用了什么法术，仅仅是片刻就将大船给修复完毕，最后随手的一挥，就将落海的所有人给救到船上。随即问道是谁发的讯号。之前说话的那人恭敬地跪拜起来，是我，小人苏长玉。只见此修士警告道，规矩你们都懂吧？我没见过你们，也不知道你们是谁，到了地方后一切跟我没关系。苏长玉再次跪拜起来，表示明白的。最后那修士来到船头处，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法术，大船就以极快的速度朝某个方向而去，直到天黑后终于来到有人烟的地方，看起来是十分繁华的一座岛。然而大船却没有停留在港口，而是绕着岛来到背面人烟稀少的溶洞内。等大船停靠后，就看到几名黑衣人等候在此。黑衣人就好像没看到修士一般，只是驱赶着船上众人下来，之后带到一处宽阔的大厅。这时黑衣人有一人开口，今晚你们就在此休息，粮食什么的都由你们自取，明日会有人带你们去补办身份。等黑衣人走后，我偷听起这群人的谈话，原来他们是从一个叫大黎的先觉之地偷渡而来的凡人，一开始有着敬
百人，后来被海怪袭击，仅剩着不足一半。只是和我在的那处仙绝之地不同，他们所在的大力队知道修仙界好像不是什么秘密，而且还发展出这么一条偷渡的线路。就在这时，一个胖子找了过来：“兄弟，你有点眼生啊，不知在大黎官居何职，或者是哪州的富商？”我没有回答，只是恶狠狠地看向他。果然，胖子被我那多年身居高位的气势给吓到了，也不敢再多问，就走开。就这样，到了翌日，一个中年人走了进来：“一会我带你们去领户籍，之后就是琉璃岛的一员了。当然，什么不该说的你们应该都知道吧？否则我不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如果有人问起来，你们就说是西方大玉岛的居民，因为遭受风灾，岛屿被毁才逃难到此。”随后，我们换上准备好的破烂服饰，跟着中年人和黑衣人而去。很快就来到岛上的城镇中。虽然我们这一行几十号人很显眼，但周围的居民看了一眼后就没理会，似乎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在居民区绕了好几圈后，终于来到一处府邸面前。在门口小厮的带领下，我们从一旁的偏门进入。一进来就看到大堂内已经有上百号人在等候着。很快就到了我们这一批。只见中年人十分谄媚的给一个叫赵管事的送上好礼，在收下礼物后，赵管事就夸赞起名叫孙张的中年人：“不错，你们天宝楼很懂事。”就这样，一行人被陆续安排了户籍。没多久就轮到了我，再把名字报过去后，便让我滴写在一张灵符上，这就是你的身份证明。岛中领取工作分发粮食应对检查都需要出示此证明，切不可遗失。一旁孙张有点疑惑，为何赵管事会对这个叫李凡的那么亲切，居然交代那么仔细。在搞定所有人的证明后，孙张看向苏长玉：“契书可以签字了吧？”只见苏长玉掏出一张纸，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上了自己的姓名后，这纸便缓缓消散在眼前。苏长玉表示所谓三契而终，日后等我们彻底安定下来后，我就会按照约定签署最终契约。孙张拍了拍脑袋，跟你们这些离界来的打交道就是麻烦，要不是看在那位仙师的份上，我天宝楼才不会做这亏本生意。随后孙张说起成为琉璃岛居民的好处，可以凭灵符证明领取一处住所，此外入籍的头1年，每月都能免费领取一定粮食。而苏长玉问出了我最想知道的问题，那就是怎么才能开始修炼。孙张表示你们这些被放逐的凡人，体内瘴气浓度远超常人，想要修行得驱除体内瘴气先。苏长玉又问出了关键问题，那就是该怎么驱除。有很多种，其中岛内的净体灵池就可以，只要泡上1天1夜就能完全驱除。可惜开启灵池所需的材料惊人，只能每3年开一次，上一次是1年前，也就是说还要等2年。不过开了也没用，这名额竞争激烈，你们这些外来人怎么可能抢得过岛上居民？苏长玉继续问道：“那其他方法呢？”孙张说：“第2种就是修行玄黄清心咒，配合特定药物饮食，花费5、6年时间即可去除。虽然耗时久，但胜在稳定，无需什么代价。清心咒和对应的丹药在药店就能买。”可苏长玉似乎并不满意，还想知道有没有更快的。说到第3种方法，孙张都有点脸色凝重，那就是去当实验体。闻言，苏长玉疑惑出声：“实验体是什么意思？”孙张解释说，有些仙师对瘴气很感兴趣，每年都会挑选凡人自愿者充当实验体，以特殊手段将其体内瘴气抽出，只需几个月时间就能抽完。不过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可以说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基本大多数人坚持不到瘴气被抽完，就彻底被折磨疯了。苏长玉闻言很不甘心，还想知道有没有别的方法。孙张便说起第4种方法，仙师也不是100%诞下修仙资质后代，他们的直系凡人后代就可以凭借天才地宝用来重塑身躯，不仅不用担心瘴气困扰，还可以直接提高修行资质。但这背景可不是你我能享受的，就连我们琉璃岛主都没有这待遇。反正我所知道的方法就这些了，你们若是真想修行，就好好考虑吧。临走前，孙张好心劝说道：“我知道你们这些流放之人都有问道之心，可谁当初又不是呢？仙道太过艰难了，就算能驱除一身瘴气开始修炼，又有几个人能修行成功呢？与其自寻烦恼，何不当个凡人享受当下生活呢？”闻言，苏长玉攥紧了双手，费尽千辛万苦才从绝地偷渡而来，又岂会甘心当凡人呢？之后大家都各自解散开来，我便拿着证明去领取住处，很快就被分配到岛屿北部的居民区。这里有着密密麻麻的房屋，大部分都只有1间屋子。来到分配的房子里面后，就看到只有简单的被窝和小桌椅，不过对我来说问题不大，能这么顺利安定下来就是好的，也算是脱了离界的福了。可惜这伙人除了苏长玉有向导之心，其他人似乎并不在意修仙，全是平庸之辈，难成大器。接下来的目标就是驱除体内瘴气。虽然进入净体灵池的名额很珍贵，但我拿出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应该能买来1个名额，就是太过于招摇，人生地不熟的，还是得先好好谋划。就在这时，敲门声响起，我警觉地从非洲里取出一把武器，随后打开门一看，竟是离界的那个胖子。他没有任何掩饰，直言道：“你不是我们离界之人吧？”我装作疑惑的语气：“你在说什么呢？”可胖子并没有被忽悠过去：“你到底是什么人？混进琉璃岛又有什么目的？”闻言，我脸色不善起来：“你是怎么识破的？”胖子解释说：“当时落水时，我就看到你从水下窜出来的身影，一开始还以为是幻觉，可后面我仔细回想起来才发现，队伍出发时并没有你这个人。”闻言，我夸赞出声：“你倒是有些精明，心思细密。”被夸后，胖子一脸得意起来：“那是当然，除了我之外，那帮蠢货居然没发现，被一个陌生人给混了进来。”听到只有他自己发现后，我便缓缓朝着胖子身后走去。所以你是说除了你，没有别人发现是吧？再次得到胖子那得意的肯定后，我毫不犹豫地拿着早已准备好的匕首，狠狠地刺穿他的身体。真是不知所谓的蠢货，仗着点小聪明就想来威胁我。随后将其尸体收到太眼周内，又擦拭掉血迹痕迹等。至于会不会被仙家手段查到，我是不太担心的。首先，离界之人也是偷渡来的身份，不管是那遮蔽身份的修仙者，还是孙张所在的天宝楼，全都是谨慎又谨慎的，生怕被人发现。显然放逐之地的凡人身份完全见不得光，他们又怎么会大张旗鼓的去查一个无用之人？就算知道最后胖子是往我这来，只要尸体不被找到，我一口咬定没见过就行。而跟我所预料的差不多，几天过去了，只有苏长玉一人来询问了一下外，胖子的失踪并没有引起太大波澜。之后的时间里，我一边打听岛屿上各种事物，一边谋划着怎么合理将金银珍宝拿出来使用。渐渐的，我对琉璃岛有了大概的认识，所在
在的这片海域名为丛云海，分散着数万个岛屿。琉璃岛属于规模中等，因岛屿周边盛产肉质鲜美的琉璃鱼而得名。此鱼在凡人中非常受欢迎，某些仙师炼制的丹药也会用到体内偶尔诞生的琉璃珠，所以在琉璃岛镇守的仙师每年都要收缴一定数量琉璃珠，这就导致琉璃岛最热门的工作就是出海捕捞琉璃鱼。虽然要上交7成，只能留下3成，但依旧有很多船队出海，因为除了捕鱼有收获外，他们有时候还会在海中找到装有宝藏的沉船，而找到的宝藏和捕鱼规矩一样，上交7成，剩下3成就是自己的。所以只要我能得到琉璃府发放的名额，单独出海就能通过沉船宝藏一事来洗白太眼周内的财宝，而这出海名额就是关键。通过这些天的了解，琉璃岛主手下有3大亲信，赵管事负责人事方面，钱管事负责财务方面，周管事负责治安方面。出海名额大部分都在钱管事手中，另外2位管事一直想插手，但都被钱管事牢牢把控，他们都只分得1-2支船队名额。其中我只见过赵管事，说起来那天入籍时，不知为何他对我的态度似乎很不同。或许我可以去见见这位赵管事，而直接去见以我的身份肯定是见不到的，所以我先来到天宝楼，准备找孙张引荐一下，可却吃了个闭门羹。黑衣人似乎知道我是谁，二话不说就直接赶我走。我有点疑惑，这天宝楼好歹是开门做生意的，哪有赶客人的道理？而且连通报都不通报一声，难道是离界那帮人出了变故，导致孙张翻脸不认人了吗？我赶紧找到离界之人询问什么情况，一番打听下才得知，原来苏长玉决定走第3种驱除瘴气的方法，也就是去当了实验体。临走前他把和天宝楼的契约已经完成，所以天宝楼也就不再和他们这帮人有瓜葛，如此就说得通了。只是没想到那苏长玉这么果决。苏长玉的好友便解释他为何这么着急，原来苏长玉有个身患绝症的妹妹，为了救她才选择拼命。虽然没了苏长玉这边的契约帮忙，但我还是不打算放弃孙张这条路，毕竟那天临走前他能安慰苏长玉，起码不是大奸大恶之人。相比于陌生人，我还是喜欢跟知晓些许底细的人打交道。之后我又来到天宝楼，护卫见到我后大骂出声，你这家伙怎么又来了，找死是不是？见状我直接大声说道，我是来天宝楼做生意的，这就是你们的待客之道吗？这一幕把周围人给吸引了过来，护卫有点慌了，回去请示一番后，就将我引了到一间客房，喝了丫鬟送来的茶水后，我不禁感叹出声好茶。这时孙张终于出现在眼前，此大玉燕龙茶乃大玉岛周边特产，如今随着岛屿被毁，也基本成了绝品。那看来我是沾了孙长老你的光啊。孙张则毫不客气地说，大离之事既然已毕，你为何又来寻我？我告诉他不用担心，我确实是来做生意的，和离界之事无关。孙张闻言不屑出声，就你一个初来乍到的凡人，你能有什么生意？我没有说什么，只是给了他一个眼神。孙张想了想后，还是决定坐下来聊聊。说吧，什么生意？我开门见山地说道，不知你天宝楼对出海船队的名额有没有兴趣？孙张表示自然是有的，不说打捞到沉船珍宝，光是捕捉琉璃鱼和其他海中特产都足以赚得盆满钵满，但名额都被钱管事牢牢把持。别说我天宝楼了，就算是赵管事也只能分到1-2个名额。你觉得你又有什么本事打名额的主意呢？我告诉孙张，只要能让我见到赵管事，自有办法能拿到名额。看着那坚毅的眼神后，孙张有点犹豫不决。就在这时，一道女声响起，让他见一见吧，反正也不是什么难事。原来是天宝楼的女掌柜。只见她用平淡的语气说着十分吓人的话语，如果做不到的话，就再将她剁碎喂鱼吧。我闻言并没有惧怕之色，客气的感谢起她的帮忙。女掌柜见状非常的好奇，你究竟是哪来的自信？什么方法我没说，只是跟她保证自己从来都是说一不二，一诺千金，并且按规矩出海有收获，我个人是能分得3成，而这3成我一分不要，到时候一半给赵管事，一半给天宝楼。女掌柜更加疑惑了，那你这么大费周章的，最后想要的是什么呢？我便说出了我的目的，就是要一个3年1次的净体灵池名额。女掌柜和孙张听后诧异不已，但随后女掌柜嬉笑出声，不是，大叔你都一把年纪了，还想学修仙吗？我并没有在意她的笑声，只是平淡的说道，但求长生虽死不悔。此话一出，女掌柜愣住了，或许是感受到了我那坚定的向导之心，她收起吊儿郎当的样子，郑重的表示此事我应下了。更新了。为了获得和赵管事会面的机会，我找到了天宝楼合作。在和女掌柜谈好了合作分成事宜后，她表示等约好和赵管事会面的日子，就会派人通知我。我便给她留了自己地址，随后也不再多留。而见我走后，孙张忽然开口道，掌柜的，给凌迟名额会不会亏了？女掌柜笑了笑，虽然凌迟名额也很重要，但如果这家伙真能争取到一个出海船队名额，对我们来说是稳赚不赔的长久收益。而且这家伙不是一般人，光是看到他的眼神都有点被吓到了。另一边，在离开天宝楼后，我顺路去药店买了玄黄清心咒和对应药材，毕竟就算和赵管事洽谈顺利，那凌迟也要2年后才开启。而这段时间我可以先试试清心咒的驱除效果。之后的几天里，我一边在家中修行，一边等待天宝楼的通知。然而还没等到和赵管事的会面，我就先听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那就是去当实验品的那个苏长玉死了，死状极其的凄惨，全身上下仅剩一团扭曲的血肉，那血肉还会莫名抽搐，让人看了头皮发麻。而离界这帮人不像我有准备好的钱财，本来还打算将其海葬的形式，还是因为我对苏长玉有些欣赏，给他们送了些钱财，才让其入土为安。下葬的那天，身为苏长玉好友的萧恒痛苦不已，而我有这么多年的心态，虽然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凄惨死状，但倒没什么太大的感觉，只是有点感到唏嘘。和苏长玉接触的那几天里，我还是能看出他的心智坚定，算是不错的一个人杰。本以为离界这帮人里就他会闯出个名堂，没想到连驱除瘴气都没能做到就没了。这就是追求仙道的艰难吗？经过这件事的发生，同时又在修炼了1个月的清心咒后，我对仙道艰难这句话的感受愈发深刻。一般人只要修炼清心咒半个月就会精神变好，思维变快等明显效果，而我1个月过去了，依旧是没有任何变化。看来我并不是什么天资绝伦之辈，不过我倒也没有太过着急，就当成每日的功课进行。就这样又过去了半个月，终于等到天宝楼派人来通知，跟着传讯之人，我在天宝楼的一处庭院中见到了赵管事。赵管事并没有多废话，直言道，就是你
想求一支出海船队名额吗？胃口倒是不小，但你有什么依仗呢？我笑着回复他，船队出海不过为了求利罢了。不知赵管事你觉得捕捞琉璃鱼的收获与海底沉船宝藏相比如何呢？赵管事表示那自然是沉船宝藏收益高，但沉船这种可不是每次出海都能遇到，哪怕我在岛上10数年，也不过见到几次沉船宝藏有大收获而已。我便告诉他，只要能给我执掌一支船队，我能保证每次出海都可带回一定沉船财宝。赵管事闻言眼睛瞬间变成红色，片刻后开口道，居然没有说谎吗？听到他这句话我有点惊讶，我的确没有说谎，但不知赵管事你是怎么看出来的？赵管事便解释自己的能力，原来他自幼就生得一双一瞳，能够识能人辨真假，他方才就是看出我身上泛着白光，证明所言不虚，没有心怀不轨。我有点诧异，没想到还有这种艺术。所以搬户籍那天，赵管事你就是凭此看出我的什么不同吗？也没什么，就是那天看出你富贵非常，且手上沾了不少鲜血，显然不是一般人，就对你客气些，结个善缘罢了。而后我又想到离界和我的放逐凡人身份，那赵管事你也都知晓了吧？赵管事闻言不以为然，岛上有仙师坐镇在，不管你们什么身份，只要安分守己，就不会拿你们怎么样的。况且收拢灾民也是仙师的吩咐，所以不管你们是真是假，只要是你们名义上是灾民就行。闻言我也就放下心来了。既然如此，不知赵管事能否合作一番呢？赵管事表示，就算合作也不可能给你执掌之位，你一介新来之人没有根基，若是贸然把船队交给你，必定会引起众多不满。但是可以让你跟着船队先，只要证明你每次都能打捞到沉船财宝，那么不用多久，船员就必定对你心服口服，届时你再接管船队就没什么问题了。我知道这是目前最好的解决办法，于是果断答应了下来。另一边在得知我说服了赵管事后，女掌柜惊讶不已，你确定没搞错吗？孙章表示没错，所以那位大叔真没有说大话，他真的有把握拿下一支船队。孙章也觉得很奇怪，他想不通一介偷渡之人初来乍到哪来的依仗。女掌柜思考再三后，决定把东街的那处地契送去示好。孙章闻言劝说道，是不是有点着急了？那可是我们准备用来贿赂钱管事的，怎么能这么便宜了那家伙？女掌柜不耐烦地说，让你去就去，真要到了他成功掌控船队的那天，就不是一个小小院子所能交好的了。更新了。在看到我和赵主管谈成合作后，天宝楼为了交好我，直接把高价收的东街小院送给了我，而我也没有客气，当天就搬到了新屋里。安顿好后，天宝楼又送来几名绝美侍女，可我作为一心追求仙道的西马格男人，自然是谢绝了。之后就是等待船队的出海，本以为不用等太久，可没想到一场天灾突然到来，那就是让各大海岛都惧怕的巨大风灾。好在镇守的仙师很快就启动了防护大阵，岛上百姓见状也是纷纷跪拜道谢，而我饶有兴趣地看向大阵流转着的蓝色光芒，那隐隐浮现的字符看上去十分玄妙，方才还猖狂着的呼啸声，如今直接被大阵所隔绝开来。这就是我一直追求的仙家手段吗？就在我感叹之时，一道惊天巨雷朝着大阵劈下，那撞击的余波瞬间把我震慑到跪地，口中忍不住吐了陈年老血。本以为天雷到此为止，可我抬头一看才发现，那天雷居然还没消散，不停地劈向护岛大阵。就在我等着结束此事轮回时，却看到天雷虽然来势汹汹，可不管劈了多少次，都没有将大阵给击破。就这样不知道过了多久，随着风灾大浪慢慢平缓下来，这天雷才开始消散，直到又过去了数日，风灾才彻底退去。事后听岛民说，这次规模还是算小的，原来在15年前，琉璃岛就遭遇过一场大数倍威力的，当时大阵被迫缩小了庇护范围，才勉强挡住。那次风灾过后，琉璃岛面积就只剩下1/3，直到这2年才恢复了不少元气。作为第一次经历，我才知道岛民为何会惧怕风灾，属实是天地之威，恐怖如斯。之后琉璃府发放灵符给所有居民，需要探查护岛大阵是否有破损情况，每家都要将灵符挂在屋内持续数日，观察灵符会不会冒出红光即可。大阵一共有367800节点，得确保每个节点都没有异常，因此琉璃岛一切事务都暂时停止，优先维护起护岛大阵。本来以前都是仙师统筹大阵的检修工作，可这次维持大阵运转的灵石快被消耗光，那镇守的仙师只能先回万仙岛取灵石。大阵自检会以360次灵符闪烁为一小循环，又以360次小循环为一大循环，只要一个大循环里没有红光冒出，就代表大阵无事。当我了解这大阵如此庞大却又精细后，真是难以想象如何建造的。时间一晃又过去了5天，令全体居民都松口气的结果出来了，大阵并没有任何破损。而随着镇守仙师的回归，琉璃岛的生活才渐渐恢复正常。之后的日子里，时不时就有其他岛屿的灾民上岛，毕竟天灾不是所有海岛都能撑过去，只有那些有特殊资源的海岛才会有仙师坐镇，部分岛屿少数幸存下来的灾民就会来避难。而这几个月时间里，我一边等待船队的出海，一边继续修炼玄黄清心咒，然后就发现还是有用的。我生理年龄和心理年龄上限都增加了些许，虽然不多，但也让我有了动力。没多久，赵管事终于派人来通知，船队即将出海。3日后，我见到了要跟随去的苍远号，一上船就听到船员们的埋怨声。原来此次岛主临时搞了个考核任务，出海的所有船队里收获最少的会被定为不合格，取消以后的出海资格。而之所以会给这么大压力，是南边珊瑚岛的原因，他们的大阵没有撑过此次风灾，整个岛被夷为了平地，因此珊瑚岛要上交的物资份额就落在了琉璃岛头上。这时船队的老大张浩波出现，看你们一个个窝囊样，咋不往好处想？第1名不也有奖励吗？所得收获从3成提高到了5成。船员无奈地说道，老大你就别做梦了，咱们这捕鱼手艺你又不是不知道，哪次不是勉强完成捕捞任务？我看这次就是我们船最后一次出海了。
这时张浩波微微一笑，放心吧，这次有能人帮我们，保证让我们满载而归。说完手指向了一旁的我，我诧异的看向他，这是想捧杀我吗？更新了。在经历了风灾之后，我终于等到出海的机会。面对船长张浩波的刻意引战，我的到来瞬间引起了船员们的争论，认为我浑身白白净净的，一个老头子怎么也不像有本事之人。张浩波见状再加把火，你们都给我客气点，这可是赵管事特意请来的大才，不久后就要接手这条船了，还把特意大才几个字说得很重，我知道这是在给我下马威呢。果然跟张浩波多年的船员们就不乐意了，老大你可是当了10年的船长，怎么能说让就让呢？要赶你走我们第一个不答应。看他们这个怒气冲冲的样子，估计都在想着等出海后就把我这个外来人给扔海里喂鱼去了。张浩波见状得意的笑了起来，随后更是又站出来继续煽风点火，让大家冷静点。虽然大家都很看得起我张浩波，但苍远号毕竟是赵管事的产业，我们也是卖命而已。如今赵管事既然要换人，咱也没啥好说的。我默默地看着他表演，心里不屑出声，雕虫小技罢了。等他表演完后，我也是大声说道：诸位信不过我，难不成是觉得赵管事看走眼了吗？我既然向赵管事承诺每次都能寻到宝藏，那就定然不会让大家失望的。船员们听到我搬出赵管事后，也是冷静了下来，毕竟他们都听说过赵管事那一双怪眼，好像的确是没看走眼过。或许这家伙真有点本事，眼看局面就要被掌控回去。张浩波不乐意了，他直接就指着我怒喝出声：什么每次都能寻到宝藏？这种话明显是骗小孩的，肯定是走后门想要抢夺船长位置。既然你那么有信心，那就走着瞧吧，是骡子是马拿出来溜溜就知道了。随即二话不说就指挥苍远号出海。苍远号和非洲原理差不多，不需要风力和人力，靠着一套小法阵以临时驱动，而顶上配着所有船出海必备的灵翼。只有这种琉璃府下发的灵翼，才能探寻琉璃鱼群的位置。不过感知的范围有限，所以船员们的作用就来了，由他们先找到鱼群出没的大概范围，再利用灵引过去定位。只是这一次风灾肆虐后，琉璃鱼群很多位置都迁移过了，基本是靠运气。而苍远号的运气就不太行，在航行了大半个月后，依旧没找到琉璃鱼群的半点踪迹。船员们和张浩波都开始焦急起来，毕竟这次最后一名是有惩罚的，距离返航日仅剩最后半个月了，再捞不到点大收获就要凉凉。而在房间待了半个月的我，也是在这天走了出来。张浩波见状嘲讽起来：要不是每天给你送去食物，都以为你死在里面了呢。我懒得跟他多废话，只是索要了一艘小船，表示财宝已经感知到了。此话一出，张浩波和船员们都惊讶出声，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尤其是张浩波，认为我哥这跟他开玩笑呢。我知道说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让他赶快准备小船。珍宝的光芒逐渐变得暗淡起来，我快要失去他的方位了。张浩波看我这也不像说谎的样子，他不敢赌是真是假，便让船员们赶紧备船。上到小船后，我叮嘱他们先别跟过来，等我确定好位置给信号再说。看着我独自驶去的背影，有船员就担心是不是跑路了。张浩波却是一点都不慌，毕竟这大海茫茫的，这小船能跑去哪？就这样等了2个小时后，他们终于看到了我发射的信号弹。等他们驱船来到我面前时，我指了指下方海域，表示财宝就在此处。张浩波当即吩咐船员下水放网，没多久就打捞上来一箱箱的金银珠宝。张浩波不可置信地数了数，一共16箱。他当场懵逼，不知道说啥好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真的有能力。他忽然就想到赵管事那异于常人的双眼，便也将我和赵管事归于一类人。想明白后，张浩波无比的后悔，明明是难得遇到的贵人，自己没有把握住就算了，居然还好意思嘲讽别人。现在想想自己才是最可笑的。更新了。在看到我真的能找到财宝后，张浩波也不敢再放肆，十分诚恳地向我赔罪道歉。而我知道他并没有什么恶意，此事就这样过去了。有了这10几箱金银珠宝后，苍远号这次出海也不再需要捕鱼了，直接就掉头回到琉璃岛。快到码头时，张浩波示意先不要靠岸，随即吩咐船员刘三先行下水上岸，去通知赵管事亲自带人来清点宝藏。毕竟没有意外的话，此次出海船队就是他们苍远号收获最多，按照第1名的奖励就是能分得5成。如果是让外人来清点，总归是不放心。就这样等了一段时间后，张浩波才让苍远号靠岸去。当例行清点的人员想要上去时，他便带着船员给拦了下来。清点人员的小头目并不知道他们有大收获，还以为张浩波又是空手而归，当即嘲讽道：看来你这个船长也到头了。船员们一听就不乐意，差点就下去和他们干了起来。张浩波见状示意船员们稳点，不必和这些人争论这么多。身后的我看到这一幕，心想这张浩波能坐稳船长位置也不是没有道理。没多久，终于等到赵管事带人来，而有靠山在面前，张浩波自然也放下心来，大大方方的把金银财宝都搬到码头上，瞬间就轰动了在场之人，甚至传遍了整座琉璃岛。天宝楼这边，孙张也是激动的过来跟女掌柜汇报，表示苍远号真的找到10几箱财宝了。一开始女掌柜还没听清，只以为不就是财宝而已，反正都要经过天宝楼渠道消化掉。可仔细一想才注意到，似乎是李凡所在的苍远号，当即就一副震惊的表情。你确定没搞错是那个大叔？孙张表示没错，就是那家伙呆的船，怪不得他能说服赵管事，是真的有本事找到财宝。说起来这本事跟我们大掌柜的一样啊。女掌柜此时也意识到李凡的重要性，于是立马让孙张去联系下对方，找时间约出来吃个饭，并且再次赠送李凡一处名为听幽楼的院子。待孙张领命走后，女掌柜心里在想，这李凡莫非是通灵宝体？毕竟通灵宝体的能力就是一定范围内能感应到稀有的宝物，而天宝楼大掌柜他的姐姐音乐亭便拥有此宝体，也正是靠着逆天能力，他姐姐才能在这10几年里从无到有建立起横跨从云海的天宝楼商会。所以如果那大叔真的拥有这体质，那重要性不言而喻了。另一边赵管事府邸里，他也是夸赞起我确实是有本事之人，第一次出海就捞到16箱财宝，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我哪来的寻宝能力，都是靠着太眼周里早就收纳好的财宝罢了。我知道这种肯定是忽悠不了多久，毕竟总会有用完的一天。于是我谦虚地告诉赵管事，这次收获确实不少，但以后恐怕难有这么多了。赵管事摸了摸胡须，表示能理解，哪能每次都能有这么多？不过光这次的收获也足够我为你运作一支单独的船队了。之后说起了净体灵池一
一事，赵管事也了解到我正在求这个名额，便想知道为何。我告诉他，凡人就算有用不尽的财富，100年后还是要化作一抔黄土，只有求仙正道长生，才不枉费来世间一趟。赵管事感叹道：“你这年纪还能有如此追求仙道之心，属实难能可贵。我不如你。其实，在10几年前，我跟你这般年纪时，机缘巧合下救过一名仙师。当时他问过我想不想随他修行，可却被我以年纪大没有上限给拒绝了。如今想想也是后悔不已，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药了。说起来，琉璃岛上数十万凡人，真没几个如你这般坚定的。”我谦虚地表示您谬赞了。随后想问问他有没有路子，可赵管事却说无能为力，因为灵池开启是由镇守仙师主持的，名额也是由他定下的。开启的前1年，仙师会公布所需的物资，比如需要3万琉璃珠，哪方势力能收集的越多，名额就占得越多。当然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我知道你和天宝楼有合作，天宝楼在从云海各个岛屿基本都有分布，论收集能力还真没几个势力能比。闻言我想到了那个女掌柜，看来这天宝楼是很重要的一环。从赵管事府邸回到院子后，孙章就找上门来，把听幽楼地契拱手相送，以及女掌柜想见我一事道出。见面仪式我是应下了，但地契我并没有收。之后跟着孙章去见面地点，一进来就看到女掌柜已经把面纱给取下，随后正式介绍起自己，琉璃岛天宝楼掌柜殷雨珍。我也是客气的回了句李凡。殷雨珍轻笑出声：“大叔你还真是言简意赅。”我告诉他自己一介凡人罢了，没什么好介绍的。殷雨珍以为我还在装，便直接说出通灵宝体一事，莫非不值得大叔你一提吗？我疑惑地问他：“什么通灵宝体？我不知道。”殷雨珍表示：“那大叔你是怎么在茫茫大海中能精准找到财宝的位置呢？”我自然不可能告诉他自己是在忽悠，便随意找个心有所感的借口。闻言，殷雨珍有点不爽地嘟起嘴来，心中暗道：“还说你不是通灵宝体，这能力一模一样。”可随着愈发聊下去，殷雨珍发现我似乎真不知道通灵宝体，便将她姐姐的通灵宝体能力告诉了我。而在得知此神奇的体质后，我心里也是打起她姐姐的主意，便问她姐姐多大了，长什么模样，20年前在何处，如今又在哪里呢？殷雨珍听完一脸懵逼：“啥玩意哥，这查我姐户口吗？更新了更新了。”再看到我对她姐姐那查户口般的询问下，殷雨珍都还以为我是她失散多年的父亲，可在仔细观察我的长相后，又发现对不上。我无奈地告诉她，我只是纯好奇而已。殷雨珍一想，可能是觉得我和她姐姐一样身怀通灵宝体，出于对同类人的好奇才咨询。随后她便解释自己和姐姐的来历。原本两姐妹是北方叶兰岛的人，从小父母就因灾祸去世，两姐妹只能靠着乞讨过日子。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她的姐姐就能在不同的地方找到各种值钱的玩意，也因此过上了好日子，并建立起了天宝楼。不过殷雨珍这几年也没见过自己姐姐了。3年前她的姐姐就被路过仙师给看上带走，一开始她还能收到姐姐的报平安信，但后来就再也没任何信息传来。我告诉她这不是挺好的，被仙师带走就有机会修仙了。可殷雨珍却表示，如果真是这样，自然是好的。原来她姐姐之前寄来的信件里掺杂了暗语，暗示着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若是之后没有联系了，就代表遭遇不测。闻言我便联想到她姐的通灵宝体，如果真是她所说的那种找到宝物能力，那确实可能会吸引仙师。然而却被殷雨珍否定了，因为她姐姐能感应到的只是对凡人有用的东西，在仙师手中这种玩意跟破铜烂铁差不多。毕竟在那位仙师带走之前，就已经有很多仙师看出她姐的体质，但都没有当一回事。也不知道为何最后那位仙师带走后，她姐姐就没了任何踪迹。虽然知道大概率是凶多吉少，但天宝楼的基业还在，只能由她这位妹妹硬着头皮顶上去了。然而没有了姐姐的本事后，天宝楼生意是一天不如一天，甚至她后来看走眼了几样假物件后，又损失了一大笔。如今天宝楼的元老们对她产生了不满，已经在联合外人想要赶走她，瓜分天宝楼了。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她姐的处境，所以还在对那位仙师有所顾忌。殷雨珍便以开拓市场的理由，从叶兰岛来到了这琉璃岛避避风头。按照她的想法，就是在琉璃岛积蓄几年力量，再找那帮元老们算账。可我这个所谓的通灵宝体出现在她面前，她自然是想拉拢我，借此重振天宝楼。我告诉她，这些凡人事物我不感兴趣，只对修仙向往。还有你们之前答应好的，我拿下船队名额后，就得帮助我得到净体灵池名额，此事没有反悔吧？殷雨珍自信地笑了笑，我们天宝楼做生意向来是诚信为先，答应的是肯定会做到的。不过大叔，你就算能进灵池又如何？驱除体内瘴气可不是简单之事，每年进入灵池的人只有1半能成功，年龄越大更是越难。所以大叔，你确定有信心吗？每人一生只有1次进入灵池机会呢。我告诉，就算只有1半成功率，也足以让我去尝试。不过听你的意思，似乎有办法增加成功率。殷雨珍表示没错，她姐姐最后寄来的信件里有1枚离尘丹，据信中所介绍，只要服下此丹药，驱除瘴气概率就会大大增加。再配合上净体灵池，就算大叔你这个年纪也是很大可能成功。我便问他为何自己不用。殷雨珍说，不是每个人都像大叔你一样执着于修仙的，她的愿望就是保护好姐姐留下来的天宝楼。人各有志，倒也是个理由。殷雨珍欣喜道，大叔你这是答应帮我了吗？我告诉他，给我3天时间考虑一下先。之后便找人打听离尘丹一事，确定了没有说谎后，我便答应了殷雨珍请求。在灵池开启之前，我需要每过一段时间帮天宝楼收集一定数量珍宝，报酬就是等灵池开启后把离尘丹交给我。为表诚意，殷雨珍又把听幽楼地契赠送给我，而这次双方都有了约定，我也就不客气的收入囊中。之后的1年时间里，我先是完成琉璃岛官方的3次出海，每次都固定带回几箱财宝，震动全岛的同时又赢得了一支船队的名额。而天宝楼船队我也帮他们收获了不少，几乎等于之前5年的收益总和。可以说天宝楼上下也是对我敬畏不已。当然玄黄清心咒的修炼我也没有放弃，好处就是
给环针的充能进度加快了。在之前，环针充能进度只能靠时间流逝自然增长，每20年达到100%，之后会慢慢涨到200%的上限停止。正常来说，一年是6%到7%的充能进度。如今环针的充能进度已经达到一年15%，可以说是快了1倍。就连我的每一世寿命和心理年龄上限都一直在持续增长。这清心咒对我来说可能是神级心法了。时间一晃，距离凌迟开启只剩1年时间。这天镇守的仙师也是公布了需要收集的物资，更新了。凌迟所需的物资终于公布开来。对于名单上大部分的物资，天宝楼都是能满足的，只是其中的星海流沙，就连他们都没听过。看来难点就在这星海流沙上。殷宇珍表示得向万华商会的人打听一下了，只是这万华商会的人贪得很，恐怕要大出血了。我告诉他们，无论如何都要拿到星海流沙，凌迟名额我势在必得。听孙章他们的解释，这万华商会不是从云海本地商会，而是在不知道多远的大陆，背后据说有仙师的支持，所以能轻松跨越无尽海域，来到这偏远的琉璃岛做生意。在3个月后，万华商会行走便会路过从云海，到时候可以联系一下那人。但我知道不能完全寄希望于万华商会，最近琉璃岛也收留了不少其他岛屿的灾民，或许可以向他们打听一下此物。随着凌迟所需的材料公布开来，居民都知道了所有势力在找星海流沙，而其中来自离界的萧恒突然找到了我，听说老哥你最近在找星海流沙。我告诉他没错，莫非你知道此物？萧恒便表示当初仙师降临他们大理，许诺凑齐所需的物资就能带一批人来修仙界，其中就有星海流沙。我装作疑惑地问他，我作为大理之人怎么没听过？萧恒尴尬地解释说，当初在昭告天下时，清单上的内容就已经减去几样了，作为内定的名额分给了各大世家，而星海流沙就是分到他镇南王府搜集。既然对方知道材料的来源，我也没有多废话，让他说说需要什么条件吧。萧恒表示，当初老哥你帮我安葬苏长玉，我本该无条件回报给你，但过惯了富裕生活的我，实在难以在琉璃岛熬下去，所以希望老哥能带我出贫民窟。我闻言十分豪爽地答应了，只要能提供线索，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萧恒见状也是道出星海流沙来历，其实也没什么稀有，在凡人的称呼里，就是所谓的天上云铁。如此我才恍然大悟，怪不得听都没听过这种材料，原来是称呼不同，可应该不只是那么简单吧。萧恒便解释，还需要制作出来才行，得先找到外观完好的云铁，其次一块云铁整体重要至少要在50斤以上。之后我静静地听完他说的制作过程，在得到了我自己想要的之后，我便问萧恒需要什么。萧恒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就是想要一间像样的院子，以及一份轻松点的工作，当然能有几名下人就更好了。我一听大笑出声，堂堂镇南王世子就这么点要求吗？不妨你再加一点吧，我在天宝楼还是有点话语权的。萧恒却摇了摇头，我自己的能耐我知道，能吃好住好就够了，若是有大量财富反而会招来仇恨。既然如此，我也不勉强他。在临走前，我突然问他，千难万苦来到修仙界，就不打算试试修仙吗？萧恒十分潇洒地表示，也不是所有人都痴迷修仙的，那清心咒我一读就昏昏欲睡的，还是算了吧。之后我找到殷宇珍，告诉了星海流沙是云铁制作而来的情况，当然具体还得测试之后才知道是不是真的。正好不久后万华商会行走会来琉璃岛，不妨从他口中探探虚实，但是也得先暗中采购云铁，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之后可就不好说了。还有让孙章去采购的时候，记得掺杂一些其他材料，用来掩人耳目混淆视听，再让人在市场上放出假消息，这样一来就稳妥多了。殷宇珍听完后有点诧异地说，大叔你还真是不简单，说起来还没问过你以前做什么的。我自然没有透露真实身份，只是告诉他教人读书的而已。殷宇珍闻言嘟起嘴来，他才不信呢。临走时我告诉他该做的都做了，之后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就不要打扰我，还有萧恒的条件你也处理一下。殷宇珍闻言眉头一皱，怎么连帮萧恒这种小事都是大忌？莫非自己的趋吉避凶失灵了？原来殷宇珍也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能力，就是能感知到事情的吉凶。自从和大叔认识后，他每次交代的事预感都是大吉。要知道在此之前殷宇珍从来没遇到过大吉，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愿意和大叔合作。之后在殷宇珍的运转下，岛上之人都听到了各种假消息，比如星海流沙是琉璃鱼的结石之类的，大部分势力都认为是假消息，可总有人认为万一呢，所以就导致你买我也买，一时间市场上的各种材料都卖空，物价飞涨，乱象丛生。而作为一切始作俑者的我，只是安静的在听幽楼院子修炼清心咒，直到3个月后，殷宇珍联系上了万华商会行走之人。这天我跟着他乘坐小船离开琉璃岛，北行了数十里，来到约定地点。只见天空中一艘非洲早已等候多时，更新了。在看到万华商会的非洲后，殷宇珍还以为我会像没见过世面一样，可我自己都有一艘，自然不会对这仙家手段有什么惊讶的。没多久，非洲上下来一人，万华商会的吴行走笑着和殷宇珍打招呼，殷掌柜好久不见了，算日子也有3年了吧？不知道旁边这位是谁呢？殷宇珍介绍道，这是我天宝楼新聘请的长老。吴行走便也客气的跟我打了招呼，初次见面幸会。殷掌柜还是赶紧去你船内看看货吧，以后估计就难再见了。殷宇珍着急的问道，此话怎说？是出了什么变故吗？吴行走表示也不清楚具体，反正是总部的通知，从云海内的所有行走停止一切业务回归。如果不是跟殷掌柜你约定好了这次交易，恐怕我此刻都在回去的路上了，所以不能再耽搁了。闻言，殷宇珍为天宝楼未来感到担忧，因为天宝楼在琉璃岛都能开得红红火火，就是因为背靠万华商会。如今万华商会要撤出从云海，天宝楼以后的生意就难了。还有趋吉避凶，为何一点反应没有呢？见殷宇珍还在发呆中，吴行走便催了催他。回过神后，殷宇珍表示咱们现在就去看吧，至于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算一步。走进船舱内后，我给吴行走一一介绍起了此行交易的货物，都是各种夜明珠、玉璧、珊瑚之类的珍宝。最后带吴行走来到3块云铁面前，表示这是3块星海流沙，此举就是想借着他的眼光看看是否为真。吴行走一听是星海流沙，就激动地抱起来鉴定，而我看到他那轻松举起的样子，也是感到诧异不止，毕竟云铁最轻都有好几10斤一块呢。没多久，吴行走笑着放下云铁，殷掌
掌柜好运气啊，居然真搜集到星海流沙这等好物。闻言，我和殷雨真相视一笑，计划成功了。看来星海流沙真的是云铁，那萧恒就是没说谎。对于天宝楼此次提供的货物，吴行走感到十分满意，因为不知道还有没有见面的机会了，便邀请我俩上去非洲做客。一上来就看到满满的一堆珍宝，吴行走表示不用客气，这都是此次在从云海各处收来的，两位有看中的话可以买下。由于都是些凡人珍宝，我并不感兴趣。不过一旁的殷雨真那叫一个两眼发光，他想凭借趋吉避凶能力找到好宝贝。就这样，我陪着他看起这堆凡人珍宝。起初我还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可直到我拿起一颗深蓝色珠子，就震惊的发现竟是天地奇物沧海珠，可以给进行充能吸收。我没想到随手的一拿都能有这么好运气，还是个正在孕育中的奇物。为了不被发现异样，我装作镇定的把珠子放下，随后又毫不在意的看起别的物品，直到最后都没再看过沧海珠。临走前，殷雨真疑惑道：“大叔，你不挑几件吗？要知道过了吴行走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吴行走一听也是笑着附和道：“殷掌柜说的对，哪有入宝山却空手而归的道理？岂不是看不起我吴某人？再去挑挑吧。”而这也正合我意，于是我就趁机拿下沧海珠，并多选了一件古树玉像，不让吴行走看出不对劲。吴行走果然没看出沧海珠的情况，反而得意的介绍起玉像，这可是被一个原始部落供奉千年的宝贝，有着静心明神、强身健体之效呢。看他好像不识货的样子，我便好奇的问：“这颗珠子呢？”吴行走毫不在意的说：“这个不值钱，就是在流云岛一个渔夫手上收的。”闻言，我对流云岛产生了兴趣，毕竟是能孕育天地奇物的地方。就这样，我们和吴行走的交易持续到了傍晚。万华商会获得了一大批珍宝，而殷雨真获得了大量金银财宝。在乘船回去的路上，殷雨真却没有丝毫高兴的样子。我知道他在担心天宝楼的未来，毕竟没了万华商会，就少了一个重要销货渠道。我告诉他，车到山前必有路，也不用太过担心。夜晚回到了听幽楼后，我拿出沧海珠观察起来，没想到简单的一场交易还有如此收获，就是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特别之处。名叫沧海珠，莫非里面蕴藏着一片海洋？就在这时，突然响起敲门声，可大半夜的会是谁呢？我掏出匕首，警惕地问道：“是谁？”更新了，更新了。在我查看意外收获的沧海珠时，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我警惕地掏出匕首询问门外是谁。随着门外之人的回应，才发现来者竟是萧恒。我便打开门问他什么情况，只见萧恒十分着急地说：“大事不好了！原来偷渡一事被泄露，如今岛上都知道他们不是原居民，而是通过天宝楼帮忙偷渡来的。据说先是震怒无比，要抓他们这帮人处死。把整件事都理清后，我让萧恒不必慌张，此事并无大碍。如果先师真要杀我们，哪还会给你来通风报信的机会呢？依我看，这是不是冲我们来的？幕后之人的目标显然是天宝楼。”之后我匆匆赶去天宝楼，殷雨真自然也收到了这则坏消息，他还探清背后之人是岛上的各大势力，原因便是之前传出星海流沙假材料一事被知晓，各大势力为了报复回来，就把天宝楼偷渡一事给曝光，显然是为了让我们交出点星海流沙。毕竟我们提前就搜集了很多云铁。我告诉殷雨真，既然他们想要，那就抛出一部分，让他们狗咬狗就好。就这样，3日后，天宝楼约见了各大势力，同意交出一部分星海流沙，但需要他们拿同等价值物资来交换。至于怎么分配，让他们自己决定，反正必须确保天宝楼有一个凌迟名额，这条件并不苛刻。所以在简单商议过后，各大势力都应下达成了和解，天宝楼就这样从漩涡中脱身出来。就在当天，有关偷渡的流言就消失无影无踪。时间一晃，终于到了开启凌迟的日子。殷雨真也遵守约定，把离尘丹交到了我手上。在服下之后，我便和其他名额之人来到一处法阵中，一共有13人，除我之外都是10几岁少年，倒也是挺独特的一点。随着法阵启动，我们传送到了一处深山之中，四周都是见不到顶的高山。之后我们从石梯向上攀爬，足足2个时辰都没歇息过。这群少年体质很不俗，一点气都不带喘的，可我这个一把年纪的老头属实有点难顶，只能勉强不掉队。好在最终有惊无险爬到了山顶上，这里只有小小的一片空地，差点都挤不下我们这批人。就在我们迷茫下一步怎么走时，身后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各位风景如何？说话之人正是镇守琉璃岛的何仙师。我们不敢怠慢，都恭敬地跟他打起招呼。还有人盛赞出声，这里的风景绝佳，不愧是仙家圣地。何仙师表示自己出来琉璃岛时，这座山峰高度不过位于群山之末，你们可知这世间山川也会和人一般长高？话音刚落，就有人惊讶出声，莫非这些大山大川都是活物不成？有些山峰看似高耸，实则命数已尽，终身不能再进一步；有些则只是个小土坡，但潜力无穷，若干年后或许会成为擎天之柱。就好比这座少微山，那时并不起眼，如今却一览众山小。当然，更多的则是如云海下的无数小山一般，从始至终只能作为陪衬，默默仰视着云海之上的一众高峰。山如此，人又何尝不是呢？今日你们有幸踏入凌迟，洗去瘴气，能不能踏上仙途，追求长生大道，就看你们各自的造化了。不管怎么样，今日希望你们全力以赴，都去吧。说完指了指前方，可前面明明是悬崖边，便有人疑惑问道：“怎么去？”何仙师表示：“你们没听错，就是在这前面。”此话一出，众人震惊不已。仙师莫不是在开玩笑吧？质疑的声音刚落下，何仙师就叹了口气的挥动左手2指，下一秒质疑之人就被斩断头颅。这些10几岁的少年哪里见过这种场面，瞬间被吓出一身冷汗。只有见惯的我脸上并无任何波动。少年们赶紧跪下饶命。何仙师此时一脸冷漠的说道：“我再给你们上一课，踏上修行路，眼界也是极为重要的，什么该说不该说的都掂量清楚些，别等日后生死道消了，怪我没有提醒你们。”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淡定的拱手道谢起来，受教了。随后也不再废话，直直的往着悬崖边走去。更新了，更新了。面对何正浩所指的万丈高悬崖边，我二话不说就第一个走了出去，而想象中的
摔落下去并没有出现，我就好似走在平坦的陆地上一样。一旁何正浩内心有点感到可惜，虽然心性绝佳，但年纪属实有点大了。没走几步后，我就被一道法术直送到灵池位置。何正浩表示他已入灵池，先入灵池者分得灵液更多，尔等也快去吧。少年们自然不敢再放肆，恭恭敬敬称是。另一边我被送进了云团当中，四周的白云不断朝我聚集，顷刻间便形成白色的灵液。身处当中我并没有感到窒息，反而感到无比的温暖和舒适，好像胎儿在母体一般。就当我放松心神时，却突然骤变，温暖变成了炙热，炙热又变为了滚烫，在猛烈的炙烤着我。岩浆一般的热流在我体内肆意破坏，撕扯着每一寸神经，这痛苦实非一般人所能忍受。就在我下意识想呼出还真回荡时，却又想到这数百年的重复，不就是为了这一刻吗？不管如何都不能放弃。就这样靠着心里一直坚持的修仙长生之志，我将这千刀万剐一般的痛苦忍受了下来，哪怕是意识就快开始消散了，我的那股执念都没让我启动还真回荡。这一刻完全是本能代替了自我。也就在此时，玄黄清心咒开始运行起来，我的意识仿佛有了主心骨一般，开始重新凝聚壮大。虽仍然处于无知无识的状态，但如海边的礁石一般，任凭风吹浪打都不疼。时间一晃3天过去了，其余11人都出来了，有4人成功，7人失败，就剩我还在灵池当中。按道理说，凡人年龄越大，仙凡障与血肉越密不可分，灵池便会通过彻底摧毁肉体的方式，将瘴气逼出，又再重塑肉体。这痛苦很难有人坚持得了才对。可今日何正浩就见证了一个奇人，他没想到这小子意志如此坚定，简直是骇人听闻。如果真能净体成功，那恐怕金丹都有可能。就这样又过去了3天时间，何正浩如果不是能感知到生命气息，他都想冲进去看看李凡发生了什么。结果这一等又是3天，从一开始的震惊到如今的麻木。若不是这灵池由万仙盟的东极天尊所创，他都得怀疑是不是失灵了。真有人能待这么久吗？而且现在维持灵池法阵的材料快不够，如果真因法阵终止而失败，那也只能怪这李凡倒霉了，跟我何正浩可没有关系。但仔细一想，这家伙意志如此坚定，只要成功了，日后必定不凡。算了，就当赌一赌吧。何正浩叹了口气，随即取出自己悄悄留下的最后一份材料。你小子最好别让我失望了。时间一晃又过去了2天，我微笑着从灵池中走了出来。何正浩也笑着祝贺道：“恭喜小友了，自此桎梏进去，长生有望。”我疑惑地看着他，为何对我这般客气热情？何正浩无奈地解释清楚：“小友你可不知啊，你在里面待了足足11天，要不是我下血本给你加阵法材料，恐怕早就以失败告终了。”我闻言一脸震惊，居然这么久了吗？随后我赶紧查看起个人面板，发现寿命提升到了120年上限，心理年龄上限也提升到了2053年，这提升几乎是翻倍涨了。而令我更加意外的是，玄黄清心咒居然变成了玄黄炼心咒。不过现在也不是细看的时候，还是等回去再研究一下。于是我关掉面板，感谢起何正浩的帮忙，并承诺他日必有厚报。而这也正合何正浩的意。随后他还解释，去除瘴气后，便是开始感受天地灵气引气入体，只要能凝练出一丝灵气在体内，就代表进入了炼气期。这本武灵感气法是前人经验总结，你拿回去好好研读。还有离尘符在引气成功前得随身携带，因为你目前还需生活在凡俗之中，每天和凡人接触时间一久，就难免重新沾染瘴气。这离尘符就是帮你隔绝用的，不过也只能维持5年时间。等你突破炼气期后，就可以来岛中寻我，到时我将你领去万仙盟在从云海的驻地万仙岛。之后何正浩又讲了一些注意事项后，就将我打发走了。此山潜力已经是时候换山了。原来何正浩所修的功法是坐山诀，其最大特点就是坐山想其成，挑选一座山峰，端坐其上运行功法数年后，便能将自身气息与山峰相合，之后山峰每增高1分，他的修为就能得到反哺相应的提高。而除了从山峰中获益外，他还能从助人中获得好处，就好比这次帮助了李凡后，若日后李凡能突破到炼气期，他也能冥冥中收到反馈，增加修为，付出的多少也决定了他以后有多大收获。所以只要遇见有前途的后辈，何正浩都不会吝啬的帮他们一把的。另一边我没有惊动任何人，独自回到了听幽楼后，便等不及的坐下运行玄黄炼心咒。这一运行我就知道了两者的区别。清心咒的话，我运行半小时才会慢慢静下心来，而炼心咒刚运行我就感到了心如澄镜，并且精神每时每刻都在增强。停下之后，我开始思索起来，为什么清心咒在我身上就变成这炼心咒呢？仙法不能同修的话，我这炼心咒又算不算功法呢？仅差一步就能进入修仙者门槛，加上又获得了神奇的玄黄炼心咒。之后的几天里，我不禁有些飘飘然。可突然我收到了一封信，里面的内容令我脸色大变，一脸的不可置信。信中提到萧恒那家伙居然引气入体成功，如今已去往万仙岛。更新了。此时我被萧恒寄来的信件震惊到目瞪口呆，没想到这家伙居然先一步炼气成功。明明前不久还在潇洒的跟我说对修仙没有兴趣，合着你是修仙天才跟我玩是吧？我不可置信的又将信件看了好几遍，才不甘的接受了这个事实，也知道了前因后果。原来之前的偷渡暴露一事，虽然被我及时处理好，也跟萧恒保证过没事，但那晚萧恒还是感到不安，难以入睡。只要闭上眼，就仿佛看到仙师从天而降，将他们这帮偷渡的离界之人给斩杀掉。于是为了让自己安心入睡，更为了成为修仙者不用每日担惊受怕的，萧恒便开始认真修行玄黄清心咒。结果仅仅是用了1个月不到的时间，他就将自己的瘴气给全部驱除掉，更是在驱除完的隔天早上便引气入体成功。而萧恒还是因为想和侍女来上一场时，差点将对方给送去见阎王爷，才确定自己成为了炼气期修仙者。就这样，在我刚出灵池那天，他找到了同样刚回来的何正浩，说清楚了自己成为炼气期的经过。结果何正浩听完都快疯掉了，这小子天赋才是最强的，可他材料都用给李凡那家伙结了善缘，早知道就留到这个时候了。萧恒就这样被带走，最后的内容还跟我道谢起来，期待着与我在万仙岛的相见。我看完后心态都要炸了，这就是所谓的天之骄子吗？不靠任何帮助就能自己轻松突破到炼气。好在我还有还真这个挂在，天赋强又如何，还能比得过挂逼不成？还真在手，天下我有。冷静过后，我开始看起武灵感气
法，目前最要紧的还是先引气入体。只见上面记载着，在上古之时有灵根这个说法，那时拥有灵根的凡人才能修行。普通的五行灵根以及风雷暗等变异属性灵根，乃是上天的赐予，只有被上天眷顾的幸运儿才能感受天地法则，拥有得道成仙的资格。但天下凡人何其之多，拥有灵根的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人对于修仙只能可望不可及，又何其的不公。而当时面对这种情况，就有仙尊出来传授长生之道。我欲成仙，何必求天？天若不与我自去取，顺天则凡，逆天则仙，逆天地之理，以正长生。看完开头介绍后，我感到十分惊讶，这个世界的修仙之法似乎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怪不得自从接触修士以来，都有种奇怪的感觉。此方世界天道好像对修仙者们有着极大的恶意，无论是仙法不能同修，修士死后照耀数千里，如同广播一般的怪异死亡场景，还是凡人体内对修仙者杀伤性极强的仙凡障，都暗示了这一点。逆天正长生吗？之后的内容就是感气法，如果驱除瘴气成功的凡人不能引气入体，便可蕴养自身武灵，强行吸取天地灵气，继而炼化突破到炼气期。武灵则是人与生俱来的情绪，贪婪、畏惧、暴怒、憎恨、唯我，这几种情绪暗藏人心之中，用之不尽，生而不息。感气便是用这武灵作为动力燃料，在丹田培养天地之根，一旦形成就可以通过天地之根强行吸收天地灵气为己用。资质绝佳者一天一夜就能培养出来，而毫无资质之人也能通过日复一日的慢慢磨，最多10年之内就能形成自己的天地之根。时间一晃3年就过去了，而我依旧没有引气成功。这感气法需要5种情绪，可我修行炼心咒却很难积累5种情绪。这天由于闷在家里太长时间，我选择外出逛逛，没多久就被一人叫住：“李长老，好久不见了。”正是老熟人张浩波。我问他最近几年过得怎么样，张浩波笑道：“多亏您的福，船队这几年效益着实不错，尤其是你的事迹，一直吸引着大量年轻人加入，我们的待遇和地位也跟着水涨船高了。但也不瞒你说，我最近打算和兄弟们离开琉璃岛。”我疑惑地看向他，既然日子不错，为何要离开？张浩波一脸无奈地说：“主要是我们最近出海总是遇到奇怪的事情，每次一网下去就是上千斤的鱼，而且各种鱼类都有，就好像全海底的鱼群都在逃难一样。还有我们发现岛周围裸露的礁石也多了一些，虽然以往也有水位变化，但今年这变化明显不正常。以及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过去的3年时间里，整个从云海都没发生任何一场风灾。我问他有没有可能是暂时停止了而已，可张浩波表示自他出生起，风灾就从未有停止过一段时间的情况，哪怕最少的1年也有几场出现，所以种种迹象表明这背后都不正常。我和兄弟们猜测可能有大事要发生。我告诉张浩波，岛上起码有大阵和仙师庇佑，就算你要离开背井离乡也不是一件易事吧。张浩波一想好像也对，那我和兄弟们再考虑考虑。这段插曲就这样过去了。时光流逝又是1年，殷宇珍终于积攒了足够力量，意气风发地回到夜兰岛，夺回了天宝楼总部大掌柜位置。因为刚拿下他近几年都需要亲自坐镇，就派人给我送来信件报喜，同时萧恒也经常给我寄信询问我的近况。可我对他只有嫉妒，因为这家伙已经是炼气中期修为，而张浩波那边最终还是没能留下，选择和一部分兄弟离开了从云海。我则依旧是规规矩矩的修行。这天一丝天地灵气顺着天地之根缓缓流入了我的丹田之中，很快就扩散至了全身。在进入了修仙界的第7年，我终于踏入了炼气期，更新了。此时我终于引气成功，踏入了炼气期，瞬间就感受到灵气在体内翻腾运转，并开始改善着我那苍老的身躯。仅仅是片刻时间，我脸上的皱纹就消失不见，皮肤也变得细腻起来，不仅身体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如今我还能驱使天地灵气变换成各种形状。随后打开面板，发现寿命也增加到199年，心理年龄上限则到了2169年。寿命增加的不算多，但也是与如今的天地压制有关。而在上古时期，修仙者寿命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最后我取出了以前没机会了解的元婴功法千机玉环金章，随着我开始感应起这本功法，无数文字和画面就如同潮水般涌入我脑海，被塞的太阳穴都有点隐隐发胀。好在我神识本就强不少才适应，没多久我也清楚了这元婴功法的来历，是上古天机宗的专修功法。他们认为天地万物都和人一般，有着自己的思想，寻常方式难以察觉，但正如人有杀念就会有杀机弥漫时，天地万物也会不时散发出些许灵机。天发杀机，于是万物凋零；地发杀机，于是沧海桑田。通过捕获炼化天地间的各种气机，就能达到与之共鸣合一的境界。这千机玉环金章便是一门感应气机并炼化为己用的功法。大成后不仅能借用天地杀机伤人，更能通过气机推演推算未来。而天地意志何其浩大，哪怕只能借用一丝，其力量也是非常不俗。显然这功法极其强悍，但同时修行起来也很危险，贸然与天地气机接触，一不小心就可能会伤到自身。根据上面的记载，如果能将其修炼到最高境界，便可与天地相合，化身为道。只是可惜这天机宗传承万年之久，宗内之人最高也不过修炼到元婴而已。好在我拥有还真这个无限可能，倒是不用太担心修炼这功法所遇到的风险。但主修功法得慎重选择，目前还是先去万仙岛看看吧。之后我便来到了何正浩住处，刚见面何正浩就率先开口：“方才观察岛内灵气有异动，就知道是你到炼气了。虽然用时比较久，但总归是成功了。来找我是想去万仙岛吧？”我告诉他没错，凡俗之事已了，可随时动身。话音刚落，何正浩一个闪身来到我身旁，随即带着我冲天而起，飞到半空中。只见他立起手势，道出引字，霎时间天地灵气汇聚到了一处，然后朝着天上的太阳冲去。在我诧异的目光中，那所谓的太阳竟裂开2半，露出了其中的传送入口，之后便缓缓牵引着我和何正浩向其飞去。待我2人从其中走出后，便来到了期待已久的万仙岛。只见面前摆着一座巨大的仙尊石像，以及下方无数跪拜着的凡人小石像。何正浩解释道，这是传法广场，为了纪念当初那位仙尊传道所建造的。我万仙盟每个驻地都有一座这样的广场，还有万仙岛虽然不禁止飞行，但不能超过仙尊石像的高度，否则就会遭受到万仙大阵的攻击。就算元
元婴也要生死道消，所以你要谨记这一点。之后何正浩一边领着我，一边交代着岛上各种需要注意的事项，因为是事关生死的，所以我都听得很认真并牢记在心里。没多久，我们来到一处幽静的森林中，身前正有一面巨大的镜子摆着，陆陆续续有修士来回穿梭其中。何正浩解释说，此镜子是万仙盟的天玄镜。传说当初仙尊传道之前，这天玄镜不过是一面普通镜子，后来仙尊传道之后，这镜子映照仙尊法眼，竟然诞生了自己的一丝意志，后来也学着修士一般修炼，从一介凡物进化成了如今的天地灵宝。我们在万仙盟的大部分事务都是由他来处理，听说这家伙很记仇，你要小心不要乱说话。随后我跟着何正浩进入镜子里面，一进来只看到单独的空间，并没有见到其余修士身影，仿佛身处虚空中，周围全是黑暗虚无。这时何正浩开口说道：“此人乃新晋修士，是来此加入我万仙盟的。”刚说完就有声音响起，何正浩引荐炼气初期修士有功，奖励50点贡献度，当前总贡献920点。在拿到奖励后，何正浩也没有多待，临走前让我有问题尽管问天玄镜就好，他有镇守职责就不陪我了。我便客气地跟他道谢一声，随后看向面前虚无的空间。片刻后，那道声音再次响起，已记录神识波动，已生成独立空间，请说出你的名字。我便开口道出李凡二字。修士李凡，欢迎你加入万仙盟，将免费赠送你20点贡献，可以使用它兑换灵士功法法宝等。获取方式则是通过上交物资、完成任务、与人交易等。如果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也可以消耗贡献度发布悬赏。而作为新人福利，你还能在天玄镜免费住30天，之后则需要按照每30天10点贡献度付费居住。当然，也可以用贡献度在万仙岛上购买洞府。闻言，我突生好奇地问他，如果我在万仙盟混不下去了，可以选择离开加入五老会吗？而在听到我这个问题后，气灵一时间都被干沉默了。更新了。此时的我正突发好奇地询问气灵，在万仙盟混不下去的话，能不能跳到五老会？气灵在短暂沉默后，便斩钉截铁地表示，已入万仙盟就不能再加入五老会，反之亦然。若违反者将遭到双方势力追杀。我告诉他，我可还没同意加入万仙盟呢。气灵却说，只要进入了天玄镜被记录下神识，就已经视为自愿加入。随后我又问他，如果脱离万仙盟但不加入五老会，自己当个散修行不行？对于这点，气灵则表示没问题，但脱离后在万仙盟获得的一切物品都会被强制回收，所以请谨慎做出选择。之后的时间里，我把内心所有疑惑不厌其烦地问起气灵，而气灵并不介意，都给了我回复。最后叮嘱有新的问题可以随时呼唤他，就消失不见。我便根据气灵所说，利用神识操控属于我的此处空间形态，将虚无变化成一间古朴的房间，和当初在太师府的布置一致。随着我逐个触摸起房间里的物品装饰等，发现和真的完全没区别。这天玄镜确实是个了不得的宝贝。之后我唤起功法兑换菜单，结果最简单的炼气初期功法都要1000贡献，而任务栏里的炼气初期能接的任务却只有5点10点左右。没想到都修仙了，还是离不开当牛马。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在耳旁响起：“你有新的影像传讯，请查收。”我有点疑惑会是谁，点开一看，原来是老熟人萧恒。影像开头先是道谢起我之前对他的帮助，一直无以为报，尤其是当日不辞而别，心中更添了几分惭愧。而他也知道如今修仙功法十分难得，新人加入更是需要数年时间积累贡献兑换。不过他修行以来屡有奇遇，如今已然达到炼气圆满。他准备前往云水天宫遗迹寻找天地奇物筑基，这一走可能就要好几年，所以临走前留下了一本水属性功法给我。因为此地处于丛云海，水属性修行起来也简单许多。最后留下了一句提醒，那就是没突破到炼气中期前不要贸然出岛。看着从影像里传出来的小盐水诀，我心里还是有点感动的。本以为修为远超于我后，从此就天涯陌路人，没想到这小子还会将恩情记在心中，如此倒可以确定品性不错。而除了盐水诀外，萧恒还给了一本太上原始真经残篇，我便想起当初寇红所提到的，只要修行此太上原始真经，就能做到随意散功而不会损失太多修为，这样就可以在万仙岛内修行盐水诀仙，然后找个机会离开万仙岛再改修我那元婴功法。虽然天玄镜不一定会注意我这个小小炼气修士，但总归谨慎点是不会错的。之后我便趁着天玄镜还有免费时间，一刻不停地开始修炼起盐水诀。这一修炼就知道了在此的好处，可以花费贡献度开启天玄镜的辅助修炼模式，灵气浓度瞬间增加到外界的好几倍之多，几乎能跟顶尖洞天相媲美。而且天玄镜还会赋予启灵状态，此状态下能大幅提高悟性，修行功法自然就更加容易了。这种氪金的状态几乎让我产生了自己是天才的错觉，修炼俨然成为了一种享受，沉浸其中不可自拔。只是随着氪金的时间一到，就又打回了原形，毕竟和辅助模式相比，我自己修炼速度差了30多倍，这落差感让我忍不住想再花10点贡献换一天，可看着就剩10点的余额，最终还是停下了。不过这更加让我见识到天玄镜的宝贵之处，此等宝物何该归我所有，只是还得长久计划。至少现在的我完全没资格觊觎，还是得赚点贡献度先。可失去了那挂逼级别的辅助修炼模式后，我的心里总是痒痒的。怪不得万仙盟会让天玄镜开放此功能，凡是体验过的应该就没有不上瘾的。而且费相同时间的前提下，攒贡献度开启辅助修炼，比起自己闷头苦修的修炼进度要快。这万仙盟属实是把旗下修士拿捏得死死的。不过让我费时间做任务是不可能的，我可以走兑换那条路，想必我那天地奇物止步残碑能换不少贡献度。反正到时候还真过后，残碑还是会回到我手上，而修为是不会变得能保留下来的。不过必须得接个出岛的任务，毕竟我的东西还放在太眼州里呢。万仙岛每一处地方都被监视着，自然不可能在岛上取出来。虽然我有还真在手，但也需要我用意识操纵。如果有大能出手直接将我神识定住，让我无法思考就麻烦了。不管怎样，谨慎行事是我的第一准则。就在这时，我在任务菜单找到了一个熟悉的任务地址，正是关于琉璃岛的任务，是单房发布的委托，招人去琉璃岛取来最少20颗琉璃珠，根据琉璃珠的成色和数量决定报酬，这对我实在合适不过了。于是接下任务后，我花费5点贡献购买储物戒作为遮掩太眼州使用，又花费1点贡献度开启传送阵回到
到了琉璃岛。来到琉璃府后，我第一时间让钱管事取出琉璃珠，越多越好。没多久，钱管事抱着一袋琉璃珠恭敬说道：“仙师大人，这便是琉璃岛最近收集的全部琉璃珠，一共有23颗都在这里了。如果还需要的话，可能就得等上1年半载了。”我不解地问他：“这是为何？出什么事了吗？”钱管事解释说：“不知道是不是过度捕捞的原因，最近琉璃鱼群越来越少了，恐怕要等生态恢复了才能出海捕捞。”闻言，我便想起了前几年张浩波所提过的情况，莫非海域真有变故发生？之后我回到听幽楼住处，取出太眼舟后，便迅速将里面的财物宝贝转移到储物界上。一切搞定后，就准备通过传送法阵回到万仙岛。可就在这时，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我身后。小友请留步，来者正是何正浩。更新了。在我准备通过传送阵回万仙岛时，何正浩突然出现在身后，叫住了我，想问问我对镇守岛屿一事有没有兴趣。不过不是琉璃岛，是西边的泰安岛，因为那边的镇守和他关系不错。如今对方遇到瓶颈，要外出寻机缘，所以何正浩希望我能代替一下。我便一脸疑惑地问他，镇守仙师起码要筑基期修为，可我才炼气初期，又如何代替呢？何正浩解释说，自然不是给你镇守职位，而是由我那位好友发布一份委托任务，让你暂代一下罢了。泰安岛也不是什么大岛屿，有护岛大阵在炼气修为足矣。当然也不瞒你说，作为引荐人，我也有报酬可分，这才是何正浩的主要目的。我便问清楚镇守期间是否能离开，最多又能离开多长时间。何正浩表示，护岛大阵一般每5天运转一次，若是有事外出，最好在5天内返回，1年最多不能超过3次。然后每年到了领取贡献度时候，可以在天玄境兑换5天的辅助修炼时间，这5天足以抵上你大半年苦修，见各方面都适合我。我也不再犹豫，果断应下了。不过我告诉他，我得先回万仙岛交完这次任务。何正浩表示没问题，等过几天泰安岛那边准备好了，我就回万仙岛找你去。告别了何正浩后，我便返回天玄境隶属自己的空间处，把琉璃珠任务交完，就收获了21点贡献，总贡献度来到26点。随后我从储物界里取出金银财宝和止步残碑，换来器灵兑换起贡献度，片刻后就得到结果。金银财宝一共给到235点，止步残碑则给出1968点。虽然一朝暴富在眼前，但我没有选择大肆消费，而是问出了心中关于从云海的疑虑，最近是否有大灾祸即将发生？器灵在沉默片刻后给出了回答，不用担心，这些都是正常的天地异动，经过推算10年内都不会有大灾祸发生，那不就是10年后就有可能了？不过估计也不会说那么明白了。我便压下心中的好奇，转而问琉璃丹的相关信息。器灵便生成一颗琉璃丹影像解释道，此乃辅助丹药，炼气到筑基通用，服用后可获得类似启灵那般效果，并且能和辅助修炼叠加使用，因此在炼气和筑基修士之间十分抢手，一颗价值基本在5点和6点贡献度之间来回浮动。我便想到了取琉璃丹药材琉璃珠时，钱管家给我的回复，如今琉璃鱼几乎绝迹，那琉璃丹的价格必定要水涨船高。于是我就花费了2100点贡献度，梭哈囤了350颗琉璃丹，成功购买到手后，我才把琉璃鱼群不知为何几乎消失的情况告诉了器灵。器灵在核实了消息为真后，才给了我1点贡献度作为提供重要情报奖励。我有点无语，既然是重要情报才给1点，合理吗？难道是我囤货的行为他也看不下去了？看来这天玄境真有自己的意志。就在我提供的这则消息没多久，琉璃丹的价格短短时间飙升到了9点1颗，突如其来的变动引起了越来越多不知情人的注意。很快他们就知道了琉璃珠即将绝迹的消息，价格一度上涨到了最高12点1颗。见时机差不多了，我也没有贪心，果断出手选择直售给天玄境，他也没有说什么，按照10点的收购价350颗全收了。我因此得到了3500贡献点，加上之前剩余的，总贡献来到3629点。得亏我出手快，琉璃丹价格因为大部分修士一时间的慌乱，才把价格炒那么高。当他们都冷静下来后，价格也恢复到8点1颗相对合理的价格。这时我又出手买入了100颗琉璃丹，作为自己的修炼使用。就这样，我贡献度在赚了600点的情况下，还白嫖了100颗琉璃丹。之后就是消费的时刻了，阵法、丹道、炼器、宝物图鉴等初级书籍，以及护体法衣、引气符、法阵、炼丹炉等道具，我都直接买了下来。最终在贡献度剩余346点后才停止。之后我开始服用琉璃丹和开启辅助修炼模式，修炼起了小眼水诀。这一刻我再次体验到了什么叫天才的修炼速度。时间一晃5天过去，在氪金行为的帮助下，我成功突破到炼气中期圆满。如果不是何正浩来拜访，估计我要继续修炼下去。在让他进来前，我用了引气符把真实修为给隐藏住，万事还是得谨慎为主。何正浩表示泰安岛镇守那边已经准备妥当了，接下来见他接受委托就行。还有这个你带在身上，待会见面了不要多话，一切交给我来。我接过来一看，心中顿时惊讶不已，居然是宋微符，要不是我刚买了一模一样的，还真认不出这灵符。这玩意效果和引气符相反，是用来伪装成高境界修士的。我看了看正笑眯眯的何正浩，这家伙不老实啊，说什么炼气修士足矣，显然是以为我不认识此符。通过宋微符让我不知不觉伪装成筑基期，他就能接受泰安岛镇守的委托，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显然何正浩的心机颇深，加上修为又高于我心中第一时间就将他划分到不可深交。虽然知道了这点，但我自然不敢揭穿，乖乖带上宋微符，随后把外面等候的泰安岛镇守周清昂请进来。果然对方一进来就打量了一下我，见符合后就立马给何正浩发布了委托，而何正浩在接到后又另外给我下达新的委托。虽不知道何正浩暗中克扣了多少，但还能剩下800点1年给我倒是能接受。最后再把泰安岛镇守令牌给了何正浩后，周清昂就马不停蹄外出，何正浩则将令牌交给了我，并告诉我令牌怎么操纵护岛大阵。交代完后，我便跟着何正浩来到泰安岛。虽然此岛看上去没琉璃岛繁华，但我倒不介意这些。然而在看到岛上居民的正脸后，我脸色一变，只因他们的真实面貌竟仿如一具具干尸模样。更新了。来到泰安岛后，我就被眼前画面震惊到，岛上所谓的居民竟是专属特产泰安果，一路走来都是这种泰安果变化成的人类模样。何正浩解释说，他们就跟真人一样，在这座阵法演化的城市里工作取
娶妻生子过完一生。而泰安果的作用就是成熟后服用可以增加筑基期，即以下修士5年的寿命。当然每人只有第一次服用有效，按照规定每年需要上交30枚给盟里，多出来的镇守修士可以自留，算是给镇守一职的福利了。算下来大概每年能留下2枚泰安果，价值90到100贡献点1颗。所以小友你可别小看了这代理镇守的报酬。我表面顺着他的话感谢起他，但心里也是无语。说是这样说，可你这家伙显然没少克扣啊。何正浩笑道：不必客气，你是从我镇守的岛屿出来的，提携你一波也是正常的。只要你日后修为精进，就不枉费我。话还没说完，何正浩似乎感应到了什么，脸色随之一变。小友你突破到了炼气中期了吗？我闻言身体一震，他是怎么识破的？我当即强装镇定的表示没错。说起来多亏了我和萧恒关系匪浅，他外出前曾给了我一本水属性功法，刚好与我颇为符合，因此修炼起来就进步飞快了。在听到和萧恒有关后，何正浩便微微一笑，小友行事还真谨慎啊，要不是我有特殊功法，差点就没看出来。可以理解，小心为上嘛。说完又恢复了笑面虎模样，真羡慕你和萧恒关系这般好，还专门给你留下功法。要知道萧恒可是天纵奇才一个，短短几年就快要筑基了，未来成就金丹甚至元婴都很有可能。我连忙也吹捧一下他，前辈也不差呢，能得到你的帮助也是我的一件幸事啊。随后何正浩带到了一座府邸面前，正好有颗成熟的泰安果，我这就为小友演示一番如何采摘泰安果。进去后只见府里人正办着丧事，何正浩却没有理会他们，直接来到死者面前，看着尸体上散发的奇异香味，我着实有点好奇这所谓的泰安果。只见何正浩对着尸体伸手一指，尸体就飞到半空中开始转变起来，片刻后就变回了原形，一颗鲜艳红色的果实。紧随其后的是，那些哭丧的泰安果们穿着的丧服开始消散，没多久就好似被消除记忆一般，像个没事人一样离开了这里。一旁观看这一切的我属实惊叹不已，真乃奇异之果。何正浩表示刚好小友你没吃过泰安果，这颗就给你尝一尝吧。不知为何这泰安果的香味越来越浓烈，使得我的肚子也饿了起来，好像在引诱我吃下去一般。见状我不再犹豫，3两下就吃完了它，肚子瞬间像吃了顿饱餐一样，而面板上也的确是加了5年寿命上限，看来果子也是没问题的。我不禁赞叹出声，这增加寿元的奇物真是不凡啊，就是成熟前的模仿人类模样有点膈应。然而何正浩下一句话让我震惊不已，泰安果就是由人类变化而来的，自然是像人类。闻言我瞬间愣在了原地，头上冷汗狂冒，难道我吃的是真人吗？一想到这我就狂呕不止。何正浩便解释起泰安果的来历，其实真要严格来讲也不算是人类，在500年前泰安岛还是普通岛屿，可在某一天有其他岛屿岛民发现了不对劲，便前往泰安岛上查看，结果一连好几拨人都是一去不回。这一情况也引起那岛屿镇守先师的注意，便赶来泰安岛查看具体情况，结果就连金丹期的他都被泰安岛上面的状况惊到了。不知为何泰安岛的凡人都消失不见，城市长满了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而那些大树则长出了一颗颗人脸果实，微风拂过后人脸果实就会露出瘆人的笑容。最终上报给了万仙盟高层派专人来查看，具体得出什么结果没人知道，只知道后来大树都被砍光，泰安岛也被建造了大阵，由专人镇守在此收获人脸果实。那些人脸果实也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生活在了大阵中。可听完后泰安果不还是人类吗？何正浩却表示怎么算是人呢？他们完全没有自己的神智，全凭本能行事，非要说的话无非是残存一些人类执念罢了。此事对我来说太过玄奇，但不管泰安果是不是人类，在他们被发现能增寿后就都不重要了，毕竟就算是真的人类，只要被发现能增长寿命，也绝对逃不出被吃的命运。之后何正浩叮嘱完就离去，我也在泰安岛安顿了下来。不得不说镇守一直真的轻松，我几乎能全天一直处于修炼中。再次掌握了一些简单的小法术后，我决定开始修炼起那本元婴功法。然而和小盐水诀那种简单功法不同，这千机玉环金章功法太过深奥难懂，直到1年时间过去，我才将其领悟入门。期间我回了一趟万仙岛，领了800点报酬，顺便兑换出了小盐水诀的炼气后期部分，又在天玄镜的辅助模式下修炼了5天时间。我感觉到自己离炼气后期不远了，更新了。在天玄镜用完5天辅助模式修炼符力后，接近炼气后期的我再次回到泰安岛镇守，闲暇之余看起了修行杂记，上面讲述了想要突破到炼气后期会有一道天之恶的瓶颈，这种瓶颈光靠修炼是无法突破的，只有找到自身冥冥感应中的机缘，才能将其化去成功突破。天之恶的存在就像是上天降下的灾厄一般，阻拦着修士们修行才有的这个名称。在知道了短时间内无法突破后，我便暂时放下小盐水诀的修炼，转而练起了千机玉环金章。如今这功法我已经入门，可以开始了第2层的修炼。根据上面描述，只要第2层修炼成功，就能掌握变机的神通。然而时间一晃又过去1年，这千机玉环金章我始终无法参悟第2层，几乎是没有任何进展，里面的内容对我来说实在晦涩难懂。我便出关前往天玄镜，继续领取我这1年的报酬和5天修炼福利。开启了辅助修炼模式后，我这1年来积攒的经验结合启灵给的悟性加成，千机玉环金章内容就如醍醐灌顶般进入我的脑海，以往种种不明白的疑难，此刻都得到了解答。等5天一过，我就马不停蹄回到泰安岛接着闭关。这一次功法里的晦涩难懂内容都已经被我弄得清清楚楚，修炼起来也就没有了阻碍。时间又流逝1年，这天金色雾状灵气出现在我丹田之中，千机玉环金章第2层终于被我修炼成功。我迫不及待的就使用新领悟的神通变机，看看所谓的天地契机究竟是何模样。然而这一看就看出了大问题，明明是白天，可泰安岛却被黑气笼罩，整座岛仿佛阴曹地府一般。被震惊到的我再次用出变机确认一番，结果依旧是如此状况。我便使用水晶术
给自己当镜子照着观察了一遍。看着周身的死气，我脸色难看起来。莫非是这功法出现了问题？毕竟我如今身处护岛大阵内，泰安岛又处于丛云海中央区域，属于万仙盟的笼罩范围内，谁又能令我产生如此浓郁的死气？不管是真是假，我便准备去万仙岛避避风头。可到了传送阵面前，才发现竟然没有反应，这让我更加不安起来。于是我掏出何正浩给的通讯灵符，想联系对方求救，却依旧是没有任何反应。这下我的心势跌到了谷底，可以确定丛云海有诡异的变故发生了。继续待在这泰安岛绝对是死路一条，估计只有万仙岛是安全的。我也顾不得什么暴露的风险，直接掏出太眼舟往万仙岛方向快速飞去，路程大概需要2-3个月左右。还好我之前买了不少灵石存着，可还不等我飞出护岛大阵范围，就感应到了外面遍布的天地杀机，一旦出了大阵就必死无疑，也就代表着我只能留在泰安岛了。把飞舟收起来后，我让自己冷静下来，因为闭关不短，目前对外界发生了什么还不知道，看来得先问问泰安岛上的凡人了。随后我便来到岛主府里，一进来岛主就哭唧唧的跪下求救。我冷漠的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岛主解释说这日子过不下去了，已经足足大半年没下过雨，如今淡水和吃食都消耗的差不多了，再过不久可能就要活活饿死。听到半年没下过雨，我便联想到了张浩波说的有大事要发生。果然岛主接着说道，最近出远海捕鱼的船队没一只能活着回来的，所以岛上是弹尽粮绝了。然而对于这家伙的哭诉，我只是冷眼看向他，同时眼睛亮起金色光芒。既然要饿死，怎么没见你瘦下来？我已查到你后厨的情况，你还有何话说？随后也不给他反驳的机会，以手为刀挥动，将这家伙的脑袋摘了下来，然后给岛上所有管事之人传音，岛主已被我斩杀。而等速来岛主府见我，片刻后几名瘦如骨头的管事来到府中，通过他们声泪俱下的哭诉，我也终于了解清楚闭关这1年中发生的事情。旱灾源于半年前，随着多日没下雨，淡水源已变得枯竭，起初还能靠着捕近海的鱼充饥，可随着天气越来越热，近海也没什么鱼群，而外出远海的船队也没有了任何消息。仅仅1个月，岛上就死了1/3人口，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惨事，恐怕我再晚点出关，就连几个活人都见不到了。事已至此，也不能见死不救。好在当年存在太眼舟的粮食有阵法维持着，于是我从里面便取出大量粮食，给现存的凡人们应急先。如今也没剩多少凡人，省着点吃，应该还是能撑几个月时间的。半个月后，我又通过基础法阵建成了一个简陋海水淡化阵法，凡人重新拥有了充足的饮用水和食物，也开始恢复了元气。也是因此，我勉强踏上了阵法一道。此时再看向护岛大阵，才发现正在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损坏，不知道外界究竟发生了什么。灵气狂暴肆虐起来，出去的话是死路一条，但泰安岛显然也撑不了太久。这就是所谓的天发杀机吗？看来是避无可避了。不过能拯救仅剩的凡人，也算是尽了镇守之责了。虽然不甘心，但好像也别无选择了。就在我准备还真回荡时，却突然想到这灵气狂暴似乎不针对凡人，毕竟他们是因为无水资源无粮食和炎热的天气才活活饿死的。若我用太上原始真经化去一身法力境界，暂时变回凡人仙，然后再驱使太眼舟赶回万仙岛，就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更新了！从云海域不知为何突现天发杀机，而为了避开它，我想到了化去一身境界暂时变为凡人的办法。此时我在思索着这个办法的可行性。目前我修炼着盐水诀和玉环金章2门功法，一个是新时代法门，一个是上古旧时代法门。新法修行方式乃是掠天夺地，所以才会引起天地恶意。如今天地布下重重杀机，目标显然是针对修行新法的修士。那么只要我散去小眼水诀，单单保留玉环金章的境界修为，如此面对天发杀机是否就会小一些呢？说干就干，我立马运行起太上原始真经开始散功。随着真经的运转，属于新法的小眼水诀所在我身上修炼积累的水属性灵气开始消散，转化成一股纯净的能量，停留在我的丹田中。仅仅是片刻，小眼水诀就被我完全散去，期间我并没有感觉到任何不适。看来这太上原始真经的确是本神奇的功法。而后我感受了一下天发杀机，确实是减弱了许多。可惜的是，千机玉环金章虽然是上古法，但却是按照如今掠天夺地的方式来修行，所以还是会被天地所针对。那股恶意依旧是没有完全消散，如此也就代表保留旧法这条路行不通。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把千机玉环金章也给散去，很快丹田就有着2股纯净能量停留着，我的境界也完全变回了凡人。但我并没有慌张，因为根据太上原始真经所描述，那化工所残留下来的纯净能量可以在丹田保留100年时间左右，只要能安全回到万仙岛，很快就能重新修炼回原仙境界了。再次感应发现没有了危险后，我便驾驶着太眼舟飞出泰安岛大阵。果然如我所料，此灵气中的杀机只针对修士，而凡人则是不下雨和没食物的灾难。随后便全速飞往万仙岛方向，期间经过不少岛屿，发现岛上之人都是尽数死绝。就这样，时间来到3个月后，我终于赶到了万仙岛所在位置。可眼前场景却令我震惊不已，偌大的万仙岛已经彻底消失，只剩下一个巨型黑洞在原地，周围海水在触碰到黑洞边缘时就被蒸发成了水汽。黑洞上空由于超级高的温度，使得空气都变得扭曲起来。我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万仙岛怎么会没了呢？究竟是怎样的力量才能做到这一切？天道出手了吗？在这极具冲击性的场景面前，我脑中只有一片混乱。这也让我意识到，在如此灾难面前，修仙者也变得和凡人一般，与蝼蚁无异。心中的恐惧一旦生成，就再也难以抑制。随即我心惊胆跳地驾驶非洲远离此地，直到太眼舟仿佛和什么撞到一起，才被迫停了下来。虽有防护阵法的保护，但冲击力也使得我受了轻伤，不过也因此让我冷静了下来。我往前看去，不远处就是海岸线，大陆就在前方。可不管我怎么操纵太眼舟前进，都被一道无形护罩给拦在了原地，似乎如今的丛云海只给进不给出。我无奈地笑了笑，看来我是成了瓮中之鳖了。因为还真在手的缘故，我倒是没有过大的担忧。不过在回荡之前，我还想收集更多信息，便开始了丛云海游荡之旅。首先来到了殷玉珍所在的叶兰岛，可惜和其他岛屿一样没看到生还之人。随后又来到熟悉的琉璃岛，依旧是无人生还的迹象，何正浩也不见踪影。之
之后又陆陆续续去了其他岛屿，基本都是这般惨状，偶尔也遇到了和我一样幸存下来的修士，但都变成了疯疯癫癫模样。最后我还是回到了泰安岛，目前只有这里能让我感受到久违的生机，或许从云海就只剩泰安岛这点凡人了吧。他们不知道外面的末日惨状，脸上还流露着劫后逢生的笑容，看来无知也是一种福气吧。就在这时，我听到阵阵虔诚的祷告声，原来岛中不知何时建起了一座庙，其供奉的仙师雕像便是我，供牌还写着救苦救难仙师。见状我长叹了一口气，罢了，能庇护你们几时算几时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必又不是一件简单之事。时间一晃过去了3年，依旧没有下过一场雨，而海平面在开始下降，海水也开始不断远离岛屿，估计海水淡化法阵也用不了多久了。面对这情况，我也是无可奈何，毕竟天地巨变不是我所能抗衡的。唯一的好消息是，这3年里可能是大部分修士死绝的缘故，天地间针对修仙者的杀机在慢慢散去，我也借此重新修炼回了炼气中期境界。这天我再次使用变机神通后，便看到岛上凡人的黑气越来越浓重，看来我是庇护不了多久了。而那时就是我回荡的时候，正当我准备结束观察时，却突然发现了怪异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头上的黑色死气中似乎还隐藏着一丝白色生机。可这生机又是怎么来的呢？我便通过变机神通发现，他们的生机印在了我身上，准确来说是我身上一件快被遗忘的东西，正是之前捡便宜买到的天地奇物沧海珠。和10几年前刚见到它时不同，此刻的沧海珠变得十分湛蓝，周身蕴藏着浓郁的水汽，仿佛真有一片沧海孕育其中，有沧海是自有沧海生。忽然我想到了什么，连忙取出太眼舟飞上万米高空，然后就发现如今的从云海因为太久的干旱，大片的海床开始裸露出来，一条条海底山脉逐渐显出了真容。原先从云海的各大岛屿，赫然就是这些山脉的顶峰。我眼前忽然闪过当初寇红那热情的脸庞，他曾这么对我说过，道友若是出去后，可来从云山脉中的凌天城寻我。想到此，我大笑出声。从云海，从云山脉，原来至始至终都是一处地方。更新了。在经历了从云海危机的数年后，从云海域逐渐枯竭所发生的变化，终于让我意识到从云海和从云山脉原来至始至终都是同一处地方。之所以上一世我看到的是高耸入云的山脉，而这一世却是一片汪洋大海，是因为这2次来修仙界的时间上有所不同。上一世我是在锚定65年，临终前才来到修仙界看上一眼，已经是从云海枯竭过后的时间节点，因此只能看到各种高耸入云的从云山脉。而这一世我早就在锚定20年来到修仙界，是从云海还没发生危机的时间节点，所以刚到修仙界看到的是还没枯竭的汪洋大海。说起来，要是早点将之前张浩波提醒的异常和这2次初到修仙界所见的不同场景联系起来，或许就能提前察觉到这天地巨变了。不过如今既然知晓了从云海就是以后的从云山脉，那这场灾难倒也不必太过担忧了。没记错的话，寇红和道玄子是在锚定50年闯入我大玄，当初他们自称是来自从云山脉凌天城，这一世到现在为止是锚定34年，也就还有10几年时间，想必这场危机也快过去了。没有希望的等待是最煎熬的，如今知道了未来结果，这看似没有尽头的严灾也就没那么可怕了。平复心情后，我回到了岛上，并传音给幸存下来的泰安岛岛民，将灾难很快就过去的好消息告知他们，如此他们也是重新燃起了生存的希望。之后我便回到闭关处，取出了奇物沧海珠观察起来。既然变机神通指向的一线生机在此，那这珠子肯定有着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便将神识投放到其中，却在接触的转瞬间就消失不见。看来想要使用这珠子还得费一番功夫，只能慢慢摸索了。接下来的时间，我在沧海珠上做了许多尝试，灵气灌入、神识温养、外力轰击等，甚至连滴血炼化的招数都拿了出来。结果沧海珠依旧没有丝毫反应，根本引动不了其中蕴含的磅礴水气。好在这时我想到了变机神通，既然能看出生机，肯定也能看到沧海珠的不同之处。随着我对沧海珠用出变机神通，能看到那古老幽邃生机气息。虽然沧海珠很小，但这气机却非常强大复杂，只是目前蛰伏在其中，如果不是变机神通都观察不出来。我便小心翼翼地继续观察沧海珠气机。忽然我感觉到自己身躯好像在消失，仿佛一下子来到9天之上，以一种俯视的镜头看向下方的从云海。随着天地间某一道意志降临，海洋开始走向了死亡，天要焚海，海无力反抗，但是他不服，便有了沧海是沧海生。伴随着一阵虚弱感传来，我从这奇妙的感觉中脱离出来，还没来得及回想起方才见到的画面，就发现自己多了一些白发，脸上也开始出现皱纹。没想到仅仅是和沧海珠气机相合的一刹那，就有如此惊人的变化。随后我打开面板查看寿命，发现直接从54飙升到了89岁，短短瞬间却仿佛度过了35年一般。怪不得上古天机宗也没多少人修炼这功法，这寿命消耗如此之快，也就有还真的我能顶得住，但也差点被沧海意志给同化，还是得小心为上。我估计是我方法不对，肯定不会是这样操纵天地奇物的。随着一天天过去，我还是没有摸索出正确使用沧海珠的办法。如今天气越来越炎热，好像要对从云海进行最后的净化一般，岛上凡人也快坚持不下去，可能等不到灾难的消失了。甚至我也开始变得心浮气躁起来。为了静心，我只能运转起久违的玄黄炼心咒。此刻随着炼心咒的运转，我心中不安、恐惧、急切等情绪都在逐渐消散。等重新变得平静后，我忽然心有所感。我那停了几年的炼气中期修为，其突破的契机就在这沧海珠上。从感应到的信息来看，契机就是要以自身意识接触感悟沧海珠。虽然知道必定是有风险在，但也同样是不能错过的机缘。我便将炼心咒和玉环金章同时运转起来，借此帮我抵御沧海意志的同化。随着心神一阵恍惚，我仿佛又变成了一片沧海。看着时间变幻，日升月落，斗转星移，这一切加速了成千上万倍，在我面前闪过，一个念头就好似过去了数百年。久远古老沧桑的气息逐渐在沾染我的意识。然而就在这时，一股清凉的气息突然涌现而出，我的意识在逐渐的恢复。此刻的我已经能调动一丝沧海珠的力量，我的神识得到千百倍加强，只是轻轻一动就覆盖了整座泰安岛。可这还没有停止，我的神识还在朝外面延伸扩展。从云海那一座座
被灭绝的岛屿出现在了我脑海中，还看到了某一处岛屿之下，原本熄灭的火山受到岩灾的影响，正在开始死灰复燃，并且在各个隐秘角落里残存着几位修仙者。这一刻，从云海许多的秘密都暴露在我眼前。不过这些都与我没什么关系，我便将神识快速收回，调动沧海珠，吸引着从云海天地间残存的水汽，汇聚到了泰安岛上方。这一天，泰安岛幸存的凡人们终于等来了久违的大雨，他们喜极而泣。大雨足足持续了半个时辰，而我也设定好了沧海珠，固定每半个月自发进行这种抽取行为，来给泰安岛持续降雨，从而保证岛民的存活。做完这些后，我化身为沧海，观察起这片天地，感受天地间流转的气息以及天地的意志。此刻时间流逝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观察越多，我的感悟就越多。这时我也发现了天地杀机并没有消散，它依然存在于天地之间。原来因为修士掠天夺地，所以天道自生杀机，但天道不会直接动手，于是天发杀机，定下了修仙者清除计划，天地之魄便应运而生。他们的使命就是诛灭逆反天地的修仙者。更新了，在通过沧海珠的帮助下，我成功看到了从云海危机的幕后黑手，也就是天地之魄赤炎，并且关于他们的无数信息出现在我脑海中。天地之魄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按照既定的本能行事，他们就是法则本身，屠杀修仙者如杀鸡宰牛。因此对于修仙者来说，天地之魄极其的危险，被盯上的话基本是活不下来的。不过同时他们也是天大的机缘，正所谓继天地之魄以身合道，修仙者们只要能祭炼一道天地之魄，不管自己是炼气还是金丹修为，都能瞬间成就合道境界。可以说只要能吃了天地之魄，就能证得大道白日飞升。在感应到了我的注视后，赤炎的目光投向我这边，霎时间沧海珠里的海水沸腾了起来。见状我立马闭上眼，一边缓解沧海珠传来的炽烈感，一边运转玄黄炼心咒，化解心中对天地之魄的贪欲。好在赤炎只是看了一眼就收回了目光，转而继续炙烤着从云海。可我就没那么轻松了，理智和欲望在撕扯着我的灵魂，两个极端的想法几乎要把我的意识生生撕成两半。就这样不知道僵持了多久，通过玄黄炼心咒的持续静心后，才把这贪欲引起的风暴给平息下来。我也不再敢探究下去，能从窥天机的情况下保全意识已经是万幸了，此番收获也是令我心中颇有所得。可正当我要让意识脱离沧海珠返回本体时，却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那就是我和沧海珠相合太久了，寿命使用显然是超标，这一世的寿元已然耗尽。不过我倒是没什么可惜的，毕竟能知道从云海巨变的真相，见到了天地之魄赤炎，还感悟了一番天地之机，可以说非常的赚了。但我还不打算还真回荡仙，反正现在意识还在沧海珠里，干脆就趁这个机会继续感悟天地气机，只要不作死去窥探天地之魄，应该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于是我调用一丝沧海珠的力量，帮忙护着我那寿元耗尽的本体，只要不腐败就行。而我的意识估计还能在沧海珠里撑个10几年时间，也完全够用了。就这样，我继续观察起天地气机流转，看着从云海残存的生命逐渐逝去，感受天地间冷漠淡然、永恒不变的杀意。转瞬间过去了5年时间，也就是这一世锚定的第40年。从云海此刻已然彻底干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死地。唯有我庇护的泰安岛幸存着数量不多的凡人，那天地之魄赤炎也已经消失不见。看来是任务完成了。随着时间的继续推移，我的意识也快撑不住。在赤炎消失的第2年后，有几名身穿青色道服的修士来到从云海，随着一道道咒法施展而出，从云海的天空终于下起了久违的大雨。不久后，更多的修士陆续到来，青色的光芒在干涸的海床上绽放着。仅仅不到1年的时间，从云海残留的破败焦土开始变得生机勃勃起来。至此，从云海正式完成了向从云山脉的转变，一座凌空而立的城市在从云山脉上方建成，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修士赶来。锚定的第48年，一位筑基期修士来到了原从云海的琉璃岛，也是如今的琉璃山脉处，神色有些凄然。对于此人我也并不陌生，正是之前因为心中的不安，决定离开从云海逃过一劫的张浩波。没想到20多年过去，竟成了筑基修士，看来也是遇到了不错的机缘。他的到来也引起我对这一世的回忆。我意识在彻底消失之前返回到了本体之中，10几年来对天地气机的感悟，让阻碍我突破的瓶颈被打破。只是瞬间，我的修为就来到炼气后期，我心满意足地笑了起来。时隔多年后，我再次用出了还真回荡，这一世也到此结束。依旧是熟悉的4项选择，保留各种或者放弃来加快还真充能速度。对于我来说，自然是修为更重要。二话不说就选定了要保留修为。话音刚落，2道熟悉的灵气就凭空出现在我丹田中，随着一股莫名的波动降临在我身上，仅仅片刻，丹田内的灵气就奔涌而出，席卷了我的全身，改造我的身体并提升我的境界。最后修为停在了炼气后期，体内的仙凡杖也不再需要去净化一次，它直接就烟消云散，远比上一世的凌迟轻松多了。我则对刚才那股莫名波动感到困惑。如果说仙凡杖是仙凡永相隔的天地意志，刚刚那莫名波动气息就完全相反。没想到轻而易举就驱除了我的仙凡杖，还真究竟是什么来头？当真是不可思议啊！随后我整理起上一世的经历，这修仙之路比我想的更加艰难。修士掠天夺地，天地遍布杀机。上一世出狱苏长玉后，我便以为就他的心智坚定来说，必定能有所成就。可仅仅几天就惨死，反倒是不起眼的萧恒，却是个天纵之才。我和何正浩都断定他必能成就金丹大道。可谁又知天地早已布下杀机，从云海不论修士还是凡人，基本难逃一死。唯有那看似寻常的渔民张浩波，竟逃过一劫，还寻到奇遇成就筑基，世事难料啊！说起来，那万华商会似乎早有察觉，不然怎么会命令手下全部撤出从云海？可他们为何不提醒从云海无辜生灵呢？还有万仙岛又为何消失不见？这其中太多不解的了。看来这一世我得弄个清楚来。不过在还真没充能好之前，我还是不能贸然前往修仙界。好在我有玄黄清心咒的加持，充能速度大大的增加，估计这一次能比上一世还要再早10几年到从云海了。而我没记错的话，这段时间的从云海在发生着某件事，可以凭借先知先觉早做谋划。更新了！在我再次还真回荡新一世后，我来到了解离山隐居，等待还真充能完成。
时间一晃9年过去，此时解离山的半山腰处，2个少年正一前一后的走着，走了大半天后，王玄霸气喘吁吁地说道：“二郎歇会吧，实在是走不动了。”名叫二郎的少年虽然也累，但脸色透露着一股坚定之色，他表示这里不安全，要休息就去前方不远处的山洞吧。闻言，王玄霸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好奇地问他：“这山里真有什么神仙吗？”二郎则非常笃定地说：“肯定有，我亲眼所见。”王玄霸劝说道：“可已经5年过去了，你都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也没见你找到什么神仙。依我看，还是老老实实练武吧。你咋这么啰嗦啊？实在不行，你就自己先下山去吧。”可就在这时，王玄霸面色一变，连忙开口提醒道：“你前面有蟒蛇。”听到此话后，二郎一个闪身躲开血盆大口，王玄霸则挥舞拳头给了白蟒脑袋一拳。二郎见状也是紧随其后，二指并列疯狂戳向白蟒脑袋。然而这些三脚猫功夫根本没有效果，王玄霸被击飞出去，白蟒再次张口咬向二郎，二郎只得伸出双手死死撑住他的嘴巴，白蟒便发出一声怪异的吼叫，猛地用力，伴随着一声闷哼吐血，二郎居然硬是死死撑住了。白蟒见迟迟不能吞下这个小小的人类，也是愤怒不已，他不断甩动着身躯将其甩到一边去。看着越来越近的白蟒，二郎眼中露出一丝不甘，原来在5年前的那天傍晚，他确实亲眼在这解离山中看到了一位仙人御空而行，此后就对寻仙问道一事念念不忘，无数次深入山中就是想要找到仙人拜师，谁曾想仙人没有找到，反而要命丧这畜生之口。就在二郎认命等死的时候，忽然传来了许多动物的叫声，只见白鹤、老鹰、棕熊、狮子等动物全部红着眼冲向了白蟒，是要将白蟒啃食殆尽一般。二郎仿佛想到了什么，朝着天空高声大喊：“仙师是你吗？一定是你做的，对不对？”此时半空中出现一道隐秘的身影，而这自然就是隐居的我。我一脸赞赏地看着那少年，求道之心也是颇为坚定，体质似乎也有点特殊，是个好苗子。可惜我自己都立足未稳，又如何教你？还是日后等时机成熟了，再送你一场造化吧。眼看白蟒已被解决，我也是朝着山顶飞去。这一世我已是炼气后期修为，为了避免仙凡障对我的影响，所以才就来到了这解离山隐居。因为仙绝之地没有灵气，所以隐居的这9年来，我都在感悟上一世观摩的天地奇迹，终于被我从中领悟出了无相杀机，一旦施展就能在一定范围内伪装成天道杀机，被锁定的目标无需我亲自动手，自己就会陨落在杀劫之中。那暴动的飞禽走兽就是被无相杀机所影响，假天命而用之，这就是无相杀机玄妙之处了。可以理解为一种纯粹的意志和规则，寻常修士根本无法察觉，是个杀人越货的必备技能。之后没多久，伴随着还真的充能进度完成，我再次来到了修真界第一站丛云海。又一次看到这碧蓝的大海后，我心中不禁产生了恍如隔世的感觉。这一次我特地把钱红骨灰带来，也就是得到止步残碑的那墓主人，将其撒在了丛云海里，帮他完成了回到修仙界的遗愿。随后天空之上异象通报再次出现，筑基修士钱红，凡修道265载，以奇物飘零没成就道基，流落在外3670载，如今魂归故里，还道于天。更新了。回荡的第9年，我再次回到了丛云海，还帮忙完成了钱红的遗愿。而就在钱红的魂归故里异象通报消失后，我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了某种变化，但又搞不懂具体是那种变化。见状，我将此事记在心里先，等以后有机会再了解清楚来。随后我决定第一站还是先去琉璃岛，准备假扮炼气后期的丛云海散修，以想要寻找突破到筑基的理由。通过何正浩再次加入万仙盟，我并没有用太眼舟，而是选择了慢点的御风飞行，毕竟对散修身份来说，非洲还是太过招摇了。可就在我赶去琉璃岛的途中，我突然脸色大变起来，只因一股极强的杀意在锁定着我，至少是筑基期修为。我往后一看，一道身影正在以极快的速度朝我袭来，靠我自己的速度肯定是逃不掉的，没办法，我只能暴露了太眼舟的存在。可哪怕我将太眼舟加到了最快的速度，身后那人却还能缓缓拉近距离，我便朝对方用出最新领悟的杀招无相杀机。不知为何，在我使用了无相杀机的那一刻，眼前忽然感到一阵昏暗，仿佛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是越阶使用的副作用，被天地意志给察觉到了吗？好在目前看来跨一个大境界使用，副作用还不是很大，天地意志只是瞥了一眼就没了动静，估计跨越更多境界施展的话，天地之破就要出现将我抹杀掉了。起初无相杀机还没有动静，可很快我就看到那人的周围突然出现一阵龙卷风，龙卷带着青色光芒，宛如一条巨龙正朝着那人呼啸而去。估计这家伙也没想到会突然出现龙卷风，一个没注意就被龙卷风逮个正着。我也趁此机会加速逃离对方，可谁知这神秘的筑基修士竟很快就挣脱了龙卷风的阻碍，以更快的速度追向我。或许是被惹恼了，杀机也变得更加重。可无相杀机还没结束，就在他即将追上我的那一刻，一头巨型鳄鲨突然跃出海面，将他吞入了腹中。然而仅仅是片刻时间，那人就用一道烈焰撕开鳄鲨的嘴巴飞出，再次朝着我杀来。只是每当要靠近我时，他就会遇到些突如其来的状况，一道紫雷又忽然朝他落下。就这样靠着杀机的阻碍，我很快就来到琉璃岛上方。只要能得到何正浩的帮忙，我便算得救了。可还不等我跟何正浩求救，追杀我的那人就突然大声喊了起来：“何正浩还不出来与我一起杀了这小贼！”在我的诧异中，岛中的何正浩好奇地回应道：“万护法，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闻言我便知道求救无望，于是果断用出了还真回档。仅仅是刚到丛云海的第1天，我又回到了大玄国，这应该是我经历最短的一世了。令我想不通的是，怎么万仙盟的护法要追杀我，而且似乎是通过某种方式锁定我的位置，从千里之外追来的？究竟哪里出现了问题？我便将自己持有的全部物品查看起来，最终我锁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我手上修炼着的小盐水诀，上一世萧恒所赠送给我的。我身上只有这功法是来自万仙盟的，看来这功法在万仙盟的监视范围内，估计是他们发现小盐水诀没有被人兑换，可修行人数却莫名多出我这一个，就知晓功法已经泄露的消息。见状我没有犹豫，直接运转太上原始真经，将小盐水诀的炼气后期修为化去，然后再次等待了9年的还真充能结束，继续来到了丛云海。果然如我所料，这一次没有了小盐水诀，就没有了万仙盟护法的追杀。而就在我到琉璃岛附近海域时，记忆
忆中某个画面忽然闪过，我便停了下来，朝着海底深处看去。在那里，一群群琉璃鱼正拖拽着从海洋各处寻得的落难凡人尸体，来进贡给一条巨大的金色琉璃鱼。这条金色琉璃鱼晃荡着臃肿的身体，在吃完将碎骨吐出后，还露出一个不太满意的神色。我看着这一幕，冷哼了一声，随即无相杀机对它用出。霎时间，周围的琉璃鱼群发了疯似的，将金色琉璃鱼给围住撕咬起来，仅仅片刻就渣都不剩。而我也将它体内的巨大琉璃珠给收入囊中。可惜这玩意不是天地奇物，不过仅仅是携带在身上，就有类似于吞服琉璃丹的功效，倒也是不凡。满意的收起来后，我便飞到琉璃岛的上空，将修为气息给外放出来。下一秒，何正浩就出现在我身后。何方道友来我琉璃岛？我拱了拱手，朝他笑道：见过何道友，更新了。再次加入了万仙盟后，我决定谋划起云水屠戮这个任务，便开始研究起诡异宗门遗迹情况。所谓诡异，便是指遗迹内存在的各种不能以常理去衡量的现象，它们仿佛不属于这个世界，有着自己独特的规则，并且诡异规则和修士一样有强弱之分，也有炼器、筑基、金丹级别等等诡异。而身处诡异覆盖范围的修士，修为只要低于诡异规则的强度，就必须遵守其规则，一旦违反就必死无疑。阅读完遗迹指南后，我对这方面有了更多的理解。可上士只说了云水天宫诡异规则情况，但那司空仪怎么获取的云水屠戮，却没有透露具体消息出来。这一是要图谋云水屠戮的话，就只能暗中跟着司空仪来一次黄雀在后了。距离天宫开启还有2年左右时间，可以先打探一下司空仪的信息先，同时还要提升一下自己实力。目前我的杀伐功法比较少，倒是可以从这方面下手先。很快我就在兑换列表里找到了一本明灵幻功，可在脑海培养出一尊幻灵，从而在面对敌人时释放出来迷惑对方，甚至培养强大后还能钻入别人识海直接发动神识攻击。看着此功法介绍，我一眼就相中了它，简直是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般。毕竟我回荡了这么多年，加上玄黄炼心咒的存在，神识强度肯定比大部分修士都强。而且观想培养的话，或许我能以赤炎为原型进行观想，如果能成，那这幻灵威力必定不俗。就是这高达2500点的贡献度贵了点，几乎能和筑基功法相并论了。怪不得没炼器修士购买，但这功法太适合我只能咬咬牙买了下来。如此贡献度就只剩下1321点。到手后，我第一时间就开启辅助修炼模式，并将那颗玲珑琉璃珠也取出，开始了修炼。所谓观想，就是不能凭空捏造，必须要以修仙界中真实存在之物为基础。我闭上眼睛，开始回忆起赤炎的模样。这一刻，我仿佛又回到了那次目睹赤炎坟从云海的时候。而随着我的观想逐渐进行，一道虚影缓缓在我识海中呈现，我的压力在剧增。仅仅是未成型的虚影，就让我感受到了炙热的温度。只有通过运转炼心咒，才将这炙热感给压制住。可随着赤炎幻灵慢慢的成型，我身体的温度也越来越高，直至失败吐了一大口血出来。看来这天地之魄原型不好凝练出来啊，或许背后有我不清楚的规则限制。我便开始思索起这其中的奥妙。天地之魄是某条法则的具现，如果说赤炎之炎代表着炎相关的法则，那赤炎之赤又有什么特殊意义呢？莫非是除了赤炎还有其他炎？我当即又开始尝试观想起来，将赤炎的颜色变成绿色试试。这次果然顺利成型，但却极其弱小，没有杀伤力。我便又改变成了黑色。而黑炎和赤炎一样无法成型，但不同的是，黑炎不会出现赤炎那般炙热感。之后我继续尝试各种颜色，一共发现了4种状况。第一是赤炎原型不能成型，并会伴随着一股炙热温度。第二是和绿炎一样能成型但没有任何杀伤力。第三则是黑炎那般无法成型但不会有炙热感。而第四是最特殊的一种情况，和赤炎几乎一样的虚影，但颜色是蓝色的，没有炙热感，取而代之的是极低温度。在观想时，我的身体如同陷入绝对0度冰封起来，意识达到了一种奇妙的状态，就仿佛灵魂出窍一般，可以看到自己身体的种种变化，没有任何情绪波动，绝对的冷静和理智。因此我选择了蓝炎作为我的幻灵。没有意外，蓝炎非常顺利的成型。片刻后，我便从绝对理智状态退了出来，因为过去了不短的时间，我如今贡献度消耗到只剩100多点，得问问何正浩有没有快速赚取贡献度办法。于是我通过他赠送的灵符咨询了这个情况。很快何正浩的声音就传了过来，道友既然是我介绍的，我自然不会吝啬帮忙，但此事不方便在灵符说，道友可来琉璃岛寻我当面聊聊。很快我就来到何正浩面前，客气的打过招呼后，何正浩就拍了拍双手，只见2人所在的山头竟开始下沉。片刻后就看到护岛大阵中的群山如同星辰一般漂浮在头顶上。道友看我这山川星斗阵如何？我惊叹道果然不凡。何正浩便解释起来，护岛大阵正是由他建造的山川星斗阵变化而成。我诧异的看向他，没想到道友你还会阵法。何正浩尴尬的笑了笑，那倒不全是我自己的功劳，自然还有他人的相助。我也不瞒道友你了，我的筑基奇物是一幅山川百脉阵图，因此我在阵法一道上有些许天赋。单论阵法的话，就连寻常元婴阵法师都不一定比得上我。听后我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如此。那不知何道友你说的究竟是什么事？竟需要在这山川星斗阵的隐秘空间说？何正浩表示倒也不算什么大事，主要是有点犯忌讳罢了，就是想请道友你帮我跑一趟仙绝之地离界。更新了。没想到何正浩所说的赚取贡献度方法，竟是和仙绝之地离界有关系。在听到他说的要我去一趟离界后，我便意识到可能是关于偷渡一事。虽然心知肚明，但我还是得装作一脸疑惑的问道：不知去仙绝之地所为何事呢？何正浩便解释起来，仙绝之地虽为凡人小世界，但有着不少高价值物品可以兑换贡献度，不过我们亲自去收集又比较慢，这时候就可以找仙绝之地中那些有权有势的凡人合作，他们一生都想重返修仙界，而我们需要小世界里的资源，就可以以此为条件，让他们帮我们收集资源。恰好离界就有好几种宝贵物品产出，还有不少的星海流沙。果然跟我想的一样，那个和天宝楼合作
偷渡一事的幕后先师就是何正浩这家伙。随后何正浩表示，这次让道友去离界就是简单的跑一趟，把10多年前我让他们搜集的物资带回来就行。等把这些物资变卖之后，所得的贡献度咱俩一人一半，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难度。我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下来。于是何正浩就给了我一艘简易非洲以及一枚藏形符，能让元婴以下都看不破。很快我就根据所给路线来到了离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巨大火山。根据何正浩所说，这火山以前是200-300年才会喷发一次，如今却喷发的越发频繁，造成了离界无数伤亡。这也是为什么离界的凡人高层会千方百计地将后辈偷渡逃离此地，因为他们担心有朝一日火山彻底将此先觉之地变成熔岩之地。没多久，我来到了离界统治者的皇宫上空，得到通知的大黎皇帝和官员们已然等候在此。我便激发藏形符效果，掩盖起自己的面容，随即询问他们可曾将约定的物资搜集好。大黎皇帝恭敬地表示全部准备妥当。之后由我检查一番，发现没问题后，便将物资收入到储物界中。此次任务也算是圆满完成，过程十分顺利，的确也如何正浩所言，是很轻松的赚取贡献度方法。我便按照约定将何正浩给的非洲交予大黎皇帝。本想直接离开，但我想到了萧恒那家伙，于是让大黎皇帝带路来到了萧恒所在处。不过由于这一世我来修仙界的时间比较早，所以见到的萧恒还是小时候模样。我便把玄黄清心咒和配套药物用法传授给了小萧恒，并告知大黎皇帝此子天赋不凡，将来必定不是池中之物。10年后我会亲自来接他离开。闻言，大黎皇帝承诺一定会照顾好萧恒的。就在这时，有一个小孩站出来请求道：“仙师能否救救我妹妹？”说完还跪下重重的磕膝响头，而他正是那位救妹妹心切跑去当实验品惨死的苏长玉。之前就听过萧恒说过他妹妹的病况，我本来也好奇，打算顺便去看看的。既然他在这也正好，于是就让苏长玉带路。之后跟着他来到了一间地下室，只见一个浑身散发着灼热气息的女娃正躺在满是冰块的玉床上。我便使用电击神通查看了一番，结果让我非常诧异，这女娃身为先觉之地凡人，身上居然没有仙凡瘴气，而且她这体质着实怪异。我方才只是传输了一点灵气进她体内，等运转一圈后竟然被加强了。这加强的灵气和我体内的灵气属性截然不同，变得和女娃气息一样带着灼热属性，给我的感觉不像是火焰那种热，而是愤怒转化成的狂暴灵气。见状我心里有了猜测，这女娃可能是天生仙体天妒之人。更新了。在检查了苏长玉妹妹的情况后，我发现她居然身怀2种体质，一种是天生仙体，天生就没有仙凡瘴，对各种功法道术有着无与伦比的亲和力，不仅修炼快，施展功法还会得到增强。第二种则是天妒之人，天生就带有神通，但会因神通的强大程度遭到对应的天妒，从出生起就伴随各种劫难，若是能化解，便能因此变得更加强大。修行速度可能不是多快，但在斗法上往往是同阶无敌的存在，甚至跨一个大境界也不是没有一战之力。2种体质都是万中无一，极其罕见，没想到如今却同时出现在一个女娃身上。她身上没有仙凡瘴，肯定是天生仙体无疑，而体内一直灼烧着的那股愤怒力量，估计就是她的天赋神通了。在这种不断灼烧生机的情况下，苏小妹确实很难活到成年，也怪不得前世苏长玉那么着急。可她不知道的是，这种情况就算是金丹修士也不太可能救下，得亏遇到的是我。我当即把前不久凝聚好的蓝焰放出，以绝对零度的力量帮助其稳定灼烧热度，不过也只能暂时保她10年安然无恙。若我这一世能在云水天宫中全身而退，自会再来寻她。完事后，我找到苏学士问清苏小妹情况，她犹豫了半晌后，还是将来龙去脉讲了出来。原来苏小妹并不是她之女，而是她妹妹苏雨晴的女儿。苏雨晴去年怀上苏小妹时才16岁，当时她的莫名怀孕在苏府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她当时并未出嫁，未婚先孕可是天大的丑闻。更让苏学士生气的是，她这妹妹竟说不出孩子的父亲是谁。苏家人自然想要打掉这孩子，可苏雨晴怎么都不肯。就这样，苏小妹降生了。而苏雨晴本就体弱多病，身体经不住折腾，没几天就抱憾而终。结果没多久，苏小妹又出问题了，全身发烫，需要每时每刻用冰块才能缓解，哪怕苏家请遍各大名医都没有办法医治。听完后，我猜测苏小妹可能是感天命而生，只有这样才能解释她的天赋如此之高了。不过按照正常剧本的话，苏小妹再高的天赋也只有死路一条了，只能说老天也猜不到有我这个异类在。此间事了，我便返回了琉璃岛，把储物戒交给了何正浩。然而他有点心不在焉的，只是看了一眼就收起来，注意力完全放在了面前的古朴镜子上。顺着他的目光看去，镜面上正显示一行小字：灵物草，当前价格为15贡献度1株。只见何正浩死死地盯着他，嘴里喃喃自语着：“快长啊！”我好奇地问他这是在干嘛。何正浩一脸难受地解释起来，原来他前些日子听到了可靠消息，种植灵物草的岛屿遭受了海中异兽袭击，导致灵物草被毁去大半。当时这个消息还没传播开来，何正浩便想趁这个机会捞一笔，于是在天玄境狠狠地囤了一大批灵物草。起初确实是涨了点，可谁曾想还没等及时卖出，价格就突然暴跌，一路从25点跌到13点，几乎是腰斩的程度。得亏最近反弹涨回到了15点。对于这种赌徒心态，我只能劝他趁现在卖了回点本，不至于亏太多。可何正浩却不肯，他表示近100年的积蓄都搭在里面，最起码要涨回去再出手。看着他这疯了的样子，我知道是没救了。果不其然，没多久价格再次暴跌，一路跌到了8点贡献度。之后这件事也是闹得沸沸扬扬的。原来这一切都是青木化生真君部的一个局，将想要借机牟利的修士狠狠收割一番。灵物草被毁一大半确实是真的，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万仙盟最近发现了一个封闭1000年的洞天，据说里面木属性灵气充沛，长满了各种珍稀灵植，尤其灵物草满地都是。在天玄境空间得知真相的我不禁笑了起来，看来何道友想要回本是不可能了。这位大佬做事不厚道，因为帮何正浩去离界取货，我也从中分得了1171点贡献度，勉强够我用一段时间了。我没有闭关，而是搜索起焦修远的信息，听说此人能从万仙盟符堂中获得大批的藏形符，显然很有门路，正好借着跟他买灵符的机会，看看能不能顺便打听到司空仪的信息。之后我使
使用藏形符来到千里堂，一进来就看到焦修远对着通讯玉牌骂骂咧咧的，听其对话是最近藏形符价格下跌，他不愿亏本卖掉，导致他囤的一批藏形符卖不出去。见状我直接询问他藏形符怎么卖，一听到有人要藏形符，焦修远瞬间两眼放光，连忙介绍到只要10贡献度1张，如果超过10张就打8折，要是100张就打5折。我告诉他用不着这么多，而且你这价格也不对吧？在天玄境买的品质极佳藏形符才20点，你这残次品居然还卖这么贵。焦修远闻言一脸尴尬，那就8贡献1张吧，真不能再低了。见状我也不再砍价，直接掏出零食结账，让他给6张，然后再问他接不接打探修士情报的生意。焦修远赶紧点起头来，接必须接，生意都亏到姥姥家了，再不接私活都过不下去了。说吧，什么名字和修为，我便将司空仪名字和炼气中期修为告知。更新了。在得知我要查的只是炼气修士底细后，焦修远保证一定会查得清清楚楚。我便问他价钱多少，一个小小炼气修士，想必也贵不到哪去吧。焦修远听后伸出8的手势，您看给80贡献度怎么样？毕竟做咱们这行的多多少少有点风险。我则伸出4根手指，40不能再多了。焦修远又伸出6的手势，60吧，不然我要亏本的。我摇摇头告诉他50，不接就算了。都砍到这个地步，焦修远也不敢再涨了，表示要先给10贡献度定金，有结果了会通过灵符通知。说完取出1块灵符给我，交易完后我便回到了天玄境内，开启辅助修炼模式继续闭关，准备把明灵幻功修炼到炼气后期。时间一晃过去了1个月，这天为了测试明灵幻功的威力，我接下了一个猎杀赤炎鲨取内丹的任务，为此来到了从云海东边延津岛海域。此时的我正收敛着气息，跟在一群赤炎鲨后面，只见眼前的10几头赤炎鲨正在围猎一只落单的赤座鲸。见状我果断招出明灵幻功的蓝炎幻女，使用神识攻击，仅仅是片刻时间，这群炼气海兽就失去了反抗之力，威力比我想象中的要强不少。就在我感叹蓝炎的厉害之处时，眼前发生的画面令我震惊不已。只见一头巨大无比的鲸鱼正张开血盆大口咬向被我处理掉的海兽，看到它的模样后，我瞬间就认出这是悬赏了2000贡献度的龙鲸。根据任务所描述，龙鲸就是摧毁种植灵物草的岛屿的一手，当时连筑基期的岛屿镇守都对他无可奈何，还是靠着支援来的金丹修士才赶走他的。没想到他挨了金丹一击都还没死。见状我微微一笑，虽然我只是炼气修士，但未必不能杀他。随后我对着龙鲸用出无相杀机，那被凝视的感觉也紧随而来，不过这一次副作用比上一次小了很多。无相杀机成功使用后，我便激活藏形符一路跟随龙鲸。接下来的20多天里，龙鲸就遭遇到了无数海兽袭击，最终奄奄一息的出现在我面前。趁着他意识模糊之际，我使用蓝炎的神识攻击给了他最后一击，然后就是分解龙鲸的尸体，把得到的杂七杂八之物收入储物戒中，还收获了不少琉璃珠。完事后我回到天玄境内，上交了龙鲸尸骸，又将杂七杂八的物品兑换出去，最终我的总贡献度来到了2770点，也是时候再挑选一门功法了。目前我缺少隐蔽自己气息追踪他人的功法，便决定兑换此类型的。与此同时，我完成龙鲸任务的消息也在万仙盟里掀起不小的波澜。众人没想到的是，一个小小炼气后期居然能猎杀龙鲸，纷纷猜测怎么做到的。这时一个叫周鹏的站出来解释说，都别猜了，最新内幕消息，这个叫李凡的小子是运气好了，那龙鲸的尸骸被天机堂公孙长老分析过了，这头龙鲸在死前至少和3头同级别海兽厮杀过，在死前他就已经是油尽灯枯状态了，所以就算那小子不出手，龙鲸也活不了多久的。闻言众人感叹出声，那就怪不得了，让这炼气后期的小子捡到大便宜了，这可是2000贡献度呢。而我对自己引起的风波并不知晓，在搜索了一番后，我最终确定了一部名为如影随形绝功法，可以说学成后只要锁定了目标，就能跟影子一般紧紧相随。虽高达1800点贡献度，但我还是果断买下。可就在我准备闭关修炼此功法时，何正浩突然给我传讯，他惊讶地说道，李道友你真是令我大开眼界啊，没想到那个猎杀龙鲸的人真是你。我笑道只是运气好罢了。何正浩表示不管怎样，这都算替我出了一口恶气了，要知道最近我一闭眼都是那灵物草暴跌的画面啊。为了报答道友你，我有一份奖励不错的差事，你看要不要接下？我疑惑出声是什么？何正浩表示没什么危险，就是替我代理琉璃岛镇守一职。我诧异地问他这是为何，何正浩便解释说，之前那灵物草暴跌害他赔了大半积蓄，眼看自己要兑换的元婴功法越来越远，他很不甘心，便决定和几位友人去最近发现的上古洞府探索。据说这是大劫降临前的洞府，里面大概率有不少奇珍异宝功法等，所以他决定搏一把。原来如此，那不知何道友需要我镇守多长时间？更新了。在何正浩说了代替镇守一事后，我没有第一时间答应，而是询问他大概要代替多久时间。何正浩表示也不用多久，少则1-2年，多则3-4年。对此我直接婉拒了何正浩，告诉他我突破在即，2年内会外出寻找机缘。他这任务时间显然超出了我的预期。闻言何正浩也没有多说什么，提前祝贺我早日筑基后就找别人去了，而我也第一时间投入到闭关中，修炼起如影随形诀。在辅助模式和玲珑琉璃珠的双重加成下，我只用了不到10天时间，就将随形诀修炼到了炼气后期修为，然后花费了100贡献度，在天玄境中模拟展开了一场炼气后期对决。有随形诀的加持下，我的速度提升的极快，并且和锁定目标产生了某种联系。对方速度提升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使得我的速度加快，而且还能借助地面上的阴影穿越跳跃。没有多久，我就轻松追上模拟人影。经过这一番模拟训练后，我对如影随形诀更加满意了。如今万事俱备，只等焦修远那边的情报传来，以及云水天宫的开启。时间一晃2个月过去了，这天我再次来到千里堂，不过这次是带着质疑过来逼问的。没想到一个小小炼气修士，这么久了你们都没打听到。焦修远连忙让我小声点，他表示之所以耽搁这么久是有原因的，这次任务难度属实出乎他的意料，那50点贡献度他是亏到姥姥家了。要知道为了此事，他可是请来了筑基后期前辈帮忙才搞定的。我面无表情地看向他，怎么你要违约？焦修远尴尬道，倒也不是，就是看您能不能多加点。一听到要加钱
钱，我二话不说就掉头离开。焦修远见状慌了，50就50吧，这年头挣点钱不容易啊，我便把剩下的贡献度结算给他。焦修远则给了我一个绿色卷轴，见状我直接打开来看，结果看完里面的信息后一脸问号，怎么是2个人的信息？原来根据情报所说，司空仪平日里深居简出，几乎不怎么露面。他有一位好友叫百里晨，是炼气中期修为，这2人似乎关系极好，每次外出行动时，2人都会待在一起形影不离，而他们大多数时间都待在万仙岛内，除了做任务积攒贡献外，基本不外出。可在焦修远调查期间，这2人曾经失踪过一次，出了万仙岛后就不知所踪。我看着百里晨的名字一脸疑惑，我的脑海中并没有关于他的印象，哪怕是一点都没有。莫非前世此人是陨落在云水天宫遗迹中，只有司空仪自己逃出来了？没想到要针对的人多了一个，这样的话我还得多准备一些。收拾好情报后，我便从千里堂离开，而下方焦修远正看着远去的背影。对于他来说，我和司空仪都是神神秘秘之人，他觉得或许能从我俩身上找到一些隐秘。就这样又过去了1年时间，此时是锚定的第11年。从云海中央海域聚集了不少从云海修士，他们都在等待着云水天宫遗迹现世，而司空仪和百里晨赫然也在其中，以及人群中兴奋无比的焦修远。没多久，随着漩涡云层的不断旋转，仿佛形成了某种莫名的吸力，整座从云海天空中的云都被吸收加入其中，规模越来越庞大，占据了整片视野。漩涡中央的蓝色闪光频率也随之加快。终于，当一切到达了一个临界点之后，漩涡中央蓝光猛地爆发，形成一个蓝色光圈，不断朝外扩散。光圈膨胀的速度极快，眨眼间就横扫过在场所有修士，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在暗中观察的我。等恢复意识后，我和在场修士来到了一座广场中间，身上穿着变成了蓝白相间服饰，众人都一脸疑惑这是哪里。就在这时，一位白衣男子出现在面前，只见他说道：“你们总算醒了，接下来保持安静，我要向你们交代一些注意事项。”有人就不乐意了，当即站出来开口质疑道：“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快说这是什么地方？”白衣男人听后眼中闪过蓝色光芒，这次的新人似乎不怎么听话呢。就在他话音落下后，几道蓝光斩向了质疑之人。众修士见到此人的惨状后，纷纷露出了惊恐之色，也没人敢再出声挑衅。白衣男便继续说了下去：“先自我介绍一下吧，我叫秦唐，是云水天宫传法阁首席，你们要喊我秦师兄。而你们是我这一次外出所说的外门弟子。接下来几个月时间，你们只要能通过几重考验，就能正式加入我云水天宫。”更新了。在进入云水天宫后，一个名叫秦唐的白衣男子出现，并说明了要牢记他说的规定，首先就是要对他保持足够的尊重，他说什么众人就要做什么。看着地上那无头尸体，众人纷纷被秦唐的手段给惊到。有修士传音给大家解释清楚，这应该就是云水天宫的遗迹诡异，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忧，诡异有他们的规则，只要按照秦唐说的去做，应该就没什么危险。而身处人群中的我，正在观察着司空仪和百里晨，发现他们面色如常，仿佛早知道会遭遇诡异一般，亦或者说他们都成竹在胸。这时秦唐再次开口：“时候不早了，我先带你们去休息，等明日一早开始考验，随我来吧。”虽然大部分人选择遵从秦唐的吩咐，但依旧有一小撮人不信邪，觉得留在此地早晚要死，还不如去搏一搏。对此秦唐只是微微一笑，眼中再次闪过蓝色光芒，霎时间选择离开的几人就被斩杀，完全没有抵抗之力，其中甚至包括筑基修士。见状，有人疑惑的传音问道：“怎么筑基修士死了不见天地异象通报的？”知道的修士便解释说，因为在诡异笼罩下，大多数天地规则都会失效，于是众人也不敢再有逃跑心思，乖乖跟着秦唐来到了一座房子内。秦唐表示，今晚你们都在这里休息，明早到广场上集合，现在各自挑选房间去吧。对了，记得早点睡哦。在秦唐离开后，我挑选了一间距离司空仪2人比较近的房间住下，因为秦唐所说的要早点睡，所以我就运转玄黄炼心咒，让自己杂念尽消，早早入睡。但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敏锐，或者说心存侥幸，便不当回事的和同伴们交头接耳，没有一丝入睡的想法。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直到所有房间的灯突然熄灭，秦唐的声音也悠悠的响起：“这次的新人都不怎么听话，不是说了要早点睡，要是耽搁了明早的考验就不好了。”随着秦唐话音一落，还没入睡的修士当场被斩杀。直到这一刻，这群心存侥幸的修士才明白，诡异规则不是开玩笑的，可惜他们没有了再来一次的机会。随后秦唐的身影出现在此，感叹着这差事真是累人，要不是掌门师伯师兄师姐都不见了，也用不着非要我出马了，真没意思，还不如喝酒去。说完就淡定的离开。可今夜还没结束，睡觉这东西经常失眠的人肯定深有体会，如果没有什么心理负担，或许说睡就睡了，可看到周围惨死的修士后，有人就会感到压力山大，加上修士习惯用闭关修炼代替睡眠，所以对一部分人来说，入睡已然成为了困难的一件事。于是在后半夜里，就算知道不睡就会死的情况下，依然有不少修士没能成功入睡，而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屠杀。就这样到了翌日清晨，当我和其余存活的修士走出房间后，看到的便是满地无头修士，其中还有一个我认识的人，便是一开始十分期待进来的焦修远。随后大家也不敢耽搁，直奔来到昨日待着的广场上。有了这几次的教训后，剩余的修士也不敢再有侥幸了。和昨天的人数相比，此时还剩下2/3左右。对此幸存下来的人感到很悲观，试炼还没开始就有如此多伤亡，他们不敢想试炼的难度。而司空仪和百里晨依旧是面不改色。这时秦唐一边喝酒一边开口说：“看来大家都到齐了，那么开始第一重考验吧。师傅曾跟我说过，寻仙问道有3样东西最关键：天资、心性、气运。而这3样里，师傅又认为天资最重要。可我不同，我认为3者中心性才是最重要的，所以由我安排的3重考验都和心性有关。”之后秦唐带众人来到一座3层阁楼内，第一层摆满了各种功法。而修士们看到这一幕后，心中同时浮现出一个念头，那就是这次要发了，随便带出去一些，就能抵上10几年的辛苦。不过他们也不敢乱动，只能等待秦唐的发话。没多久，秦唐继续开口说：“心之道在于专，在于勇，在于恒。第一关就是考验你们的专心程度，这里有36541本功法，接下来你们就待在这里，对这些
功法进行抄录，以3个月为限。而3个月过后，我将综合你们抄录功法的数量和质量，对你们进行考核。有修士一听，顿时兴奋不已。他们还在想怎么才能获得这些功法，没想到居然放开了让他们抄。随后，秦唐取出桌子、笔纸等工具，你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希望不要让我失望，我就先睡了。昨晚的活真是累死我了。当看到秦唐靠在柱子上入睡后，众人也不再耽搁，四面八方的朝着周围书架上的功法而去，都期待着找到其中最强的功法。更新了，更新了！秦唐的第1重考验正式开始，众人纷纷朝着书架上的功法飞去。很快就有人找到一本元婴镜功法，伴随着惊呼声越来越多。这里最低的功法居然都是元婴级别，众人发了疯似的挑选起来。然而我并没有跟这些人一样，我老老实实的按照规则开始逐字逐句的抄写起功法，因为我知道这些功法都是虚幻的。前世探索了无数次的修士们，早就对天宫这一关中出现的功法有了定论，那就是在试炼中，不管你采取什么办法记下功法，只要出了云水天宫遗迹，所有的记录都会消失。或许如今在场的修士有能猜到真相之人，但元婴真功在面前，又有几个人能抵挡住其中诱惑，而不去细读深究呢？这就导致他们抄录起来写写停停的，总是忍不住回首再读，甚至有人直接不抄录，沉醉在研究功法奥妙当中。试炼时间就这样一天天过去，迫于秦唐那几次的出手，众人也不敢乱用法力取巧，只能枯燥的抄录着。不过很快就有人坚持不住，选择停下来进行歇息一段时间，而我却是一刻都不敢休息。像我这样不知疲倦的人也有2、3人，他们似乎是修行功法的原因，本身耐力就很好，只有我是纯粹的死撑着。因为我清楚这一关秦唐的评价，除了和抄录功法多少以及错字次数有关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评判依据，那就是从拿起笔的那一刻算起，到放下笔为止持续的时间有多长。正如秦唐所说，这一关的考验是专，就是专心，不能被任何原因打断。很快3个月时间就到了，秦唐也非常准时的醒来，让我看看你们的表现吧。啧，真是1年不如1年啊！然而当他的眼光看到我这边时，却惊讶的出声，不对，倒是有点意思。第1重的考验现在结束，明天大家休息1天，后天开始第2重考验。随着秦唐的双手一拍，我和众人眨眼间就被传送回睡觉的屋子。因为秦唐不在，众修士便兴奋地交流起来，述说着自己记下多少本元婴以及金丹功法，还有人打起了昨晚死去修士的遗物。可惜一番摸索过后，都面带失望之色。有修士解释说，别想了，被秦唐所杀之后，身上的所有东西都会消失不见的。我正准备回去好好休息一番，却不经意间看到焦修远的尸身。和其他死去的人不同，焦修远的尸身在经过3个月时间后，居然没有变得腐烂成白骨，而是如同枯木一般。在我疑惑之际，一道声音从我身后传来，道友不必惊讶，这是一具傀儡罢了，不是真身，是焦修远的惯用手段。闻言我拱了拱手，多谢道友指点。在下李凡，万仙盟修士。听道有意思，莫非也是万仙盟的？而且好像对焦修远很熟悉呢。此人点了点头说，没错，在下陈安加入万仙盟有30余年了，我对焦修远算不上熟悉，只是在万仙岛待得比较久，对一些事情比较了解而已。这焦修远能在岛上开杂货铺，什么都卖，偶尔能卖点好东西，据说是背后有万仙盟官方支持。此外他还经常做一些情报生意，只是焦修远从来不以身犯险，都是用傀儡开路。原来如此，贪财怕死吗？陈安听后一愣，随即大笑出声，道友总结得很对，这4个字的确很契合焦修远。说起来，道友你之前在抄录时3个月时间不歇息，在下甚是佩服啊，就是不知道有能否告知一下，这么做的意义在哪？倒没啥不能说的，只是我心中直觉罢了。那秦唐曾说过，第1重考验是专，而专者心无旁骛也，只有不被任何事物所扰，方能称得上至专。陈安闻言若有所思起来，见状我就回屋休息去了。直到后天早上，一脸酒醉之色的秦唐出现，宣布第2重考验开始。这一次我要考验你们的勇气。仙道漫漫，有无数艰难困苦，你们是否有勇气一一面对呢？随着秦唐的左手一动，众人来到了海边，面前有着广阔无垠的大海。秦唐的声音再次响起，我在海的对岸等你们，用你们的勇气跨过这片大海吧。众人听后面面相觑，直到有胆大之人开始尝试跨越。当他们踩海水的那一刻，脚下顿时凝结成冰，攻其落脚。而我发现和司空仪同行的百里尘走了上去，司空仪自己却停留在海边没有动作。随后我也开始踏入海面，脚下果然一样凝水成冰。没多久，视野中的其余人踪影渐渐消失在我眼前，整个大海似乎只剩下我一人。我一步步向前走去，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所见的景色始终一成不变，大海似乎没有尽头。哪怕我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但还是不由得萌生无力与迟疑感。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我就能感觉到脚下的冰块厚度在减少，于是我立刻将心中所有杂念驱逐，坚定地朝着前方走去。如此，脚下冰块才又变得厚实起来。而这便是第2关勇气的考验，不仅仅是对外物的勇气，更是考验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面对茫茫大海，你是否会心生疑虑，感觉迷失了方向？是否会心生焦虑，觉得大海没有尽头？是否会心生惶恐，丧失了前进的勇气，或者自暴自弃，不再前行？一步步走着的同时，也在拷问自己的内心。临冰渡海，正如仙道一途，前路渺渺，看不见终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已经不知道走了多久，只知道自己已然到了白发苍苍的年龄。哪怕知道这场考验会有停止的那一天，可我的内心也动摇过无数次，因为这渡海之旅实在太久了。更新了，更新了！时隔多年，我再次见到了何正浩，我便用早已编好的措辞和他说，在下名叫李凡，是从云海一界散修，因所求一筑基功法，故欲加入万仙盟。而听闻道友你急公好义，乐善好施，便前来拜会。还
还望道友为我引荐一番，事成之后必有所报。这马屁拍的何正浩那叫一个开心，二话不说就答应了。见状我拱了拱手，道友不愧是及时雨之名，果然名不虚传。听到这个外号后，何正浩一脸懵逼，他自己都不知道有这外号，不过倒是挺贴切的。若是能传播开来，对他的坐山诀很有帮助。之后何正浩先行一步帮我去办理通行许可。据他所解释，炼气后期及以上修士如果没有通行许可的话，前往万仙岛会被万仙大阵所攻击。没多久，何正浩的身影再次出现，手上赫然拿着办好的通行灵符，我便按照他说的释放一点气息到灵符里。不过这玩意不是永久性的，等正式加入万仙盟后还得归还回去，不然就要赔偿相对应的贡献度。随后就是正常的加入流程，和上士那样被带入了天玄境内，由何正浩跟天玄境灵汇报主要信息。片刻后，他就得到了天玄境的奖励，引荐炼气后期修士记上等兵功，给了足足300点贡献度。而在听到奖励这么丰富后，何正浩一脸诧异，他转身过问我，不知道有你如今何年纪？我便告诉他29。闻言，何正浩震惊无比，29岁的炼气后期还是个散修，这天资怪不得能给我这么丰富的贡献度。随后，何正浩一脸讨好的说道：“道友，你初来乍到，必定会遇到许多问题，有任何问题可以来问我，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而且若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也可以向我求助。”我何正浩虽然只是筑基中期，但人脉颇广，在万仙盟也算有几分薄面。说完便给了我一块通讯灵符，最后又交代了我几句后，才一脸兴奋的离去。看着手上的通讯灵符，我感慨到这一世开局好多了。说起来，修仙界大多修士都是独来独往，像何正浩这种的还真是不常见的。之后又是天玄境记录我的神识波动，生成了独属于我的一块空间。这次还赠送了100点贡献度给我，然后就是介绍各种事项，其中有一些不同，那就是如今的我乃炼气后期，开启辅助修炼模式的贡献度需要30点一天。等天玄境讲完后，我又和上士那样操作，通过买储物借出外界转移金银珠宝和残碑后，回到境中兑换了2831点贡献度。而后我又把刚得到巨型琉璃珠取出，让天玄境帮我鉴定一下。根据天玄境所说，此物名为玲珑琉璃珠，兑换的话可折算850点贡献度，但我没有选择兑换，毕竟这琉璃珠有微弱的增益效果，所以还是先留着吧。之后为了赚取更多贡献度，我查看起其他修士发布的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引起我的注意，给药堂陈长老提供蓝血珊瑚的相关位置信息，只要准确便可获得1000点贡献度，而要是直接上交蓝血珊瑚材料，更是能获得足足3000点贡献。这玩意我当时处于沧海珠意识时，恰好就在从云海某处见到过，于是我果断接下此任务，把蓝血珊瑚处于从云海西北海域乌鸦岛往西200余里的位置信息提供上去，并且为了合理性，我还特意备注了蓝血珊瑚周围有实力未明的海蛇守护，而我实力不够，所以不敢上前获取。就这样过了半天后，我提供的信息就被证实为真，轻松就收获了1000贡献度。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个任务并没有撤掉，还挂在任务栏上，也就是说，这位陈长老所需的蓝血珊瑚数量不少啊。虽然好奇，但我也没有其他蓝血珊瑚信息，只得又继续筛选别的任务。而在诸多任务中，我注意到有一个任务最为醒目，非常简单的2行字：悬赏云水屠戮，奖励10万贡献度。这任务到目前为止都挂了10多年，代表着从云海还没人知道云水屠戮消息。而我之所以会注意到，是因为这玩意我知道在哪。当初萧恒跟我告别前曾说过，他要去云水天宫遗迹寻找天地奇物，成就道基。云水屠戮便在云水天宫，现在没有人知道的原因，便是如今云水天宫还没现世呢。幸好因为萧恒所说，我当时特意把云水天宫现世这件事了解了一下。据说云水天宫是上古时期从云海最强大的宗门，在天地大劫降临时，云水天宫弟子经过厮杀千不存一，幸存之人启动了护宗大阵，自此避世不出。云水天宫也因此一直被阵法屏蔽，藏匿于从云海中央的海域中。而在上士的锚定11年，隐藏了万载的云水天宫因阵法破灭才重现于世。可惜选择避世的云水天宫还是没能逃过灭亡命运。等从云海一众修士进入其中，才发现云水天宫早已成为了充斥着诡异的遗迹废墟。这批修士猝不及防下死伤惨重，最终仅剩不到1/10活着出来。其中就有一位名叫司空仪之人，此人只有炼气后期修为，看上去平平无奇，可谁都没想到他把云水屠戮这个任务给上交完成了，当时可谓是轰动一时。而司空仪在领了报酬后，便通过超远距离传送阵离开了从云海，自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回忆完上士的情况后，我决定深入了解一下诡异、宗门遗迹等相关信息，便购买了一本宗门遗迹求生指南。据上面所记载，当今修仙界所有值得探索的宗门遗迹可以分为2大类，一种是无诡异存在，另一种是有诡异存在。若是无诡异，只需要注意阵法机关即可，一般没什么大危险，但要是有诡异存在的宗门遗迹，那就得慎之又慎了。在不知渡了多久时间的大海后，此刻的我已然变得白发苍苍模样。可就算如此，我也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每当内心动摇时，我都会再次坚定自己的信念，直到我的身体老到无法行走。就在我倒下意识消失前，终于看到了不远处秦唐的身影。只见他正朝着我举起酒葫芦，脸上带着满满的笑意。下一秒，我和其他人就被传送回广场上。秦唐的声音随之传来：踏九幽之何意，渡心中之海难。这第2关永之试炼到此结束了，待后天一早开始最后一场考验。时间很快来到3天后，秦唐再次出现在众人面前，不过这次他倒是没有酒醉模样。今天就是最后一重考验，在修行路上总会遇到艰难或诱惑，你们是否又能持之以恒不改初心呢？就让我拭目以待吧。随着秦唐的话音落下，众人再次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画面一转来到山野小村中，此刻的我正躺在屋顶看着夕阳，总觉得自己遗忘了些什么。自小在这山村中长大的我，每天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已经持续了15年之久。这样平淡却幸福的日子，若是能一直过下去，似乎也没啥不好呢。可我的心中一直隐隐有种悸动，觉得不该如此平凡结束这一生。我继续看着天空，直到夜幕降临，浩瀚星空下我的身影更加渺小。就这样看了一夜后，直到黎明时分才
才恍然若悟，我便推开母亲的房门叫醒她，把俺和隔壁二妞家的婚事退了吧，俺要去修仙。说罢，我不顾母亲的阻止，简单收拾行李，踏上寻仙之路，却在半年后不幸命丧虎口。随着画面变动，我又出现在一座破落的道观前，面前熊熊大火和众人的哭泣声，令我心中充满茫然。一旁女子伤心地对我说道：“大师兄，师傅已经死了，咱们出云观以后怎么办？”还不等我开口，身后道观其他弟子就站了出来，还能怎么办？大家自然是分一分观里的东西，各自下山去了。原本以为山上是位真神仙，大家才千辛万苦拜上山来的，没想到这老道士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我则在想，师傅真是骗子吗？仙或许是真实存在的。就这样，众人气愤离去，而我后半生则一直待在道观中，看山中云卷云舒，日月变幻，每日参悟着师傅留下的出云登天篇，却始终不得寸进，抱哈而终。画面又一次变动了起来，我出现在一场声势浩大的渡劫之中。这一次我是骊山剑宗1000年来第一人，我自信满满的看着眼前天劫雷云，下一秒一道剑意横扫而去，硬生生将劫云给劈开，露出了通往仙界的大门。没有一丝犹豫，我飞入仙门，来到了仙界之中。结果却发现昔日飞升的骊山剑宗前辈们，竟然全部被不知名仇家给杀害。我一边修炼一边寻找幕后黑手，可辗转100年都没有收获。直到一次探索上古秘境时，我被同行之友偷袭，在满是震惊和不甘中死去。画面继续变动，这一次来到了仙界当中，我成了斩杀5位仙帝、16位仙王的梵天帝。自从2000年前我一统青天仙域后，就开始了这充满血腥的征伐之旅。如今整片仙界只剩下北方仙域在苟延残喘。此时我正看向一旁的心腹手下秦唐，你似乎有话要问我。身为我的心腹，但讲无妨。秦唐表示，帝君你如今权势滔天，仙界众仙无不闻之胆寒，可为何帝君你始终没有停下脚步的意思？你苦苦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彻底统一仙界后又有什么打算呢？我笑了笑回应道，我之所求不过长生2字耳。可帝君你如今的修为，难道还称不上长生吗？最起码再活个数百万年也不难。我不屑一笑，区区100万寿命，怎敢妄称长生？我要的是踏仙之上，与天地同寿。一旁秦唐听到这番话后愣住了，但随之又笑了起来，没有再测试下去的必要了。横之试炼到此结束。更新了，因为有我这个艺术在，导致秦唐只能提早结束了第3重考验。他没想到的是，哪怕他构筑无穷重世界，都没法磨损我这个艺术的道心。秦唐不禁想到，要是师傅在的话，见到如此奇才肯定会高兴的吧。随后秦唐也是跟众人宣布考验全部结束。你们有的人表现出乎我的意料，有的人则实在不堪。掌门师伯曾对我说过，我云水天宫收徒在精不在多，所以你们当中便留下一半吧。听到此话后，不少人露出担忧之色，毕竟他们有的人在功法关没超过基本，有的则是渡海关时没走几步就掉入海中，还有的在幻境关里只顾着沉迷享乐。如果秦唐要杀掉一半的话，肯定有他们的存在。于是这些成绩不佳的修士们就联合起来，既然横竖都是死，还不如搏一把。霎时间有数十修士就朝着秦唐袭去，秦唐则是做出手势，云水天宫传法阁首席秦唐，还请诸位赐教。下一秒无数镜影出现，这些修士看着镜影那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无不感到震惊。秦唐的声音继续传来，掌门师伯为人严厉，但师傅却跟我说过，做事不可做绝，所以你们能从自己镜影手中活下来的话，我也就不再为难你们。看着那一半修士落入苦战中，我和另一半修士则纷纷退到了安全区域，津津有味地欣赏着他们的战斗。只见镜影一方出招极其凌厉，且不知疲倦和不会受伤。不过是短短的时间里，就有许多修士惨死在自己的镜影之下，而随着不断有人死去，剩下苦苦挣扎的修士再也受不了，无能狂怒般对着秦唐破口大骂起来。云水天宫早就破灭不知多少年了，你还扯什么狗屁师傅师伯？大劫降临，他们还不是全都互相残杀了？起初秦唐听后一脸懵逼，我云水天宫上下一心，彼此尊敬互爱，即便为了同门师兄弟牺牲自己，也不会有任何犹豫，又怎可能互相残杀？可就在这时，秦唐似乎想起了什么，大劫2个字冲击着他的脑海深处，他开始逐渐变得狂暴起来。下一秒，广场上被黑云所笼罩着，那些蓝色的镜影也变成了黑色，实力变得更加强大，只是眨眼间就消灭了剩余修士。可让另一半人没想到的是，那些镜影却并没有就此消失，转而朝着他们袭来，似乎是因为秦唐受影响才导致的异变突生。只见他一脸不可置信的表情，正喃喃自语着大劫2字。见到这一幕，我赶紧来到秦唐身后，伸手拍了拍他那颤抖着的肩膀，然后举起酒葫芦对他说道：“秦师兄，喝酒，你不必在意方才那些人说的，根本没有什么大劫。”闻言，秦唐逐渐冷静下来，接过酒葫芦，一脸疑惑：“没有大劫吗？”我告诉他：“是的，没有大劫呢。”秦唐听后猛灌了一口酒，随即大笑出声：“你说的对，根本没有什么大劫。”伴随秦唐的状态恢复，那些即将动手的镜影成功被他给驱散掉，如此这一半人才得以幸存下来，不然就是团灭的惨状。而我之所以知道这样子对秦唐有效，也是因为在前世打听到的关于天宫遗迹里秦唐失控的破解之法。就在这时，我察觉到自己被2股若有如无的杀气给锁定，当即抬头看向幸存的修士，发现源头竟是司空仪和百里尘。更新了，在解决了秦唐的暴走状态后，我却突然被司空仪和百里尘给盯上。面对他们的杀气，我假装没有察觉，倒是暗中通过无相杀机反向锁定了他们。这时平复好心态的秦唐开口，示意考验已经结束，大家可散去。随后转头看向我，你也去吧。我则告诉秦唐，师兄你还欠我一壶好酒呢。秦唐听后一愣，或许是没想到我这么大胆敢索要回报。片刻后他大笑出声，你很不错，我确实欠你一壶好酒。这门云水幻梦功乃是我综合毕生所学独创的心血功法，希望你不要埋没了它。我朝他拱了拱手，定不负师兄所托。如此在得到了秦唐
所赠功法后，我的身影也是缓缓消散开来。至此，此地就仅剩下秦唐的身影。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嘴里念叨着师伯师傅师姐，随后拿起酒葫芦猛灌了一大口。不知过了多久，我逐渐恢复了意识。只见前方一道高耸的大门，上面写着云水天宫4个大字，而在大门下方，我的面前矗立着一尊巨大石像，石像残破不堪，满是伤痕，心脏部位被穿心而过，露出一个巨大的空洞。从其面容来看，赫然就是秦唐师兄。见状，我已然明白了许多，随即取下腰间葫芦，把它留在了秦唐石像面前，然后向云水天宫内部走去。里面笼罩在浓浓迷雾当中，很难辨别方向。而从秦唐石像处苏醒的修士们，大部分都已离开云水天宫，少数选择进入内部继续探索。我则使用如影随形诀，朝着无相杀机锁定的司空仪2人方向而去。很快我就找到了他们，在距离不远处，我隐蔽着气息，巧然跟在他们身后。司空仪和百里尘似乎对天宫很熟悉，一路非常明确地绕过被迷雾笼罩的建筑。可突然间，2人选择分开，朝着相反的方向疾驰而去。见状，我眉头一皱，莫非是发现我的踪迹了？犹豫片刻后，我还是选择跟随司空仪方向而去。没多久，司空仪就来到炼妖塔前，突然他朝着我这个方向瞄了一眼，嘴角还带着冷笑，然后就一头钻进了塔里。我意识到自己确实是暴露了，看来是在挑衅我，想要借助云水天宫的绝地来杀我吗？若是这样的话，恐怕你要失望了。我没有犹豫，紧随其后，同样飞了进去。炼妖塔是云水天宫最为凶险的几个地区之一，我还记得前世天宫开启的前10年里，从来没有修士能活着从里面出来。当时还是在锚定的第21年，有一位丹道大师冒着生命危险进入其中，才破解了这里面的诡异规则。塔内阴风阵阵，充斥着腐朽和恶臭的气味。很快我就走到了塔底，结果就被一道泛着绿色的绳子捆住，并固定在了墙上。而和我同样遭遇的有其他2位修士以及司空仪这个家伙。只见他们面前有一个乱糟糟的道袍男，正捂着脑袋喃喃自语着：师兄师姐们都在前线厮杀，只有我帮不上什么忙，一定要多练点丹药，这样才能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实力。我每多练成1颗丹药，师兄们活下来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是这炼妖塔内的妖魔都死光了，没有了炼丹材料，这可怎么办？也不知道这次丹药的药性如何。这次刚好抓了几只虫子回来，正好拿它们试药。说着，道袍男手上出现2颗绿色丹药，随后看向被挂着的4人，他在考虑该选择谁试药。思索片刻后，道袍男手指向司空仪：就你这只虫子吧。更新了，在跟着司空仪进入炼妖塔顶层后，我和他以及另外2人都被虫道人给控制住，而他也是被选中成为第一个试药之人。令我好奇的是，这司空仪究竟有什么依仗，竟不惜以自身为诱引我进此处绝地。只见虫道人挥手就把司空仪送到面前，而在这过程当中，司空仪的身影居然缓缓缩小，直至最后到虫道人手上时，司空仪已然变成了一只虫子模样，人头虫身的那种。随后虫道人便将丹药投喂给虫形态司空仪，药效直接就把司空仪化作了一滩绿水。这画面着实有点恶心人。虫道人在看到司空仪这只虫子死后，也是摇了摇头，试药失败了，看来是药性太强了。我看到司空仪没有使用任何反抗手段后，也是十分诧异，就这么死了？莫非是这一世因为我的突然跟踪，导致事情走向改变，才和上一世不同了？可怎么看都不对，因为他明明那么挑衅的引我进炼妖塔，就只是为了一命换一命吗？正当我陷入无穷疑惑的时候，我突然感应到了什么，猛地抬起了头，只见司空仪那本该随着死去而消失的无相杀机锁定，居然又重新出现在了塔外面，且就在百里尘的位置旁。复活了吗？是替死傀儡，亦或是身外化身？但感觉都不像是。见状我笑了笑，看来这司空仪身上的秘密大得很。不过既然被我盯上了，那就不再是秘密了。有无相杀机锁定，他俩也跑不掉，只是得尽快从炼妖塔脱身了。这时虫道人看着手中剩下的另外1枚丹药，似乎有些苦恼，这1枚要不再试一试药呢？他又瞥向绑着的3人，除了我，另外2人俱是呼吸骤停。片刻后，虫道人叹了口气，算了，一炉炼出来的应该差不多。说罢，虫道人张开嘴，随手将丹药扔了进去。吞下了丹药后，他却全然不受影响一般，只是重新变得魔怔起来，又开始在那喃喃自语：接下来试试这枚丹药吧。紧接着，虫道人手里又出现1颗黝黑的丹药，随后再次看向绑着的3人，这次要挑选哪只虫子呢？片刻后，虫道人指向其中1位修士，依旧是和司空仪一模一样，变成小虫子被强行投喂丹药进肚子。丹药开始被消化后，这修士的腹部就开始缩小，一个个细小黑点从他腹部里前仆后继地钻了出来，随后又飞向修士的人脸虫身上，贪婪地啃食起来。很快，这个修士就被啃到渣都不剩。诡异虫道人便叹息着将黑点吸进了肚中，又失败了。没多久，第3轮试药来临，这次依旧没选择到我，而是剩下的那个修士。他的样子也比方才的修士更惨，硬生生被塞入了2颗粉色丹药，直接在爆炸声中被化作了一团粉色烟幕，最后依旧是被虫道人吞入腹中。此刻就只剩下我一人。虫道人想拿我继续试药，我则淡定地开口：虫师弟，听说你炼丹的材料不够了。虫道人听后下意识地说：没错，是不够了，我已经很久没能炼制出新丹药了。忽然虫道人话语一滞，认出了我身上穿着的衣服，顿时变得有些慌张起来。原来是师兄啊，我还以为是虫子呢。对不起，我马上放你下来。随着虫道人的话音一落，我只感觉身上的束缚一松，重新恢复了身体的控制权。虫道人则捂着脑袋低着头，似乎没脸面对我这位师兄，自责地说我又把事情搞砸了。每次都是这样，炼丹炼不好，修行进度也一直很慢，拖了大家的后腿。我便温柔地告诉他，不要这么说你自己，虫师弟，你炼的丹药效果很好，大家都很喜欢吃。虫道人闻言猛地抬起头来，眼睛中充满了惊喜。真的吗，师兄？大家都很喜欢吃我炼的丹药吗？没错，难道你不相信师兄的话吗？虫道人连忙摇头，师兄说的话我当然相信，可是我已经没有炼丹材料了，我再也炼不出大家爱吃的丹药了。闻言我安慰他，没关系，那就把师兄我炼成丹药吧，这样大家就又有丹药吃了。
更新了。在重道人说自己没有炼丹材料后，我却给他提议可以把我当成材料给炼制。重道人听后瞪大了双眼看着我，一脸的不可置信。我只是长叹了口气，告诉他，虽然你师兄我入门早，可是我天赋不够，修为一直很低，其他师兄师姐们都在前线厮杀，只有我帮不上什么忙。每每想到这，我都心痛无比，痛恨自己的无能。所以你把我炼制成丹药吧，这样我多少还有些帮助。重道人听完我这番话后深受触动，满脸落泪的说，原来师兄也跟我一样，可师兄你却比我伟大多了，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帮助前线的师兄师姐们，而我只会逃避躲在这座塔里。重道人痛苦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不行，我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师兄牺牲。突然他想到了什么，一脸兴奋地开口，师兄我可以给你炼丹，只要你吃了我炼制的丹药，实力肯定就不会很低了，到时候也能上前线帮忙了。说完他将手伸进自己道袍里一动一动的，没多久手上就出现2颗散发着金色的丹药。师兄这丹药给你用吧。我没有去接丹药，而是伸手缓缓解开了重道人的道袍，露出了十分骇人的一幕。原来重道人在用自己的血肉来炼丹。见状我心中有所触动，这就是诡异吗？介于生与死、清醒和迷茫之间，被执念束缚，只能按照既定的规则永远的轮回重复，无法解脱。秦唐如此，这重道人亦如此。重道人看我没有反应，便举着2枚金色丹药晃了晃，师兄，丹药。说完满脸希冀的看着我，我摇了摇头告诉他，我资质太差了，就算吃了这丹药修为也不会增加多少，所以这丹药我肯定不能吃，留给以后资质好的师兄们吧，对他们用处更大。不过我倒是想请师弟你帮个忙，不知道你肯不肯呢？听到自己能帮到忙，重道人一脸欣喜的说，没问题，师兄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就是我想跟师弟你学习一下那种捉虫子的方法，而这就是我装作重道人师兄和他拉起家常的目的。原来在前世所打听的云水天宫攻略里面就说的明明白白，诡异有他们自己的规则，如果不遵循就必定会死，但只要搞清楚规则，不仅可以在诡异面前安然无恙，更是能从中获取种种好处。这也是为什么在秦唐的考验里，我会提前准备好酒给他，那便是只要你3次成绩都不错，就能在最后离开前用1壶好酒请秦唐帮忙指点一下，秦唐就会根据考验中的具体表现给出奖励，帮你提升修为或是传授一门功法。而在重道人这里则是，如果选择吞下金色丹药，就可以获得重道人的炼丹之法，只是他这炼丹之法不是正常的丹道，而是重丹之道。随着重丹炼制的越多，炼丹者也会逐渐变得跟重道人一样，人不人鬼不鬼的。所以我并没有选择吞下金色丹药，而是选择了另外一种奖励，重道人的捉虫子技术。重道人听到我的请求后摸了摸后脑勺，可那个附虫网只是我平时用来玩耍的，师兄你学这个干嘛？我便一本正经的编造借口，因为师兄们在前线厮杀，难免有不长眼的虫子去骚扰他们，但若学了你这附虫之术，我也能在一旁略阵，帮师兄们把这些碍眼的虫子都清理干净。重道人闻言恍然大悟，原来附虫网能有这种用处呢，师兄你真是聪明，没问题，我这就把方法教给你。说罢他的身后突然冒出4对透明的翅膀，然后他就把手伸到后面撕扯下了其中一根，翅膀还上带着血迹就递给了我，我只是轻轻触碰一下，这翅膀便化作绿色光华被吸收进我体内，便得到了重道人的天赋神通附虫。下一刻我眼前出现了无数道横纵相交的细线，只要对方的境界低于我，一旦发动附虫神通，便可以瞬间将对方给制住。得了神通后我便没有再耽搁，重师弟，这结网之法我学会了，我这就上前线去找师兄他们，你多保重。重道人有些依依不舍地说，那师兄你一定要小心啊，一定要安全回来。而随着我的离开，重道人那牵挂的神情也慢慢的消失。没多久，重道人又开始重复着喃喃自语，师兄师姐们都在前线厮杀，只有我帮不上什么忙，一定要多炼点丹药，这样才能尽可能提高他们的实力。另一边在出了炼妖塔后，我立马就朝着司空仪和百里尘的无相杀机位置赶去，感应中显示他们已经十分接近云水天宫的中央核心区域太乙殿，但似乎因为某种原因停了下来，目前在龟速的前行着，我便提速赶去。而在太乙殿这边，殿前正有无数把残破的剑插在地面上，司空仪和百里尘2人此刻就踩在剑柄上，艰难地朝着太乙殿走去。每当他们前进一步，一道与脚下残剑相对应的虚影便出现在2人上方，穿心刺骨，虽然不会造成实际伤害，但却会带来疼痛感。更新了，在重道人那里获得了神通奖励后，我便继续追踪司空仪2人的下落。此时他们正在穿越太乙殿殿前的剑种障碍，虽然穿心而过的剑影对他们造不成伤害，但那钻心的痛苦是实打实的，因此导致2人前进的速度并不快。而司空仪也并没有退缩，因为他辛苦所求的东西就在前方。没多久我便追到了这边，司空仪和百里尘看到我的身影后，均是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尤其是司空仪，你怎么可能从那鬼地方活着出来？我只是冷笑着看向2人，随即也跟他们一样闯起眼前剑种，然后就体验到了这钻心之痛。我并没有感到诧异，毕竟前世我也听说过关于这个剑种的状况，这玩意就是闯不过去也不会死掉，只是会被送到起点重新开始。当然你要想从上方飞过去也不行，那样就会遭到万箭穿心之痛。好在对于这个剑种机关我早有准备，那就是使用蓝炎幻灵来应付。有蓝炎的加持后，我的体温变得极低，虽然还是会感到痛，但我的头脑能保持绝对冷静，不会被任何外物所干扰。就这样我以极快的速度朝着2人方向走去。司空仪他们看到后被震惊到目瞪口呆，不是，这家伙还是人吗？为了不被追上，2人也只好以极快的速度动起来。可他们没有蓝炎的冷静加持，导致自己的痛感瞬间增加了好几倍，但他们依旧强忍着没停下，只因我和他们的距离越来越接近。最后2人还是先一步到达大殿前，百里尘也顾不得休息，当即取出一块刻着自己名字的令牌，然后大声唤了起来，云水天宫第165代亲传弟子百里尘，求见太乙祖师。我听到他说的内容后，顿时感到震惊无比，亲传弟子怎么可能？就在这时，整个太乙殿开始震动起来，气势恢宏的太乙殿仿佛活了过来一般。下一刻，一个狰狞的怪物头颅从地底钻出，等到身体完全出现在眼前后，竟是一头巨大的乌龟，背上驮着太乙殿建筑，同时它的身上缠绕着2条巨蛇。我有点不敢相信的看着这一幕，这就是
就是云水天宫太乙祖师吗？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怎么还活着？还是说和秦唐虫道人那样变成了诡异？在前世打听的所有关于云水天宫遗迹事件里，根本没有丝毫关于这太乙祖师的传闻，这让我对这龟蛇一体的怪物没有任何了解。我决定还是先静观其变。这时龟蛇那苍老的声音响起：“百里尘吗？可是我云水天宫亲传弟子。”百里尘冷汗直流的回复道：“没错，回禀太乙祖师，弟子乃是浮云一脉的。”他似乎非常的紧张。龟蛇听后陷入了回忆：“关你这气息的确是浮云一脉的，没错。原来那小子尚且还有后人在世，那么你唤醒我又是为了什么呢？”百里尘似是松了一口气，连忙说道：“弟子想求祖师赐予云水屠戮。”可龟蛇却一脸疑惑的样子：“云水屠戮是什么？容我想一想。”片刻之后，他又看向百里尘：“原来是这个啊，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当年瀚海曾经说过，这东西只能交给云水天宫弟子。你既然是浮云的后人，那么交给你似乎也没什么不对。”百里尘面露狂喜之色，连忙道谢起来：“谢谢祖师。”而就在这时，身后的我突然开口阻止：“且慢！”随后迅速来到殿前，朝着龟蛇怪物拱了拱手。其实弟子李凡也是云水天宫亲传，也想求祖师赐予云水屠戮。司空仪和百里尘听后顿感不妙。更新了。在看到百里尘他们的操作后，我大概猜到这龟蛇应该也是诡异，和秦唐虫道人一样，通过特定方式来获取奖励。于是，在云水屠戮即将被交到百里尘手上时，我果断出来插上一脚，便也对着龟蛇怪物说：“其实在下也是天宫亲传弟子，也想求祖师赐予云水屠戮。”司空仪见状怒不可遏：“你哪来的骗子？明明天宫弟子早就……”话还没说完，一旁百里尘就开口阻止他说下去：“太乙祖师请明鉴，此人绝不可能是什么亲传弟子。”言下之意是要太医来检查其身份。然而太医在观察过后，却表示并没什么问题。没想到秦小子也是后继有人了。原来在看到他们的操作后，我就第一时间想到了秦唐所赠予的云水幻梦功，果然被我猜中。这龟蛇诡异所谓的检验方法，就是只要拥有云水天宫其中一脉的功法气息即可。没错，在下正是秦唐师兄亲传弟子，自然也算得上是云水天宫弟子。司空仪和百里尘怎么也没想到，居然还有人能拥有天宫一脉的功法传承。龟蛇怪物在见到他们都要云水屠戮后，一时间也是有点伤脑筋，毕竟屠戮就一本，也不好说直接给哪一方。思索片刻后，龟蛇表示那就按照门内规矩来吧，你们两人之间互相切磋一下，谁赢了就给谁。说完，龟蛇抖动起自己的身子，将插在身上的一部分剑气甩到地上，把我和百里尘围了起来。可以了，你们开始吧。闻言我轻笑一声，祖师放心，我肯定留百里师弟一条性命。百里尘也不答话，只是眼中的杀意早已达到极致。下一刻，他的头上出21柄不断旋转的蓝色水剑。太医看到后满意的解说了起来，不错，是定海剑术，且已经练出21柄了。而我则使用出刚得到的复重神通，仅仅是眨眼间就将百里尘给捆住，他完全无法动弹。看到这一幕后，太医惊讶的声音便传来，居然是那只小虫子的自缚之术，没想到居然把它传给了外人。司空仪见状，脸上露出惊骇无比的神情，他居然从那诡异道人手中学到，难道他真的是云水天宫弟子？可天宫早已在大劫中灭亡了，不行，此人太过神秘，若落入他的手中，恐怕会很惨。我还是赶紧逃吧。于是，在龟蛇怪物和我的注视下，诡异的一幕发生了。明明被复虫定住的是百里尘，可随着他俩的身形一阵变换，被捆住的人就换成了司空仪。还不等我搞清楚这是什么，脱困的百里尘就第一时间高呼起来：“技不如人，我甘拜下风，我认输了。那屠戮就让与师兄，请太医祖师送我离开这云水天宫。”龟蛇怪物听后感叹出声：“你要离开这里啊？也行，离开好啊，离开好。”说罢，百里尘身上笼罩起一层蓝光，最后恶狠狠地朝我看了一眼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而那被缚住的司空仪身体也在这一刻失去了生机，正如不久之前在炼妖塔中发生的一样。我不屑地笑了起来：“又是这一招吗？可惜有我的无相杀机锁定，你们两个是逃不出我的手掌心。”果然，在我的感知中，两人活得好好的，身影已然出现在天宫之外，就是不知道他们方才的换位操作怎么做到的。不过这太医祖师应该清楚，于是我便恭敬地请教起龟蛇怪物：“太医祖师，不知刚才百里师弟的移形换位是哪一门功法呢？着实有些神奇。”可龟蛇却表示自己虽然觉得很眼熟，但年纪大了，实在想不起来了。趁现在还记得时，我赶紧把云水屠戮交给你吧。说完，其中一条缠绕的黑蛇张开了嘴巴，一个泛着五彩光芒的小型云水天宫就缓缓送到了我面前。我见状有点诧异，这就是云水屠戮吗？不就缩小版云水天宫模型，看着没什么特别之处，怎么会价值10万贡献度呢？既然东西到手了，我也懒得再待在这一季中，便请太医祖师也送我离开。而那龟蛇依旧重复着说：“离开好啊，离开好。”然后就跟百里尘一样将我送离出遗迹。回到从云海后，我便顺着无相杀机锁定的位置，继续朝司空仪和百里尘追去，同时一直隐而不发的无相杀机在这一刻骤然发动，司空仪二人顿时遇到了各种杀机阻击，速度大为的减缓，没多久就被我用如影随形诀追上。司空仪看到我后就跟见了鬼似的，愤怒的声音随之传来：“你究竟是什么人？云水屠戮我已经让给你了，为何还缠着我们不放？”我没有回答，而是掏出早已准备好的锁魂链，第一时间将司空仪和百里尘给捆住。这是先前在天玄境花费958点贡献定做的法器，就是为了对付他们二人，只要被捆住，彼此之间就不能离开太远。然后我又掏出了1500点贡献兑换的青木子火阵，以司空仪他俩不到筑基的修为，必死无疑。司空仪见我用的东西都极具针对性，哪里还不明白我是预谋已久？可恶啊，你到底是什么人？我微微一笑，看向他，是什么人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我抢了你们的机缘，那就绝不可能放你们走的。我倒要看看你还能死而复生多少次。说罢，举起那张刻画着青木子火阵的符箓。
更新了，在把司空仪两人给抓住后，我也是第一时间使用青木子火阵符箓。随着符箓的燃烧殆尽，青木子火阵出现在两人上方，下一秒紫色火焰对着司空仪涌现而出，只是瞬间司空仪就被灼烧到灰飞烟灭。可仅仅是片刻之后，如我预想中的画面又出现了，司空仪再次完好无损的复活在面前。我见状眯起眼睛，随即继续发动大阵。我就不信了，倒要看你能不能一直死而复生。就这样，司空仪在紫火的灼烧中一次又一次的死而复生。而经过我的几次观察过后，我发现了其中一些端倪，那就是司空仪每次复活了，修为就会下降一些，已然从最开始的炼气后期跌到了如今的炼气初期。而此时司空仪也已经面露恐惧之色，开始求饶起来。你想知道什么我都会说的，不要再折磨我了，我已经不能再复生了。你要是再发动阵法的话，我和他都会死的。面对死亡的恐惧，司空仪也是主动交代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原来他修炼的是偷天换日绝功法，可以制作分身出来。旁边百里尘实则就是他的分身。和身外化身不同的是，这种分身具有独属于自己的外貌、气息、神魂、境界和修为，并且制作分身时，如果加上已故修士的骸骨或混入尚在人世修士的精血，便可褫夺一部分原本属于对方的天赋气运等，然后嫁接于分身之上。司空仪便是偶然发现了云水天宫弟子尸骸，并制作出了这个分身百里尘。通过这具分身，他不仅得到了一门名为定海神剑的功法，还知晓了昔日云水天宫内的一些隐秘。后来他发现那高达10万贡献度的云水屠戮就在云水天宫中，所以云水天宫重现后，他就第一时间赶来了。本来他是打算拿屠戮换取10万贡献度，从此修行之路一片坦途，结果就遇到了我。你究竟是何人？怎么注意到我的？而听到他说完后，我也没有留情，直接一次性将两人都给烧死。这一次司空仪也的确是没法再复活，因为天空中久违的死去修士通报声终于响起。炼气修士司空仪凡修到35载，于从云海域被炼气修士李凡诛杀；炼气修士百里尘凡修到3载，于从云海域被炼气修士李凡诛杀。如今生死道消还到于天。随后我看向两人死前所在的地方，那里正漂浮着一块红色花纹令牌。等我过去拿到手后，一段信息顿时浮现在我脑海中：执此令者，当掌偷天换日宗。这令牌便是偷天换日令，乃是偷天换日宗至宝，是上古时期就存在的隐秘宗门。偷天换日宗并没有固定的宗门驻地，甚至每一代也往往只有一人。而这枚偷天换日令，乃是数千年前第38代宗主司空月所造。此令牌妙用无穷，拥有极为宽敞的储物空间不说，经祭炼之后，令牌可在本尊和分身体内自由转移，无视空间距离限制。最主要的是，司空月通过偷天换日诀，将分身乃至本尊的生命实质全都转移到了令牌之上。只要令牌不被摧毁，那么就算本尊和分身被杀，也可以通过消耗平日里积攒在令牌中的精血，重新构造一具新的身躯，从而完成所谓的复活。数千年来，靠着这诡异的令牌与分身功法，无论怎么样的险境，偷天换日宗的门人基本都能全身而退。然而也不是彻底的完美功法，其中有着某些致命缺点，比如本尊和分身之间不能相距太远，相距越远，分身实力下降的就会越厉害。又比如由于生命实质维系在令牌之上，所以偷天换日宗的门人死后，会有一部分残魂被约束在令牌内部，不得解脱。这些残魂往往保留着生前的一些重要记忆碎片，危机时刻还能被令牌主人放出对敌。于是我使用神念进入令牌内部，就看到司空仪和一只面目不清的残魂飘荡在里面。我当即利用神识化作的巨手将他们握住，开始阅读起他们残存的记忆，然后我就知道这偷天换日宗是怎么落魄到如今这种地步了。起因得从司空仪的便宜师傅司空伯说起。当初在遥远大陆筑基期的司空伯打算搜集材料祭炼分身，途中他在荒野山村遇见了一个5、6岁娃娃，当场就被其给震惊到了。只见小娃娃天生仙体不仅力大无穷，修行速度更是快到骇人，小年纪就已经炼气圆满准备筑基。尤其是当司空伯在暗中观察了一阵子后，他发现这小娃娃气运更是逆天，每次单独去深山狩猎都能找到各种天材地宝，只要能褫夺这小娃娃的气运，他所制造的分身定然非同小可。于是趁着小娃娃熟睡时，司空伯想要窃取对方的精血，可没想到这小娃娃居然早就被元婴大能给内定。这元婴大能大限将至，自觉突破无望，于是四处寻找可以夺舍的对象，恰巧就找到了这天赋异禀的小娃娃。他采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将自己化作天地奇物，等待小娃娃筑基之时，便可以完美的与之融为一体。司空伯的做法自然就惹怒了这元婴大能，当即显出身形是一株青柳，准备当场干掉司空伯。可元婴大能因为蜕变成天地奇物，实力大打折扣。司空伯虽只是筑基修为，但身具千年的偷天换日宗传承，各种手段层出不穷。一时间两人不分胜负，缠斗了许久后，两人才打个平手，均身受重伤。而就在这时，小娃娃突然出现在两人面前，只见他神情冷峻，与之前的纯真孩童完全判若两人。他一身修为已然到达炼气极限，只要有天地奇物，随时都能踏入筑基境。元婴大能化作的青柳隐隐感到不妙，想要逃走却已来不及了。原来这些日子里，在元婴大能沉睡时，身上早已被小娃娃布下了各种禁制，如今骤然发作，青柳顿时就被小娃娃给吸收进体内，顷刻间就将其给炼化。更新了，司空伯怎么也想不到，一个看似天真无辜的炼气期孩童，居然因死了曾为元婴境的大佬，并以此为材料来突破到筑基境。被吓尿的司空伯当即想开溜，可以成为筑基的小孩自然也不可能放过他，当即就跟司空伯缠斗了起来。小孩似乎对他的来路很熟悉，每招每式都能精准找到司空伯命门。两人就这样一路追逐战，直到司空伯身受重伤，山穷水尽的他只能把偷天换日令中那积累的昔日宗门长辈残魂全放出，以此来抵挡片刻。而也如司空伯预想的一样，这些长辈残魂替他争取到了逃跑时间，但也就只是片刻。没多久
久，他就看到身后降下一道紫色天雷，瞬间就把所有残魂给劈得灰飞烟灭。好在司空伯也凭借这点时间成功逃脱，并跑到了丛云海域。只是他受伤太过严重，在丛云海没待多久就大限将至。无奈之下，他匆忙找到了司空仪，收其为徒，把偷天换日诀和令牌传下去后，就陨落在了丛云海。这便是偷天换日宗落寞到此的原因。而若是没有我的话，这司空仪肯定是能取得了云水图册，来换取了10万贡献度。随后和前世一样，通过超远距离传送阵，在所有人反应过来之前离开了丛云海。甚至司空仪可能根本没离开丛云海，只是在众人面前传送离开，然后再通过偷天换日诀为媒介，从大陆回到丛云海来。这的确是个好办法，或许此事我也能这么做，毕竟10万贡献度太诱惑人了。还有一点值得在意，根据刚才的记忆可知，人是可以被炼成天地奇物的，或者说天地奇物有很多都是由曾经陨落的修士转化而来。修士陨落后所谓的还道于天，看来并非只是一句空言。修士知道经过天地的转化，形成种种特异的奇物，从而复现于天地之间，生前不可同修法，死后仍需尽其用。这就是这片天地对于一众修士的态度吗？随后我带着所有收获赶回万仙岛，刚回到岛上就看到云水天宫现世的消息已经传开来了，其中焦修远那家伙还开始卖起攻略，不过只有秦唐试炼的第一重考验内容，但因为是他的第一手情报，也让他以30点贡献度一份的高价狠狠地赚了一笔。天玄境空间内，我开始盘点起这次的收获：秦唐传授的云水幻梦功、重道人的复重神通、太乙祖师的云水图册，以及自司空仪的定海神剑、偷天换日令和偷天换日诀，可谓是收获满满。而云水幻梦功妙用无穷，我接下来的计划它有着大用，所以我将其定为必修功法。至于司空仪的定海神剑，虽能一路修行到金丹境，甚至大成后可在丹田凝聚108枚定海剑，可百剑齐发，可组成定海剑阵的，但却是不着急修炼。如今是锚定12年，在上一世赤炎焚海则是锚定的第31年。之前我还对是否参与这一大事件有所犹豫，如今一番机缘加深，若是通过分身与云水幻梦功，即使我逃往遥远大陆，也未必不能在从云海搅动一番风雨。最后就是这云水图录，若不是这东西是我亲自从太医手上取得，恐怕我也不会相信这玩意就是传说中的云水图录。或许这里面真的隐藏着秘密，但若破解不出，摆在手里也跟垃圾没什么区别，还是用来换取10万贡献度为好。不过肯定不能用本尊来上交，还是先把偷天换日诀的分身炼制出来吧。于是我离开万仙岛，收集完分身炼制材料后，就根据司空仪记忆来到他炼制分身时的无人小岛，却在这里看到了焦修远那家伙。我当即使用藏形符隐藏身份，然后开口问他在此作甚。焦修远被我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吓到，因为看不到我的面容，他便将我认成了司空仪，而这也正好省去我用别的身份。于是我就用司空仪的口气：之前你派人鬼鬼祟祟跟踪我，就是为了我的洞府吗？被揭穿的焦修远尴尬一笑，误会都是误会。他辩解自己是想找百里陈道友而已。见状我知道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也懒得再多跟他废话，直接将其给弄死。不过这家伙还是很谨慎，派来的依旧是个傀儡。之后我来到无人岛上的一棵椰子树前，在轻轻触碰并以司空仪气息认证后，就被一股吸力吸了进去。里面非常的普通，就是一个简陋的小洞府，但我也没有在乎，反正就是借来一用罢了。随即把炼制分身的材料取出，开始了第一次分身炼制。这次炼制我并没有打算费多大心血去夺别的修士命数，因为在我的计划里，这具分身只是用来瞒天过海，吸引众人视线，将10万贡献度弄到手而已。随着5脏6腑的成型，一个被我调整了外貌的分身成功炼制了出来。看着这个一脸呆滞的分身，我还是感到挺满意的，毕竟是第一次炼制。最后我将分身命数和其来源的联系都给斩掉，避免有人根据这个算到我头上来。片刻后自成一体的分身正错愕地看着自己这副身躯，一个全新的视角，着实有点奇妙。随后分身客气地喊我道友，我便给他取了个名字，以后你就叫林凡了。分身听后一笑，善。之后我便把云水图录交给他，再操控他去加入万仙盟，而我自己则跟他分开着走回到天玄境内。林凡这边加入后的第一时间，就立刻拿出图录完成那个10万贡献度奖励。静灵在观察了一会儿后，却无法看出这图录的真伪，只得提出要拜访林凡的专属空间。林凡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为了贡献点，还是选择答应。而就在他答应后，一道穿着白色披风的身影就出现在空间内。更新了，在分身林凡去提交云水图录后，却被告知需要任务发布者亲自查看。然后一个白发老者就出现在林凡空间内，老者让林凡不必紧张，自己只是个该死却未死的老头子而已。不知为何看到老者的第一眼，林凡就感觉似乎见过他，却又想不起来在哪，而且对方身上一点修为气息都没有，如同凡人一般。但他知道老者不可能是凡人，那就毫无疑问是对方修为太高了，远超过他的感应范围。客套了一番后，老者就回到正题上来：小伙子，就是你要上交云水图录吗？林凡便示意没错，然后就取出云水图录给他。老者接过微型的云水天宫后，眼中就露出缅怀之色。没错，就是这个。瀚海、太医、浮云，好久不见啊！听了老者的这话后，林凡心中一惊，听他这意思，不会是和太乙祖师同辈人吧？可云水天宫破灭已经是不知道多少年前的事情了，这家伙居然能从那时候一直活到现在吗？那就有点恐怖如斯了。要知道大劫之后，修士普遍受到天地恶意的针对，不再能像上古修士一般长寿，寿千年都已经是极为艰难。随后老者又询问起云水天宫如今什么模样，林凡便将变作石像的秦唐，以自身炼丹的重道人，以及身上插满残剑的太乙祖师都详细的描述了一番。沉默了许久之后，老者无奈感慨道：若非有特殊原因，我无法进入云水天宫，也不会一直坐视他们受苦了。
说起来能从云水天宫活着出来，你倒是有几分机警。林凡不敢托大，谦虚的表示只是侥幸罢了。那我这还有个委托，不知你是否愿意？前辈尽管说便是。老者当即拿出一个小小的白玉雕像，雕像模样和他本人一模一样。那你有空再替我跑一趟云水天宫，将此物放在那里即可。既然我无法亲自进入云水天宫，就用这雕像代替我一直陪着他们吧。至于报酬吗？老者沉吟了片刻后，突然朝着林凡眉心一指，霎时间他脑海中就多出来无数信息，不由得感到一阵头晕目眩，脑袋发胀。等他接收完信息后，老者身影早已消失不见，而10万点贡献度自然是成功到账。对于新的委托，老者也给出了报酬，便是一部天医仙经，不算是功法，里面包含了研究人的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和药物等学问，研究对象甚至囊括了天地间各种动植物，堪称包罗万象，无所不有。光是通读一遍，最起码就要花费10几年时间。林凡没想到这浩瀚而宝贵的知识宝库，老者就这么随手间传给了他。不过好东西是好东西，可惜学起来太耗费精力，目前只能先放在一边了。对于老者的委托，林凡不敢怠慢，于是就再次来到云水天宫。和之前本尊进入秦堂考验不同，分身这次直接就出现在天宫大门面前。林凡猜测可能是和老者给的那尊雕像有关，没有犹豫，他当即取出那尊白玉雕像，然后就看到雕像突然自行飞上空中，如同冰雪消融般慢慢溶解消失。林凡有点懵逼，这就完成了吗？是不是有点太过简单了？等了片刻还是没看出什么反应后，林凡就回到了天玄境空间，看着到账的10万贡献度。原本他是想把本尊所需要的功法珍宝兑换，然后交给本尊，但见到了老者之后，林凡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有这个恐怖的老头子在，他觉得目前暂时还是先不要和本尊产生任何关联比较好。虽然不能买东西给本尊，但这10万贡献度也不会烂在他手上。毕竟这个世界最珍贵的是包括功法在内的各种知识，而在分身浏览各种知识的同时，就等同于本尊同时在看。于是身为本尊的我，便操控分身买下了许多需要的修仙界知识，然后让分身开始观看并记忆起来。至于我本人，则是来到了琉璃岛，没感应到何正浩气息，我猜测他应该是去探索洞府还没回来。随后我偷摸来到苍远号船长张浩波家里，此时距离赤炎粉海还有19年时间。如今分身已经炼制完毕，有些线已经可以提前布下了。我当即给熟睡中的张浩波使用云水幻梦功，给他编造并植入了一段重生者设定的记忆。没多久，张浩波就惊恐着醒来，这是琉璃岛，难不成方才那一切都只是个可怕的噩梦？可是哪里有梦这么真实的？梦中他在一次出海打鱼时捞到了一具尸骸，以及一本叫《定海神剑》的书籍，即使被海水浸泡了许久，上面的字迹依然清晰可见。靠着这门功法，梦里他短短10几年时间，修为就突飞猛进，一路从凡人修行到了炼气后期。本来诸己有望，却没想到有一天从云海上方突然出现了一道赤红色的透明身影，他的手中跳动着一朵看似微弱的火苗，但正是这朵火苗，在其后的10年内，慢慢将整片从云海煮干。他的亲友家乡周围的一切，全都被彻底摧毁，从云海成为了一处绝地无法进出，滚滚烈焰从天而降，将万仙岛烧成灰烬。梦也到此结束。张浩波对此久久不能平静，那真的只是梦吗？自己一个凡人，怎么会如此清晰地梦到万仙岛、天玄境这些以往都不存在于自己想象之中的东西？甚至那修行的功法，不对。随着张浩波眼神一凝，他发现定海神剑的功法信息清晰无比的就浮现在他脑海中。所以我这是重生了吗？更新了。在我使用云水幻梦功编造记忆后，张浩波便当真以为自己是重生者。可就在他冷静下来想回忆前世记忆时，却满脑子都是那道赤色身影。或许是因为其太过恐怖，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心神，导致关于前世的事情，只有一些大事他才隐隐还有些印象。不过他认为这就已经足够了。他回头看着尚在睡熟中的妻子，眼神变得坚定起来。离那场悲剧发生还有10几年时间，这一世他要早做准备，守护他的亲人和家乡。与此同时，我正在半空中仔细观察着张浩波的一举一动。对方自以为的重生效果，便是我那云水幻梦功发挥的作用。以我真实经历的未来为蓝本，虚构出一个重生类型的梦境。虽然我功力尚浅，构建的幻梦有不少瑕疵，但用来骗一个凡人是绰绰有余的。为了增加梦境的可信度，我还下了血本，将阉割至筑基期的定海神剑都拿了出来，为的就是让张浩波代替我去推动万仙盟与那赤炎斗一斗，并且为了防止张浩波被赤炎的威能吓跑，我还在幻梦中对赤炎的实力进行了修改，让他看上去不再那么无敌，变得可以被击败，同时对其进行了心理暗示，让他产生要为了家人同伴而去阻止悲剧发生的责任感。目前看来效果是不错的，只要以后每隔一段时间过来一次，继续用云水幻梦功强化下就好。随后我便用无相杀机暗中锁定张浩波，防止他偷偷开溜。做完这一切就准备回万仙岛，可刚飞没多远，我就注意到琉璃岛大部分居民都关灯入睡，却唯独赵管事府邸灯火通明，还挂满了白色桑帆。我便好奇的下去看看，结果一进去就看到何正浩的灵牌。对此我倒没有说多震惊，只是非常的疑惑，这家伙怎么突然就死了？我便询问一旁跪着的赵管事，何道友怎么死的？赵管事恭敬的回应道，回仙师据说是何仙师在探索一处洞府时遭遇了机关，不幸遇难，至今已经有56天了。我瞬间就联想到之前何正浩的传讯，说和有人去一个上古洞府探索，如今看来就是那时出的事。我不禁琢磨了起来，首先上一世我遇到何正浩时，还是在10几年后，那时候他还活得好好的呢，为什么他会在此时身陨？也就是说，上一世何正浩之所以没有死，是因为没有参加这次洞府探索的。之所以产生了这次洞府探索变动，是因为他积攒的贡献度一次性赔光了，为了更换元婴法准备搏一搏。而之所以家当输了个精光，则又是因为生产灵物草的岛屿被那头异兽龙精摧毁，让他误入了大佬的算计。正常来说这些都不该发生的，却为何会突然轨迹变动了呢？忽然我想到了一点，当时我在龙精的胃中发现了许多未被消化完全的琉璃珠，
而琉璃珠是炼制琉璃丹的主材料，琉璃丹服用后能产生类似于启灵的效果。这头异兽龙精因为吞噬了大量琉璃珠，所以渐渐产生了灵智。机缘巧合之下，他遇见了种植灵物草的岛屿，灵物草应该对他有某种益处，所以龙精悍然发动了突袭，吞噬了岛上大部分灵物草。而之所以他能吞得大量琉璃珠，则又似乎是和我有点关系。在上一世我深化沧海时，曾经看见过一具庞大的琉璃鱼的尸骨，尸骨中残留着一枚巨大的琉璃宝珠，所以在这一世刚来琉璃岛时，我就顺手把那琉璃鱼首领给宰了。而琉璃鱼群没了首领，如群龙无首，只能毫无抵抗的被龙精吞噬，才导致的后来龙精产生灵智后袭击种植灵物草的岛屿，就有了何正浩所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这么说倒是我无意间的一个举动，导致何道友的死，甚至不仅仅是何正浩一人。囤灵物草事件当时被大佬暗中推波助澜，可不止何正浩一人倾家荡产，所以可能还有其他筑基修士和何正浩一样提前身死。这一件件事情犹如环环相扣的枷锁，致命的锁链一旦成型，就叫人再难挣脱。原来即便是筑基修士，杀起来也如此简单，这才是天地杀机的正确使用方法。一想到这，我不禁心潮澎湃，思绪万千。与此同时，我通知到天玄镜中正沉醉在种种秘闻中的分身，让他连忙开启了辅助修炼模式，在启灵加持之下开始顿悟起来。原来杀人远不必亲自动手，有着还真先知先觉，我大可以厮杀何正浩这般，通过布局跨越时间和空间，万里之外数年之前索人性命。若不是何正浩的这次意外死亡，恐怕我还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领悟这一世生死所连环。何道友，你死得好啊，你且去吧，下一世我定不会亏待你的。赵管事见状突然问道：仙师，你似乎与何仙师关系不错呢？我告诉他没错，何道友与我相交差不多40余载，对我多有照拂。我此前有事外出，一直不知他已经身故，今日陡然得见何道友牌位，着实感到万分震惊。赵管事听后感慨道：自从我得知何仙师死讯为其设立灵堂起，已经有26天，仙师您是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来祭奠他的。岛上仙师来了数十位，不是为了搜寻他的遗物，就是为了争夺琉璃岛镇守仙师的职位。眼看新的镇守仙师已经上任，我这管事一直也难以保住何仙师生前的嘱托，我却一直无法完成，实在是心中有愧。幸好今天遇见了您。看着我疑惑的眼神，赵管事便解释了起来：是这样的，何仙师生前曾交予我一物，嘱托我若是他日后遭遇不测，就将此物交给死后第一个来祭墓的道友。我有些意外，他怎么会将东西交给你一个凡人？赵管事表示，因为小人早年间机缘巧合下救过何仙师一命，原本何仙师想带我修行，我却畏惧修道艰难，只是求了份差事。这些年来我一直伺候何仙师左右，所以颇得仙师信任。说着，他取出何正浩交给他的盒子，这盒子里的东西就是何仙师的遗物，具体有什么用，却不是我能知道的了。我接过来打开一看，发现里面藏着一块万仙岛通行灵符，可这似乎没什么特殊之处吧？一时间我有些不明所以，不过我还是将木盒收起，新任镇守那里我会去替你说一说，至于职位能不能保住，我却不敢保证。赵管事闻言大喜，连忙跪了下来磕头。等我离开后，赵管事才起身看向何正浩的灵位，总算把这烫手的山芋给送出去了。刚刚那人没有说谎，而且也是第一个来祭奠你的，将你的遗物交给他，也算符合你的嘱托了。修仙修到最后死的比我还早，尸骨都没人收，真没意思。更新了，在赵管事那得到何正浩留下的令牌后，我就来到了护岛大阵内，见那名新任的镇守道友。我对他说，赵管事与我有救，看能不能保留他琉璃岛财务管事职位，一个凡人职务而已。新任镇守倒没有说刁难，便当作顺水人情答应了。互留通讯灵符之后，我便匆匆回到了天玄境内。经过一番搜索，我才搞清楚那枚通行灵符的作用。原来除了用来当作万仙岛的通行凭证之外，还可以用作物品存取凭证。不过物品不是存放在天玄境中，而是存于一个叫做万藏阁的地方。这万藏阁不在万仙岛上，而是在从云海北方幽兰岛。搞清楚灵符的用处，我就跑了幽兰岛一趟，将何正浩的遗物给取了回来，是一枚玉简，记载着何正浩尚未写完的一部著作《百脉阵图详解》。书中详细记载着何正浩对于阵法的种种特殊感悟，以及一些创新的理念。和这本书一起的，还有何正浩的一段留言：我一生为爱阵法一道，呕心泣血几十年，磕磕碰碰，才勉强将《百脉阵图详解》完成大半。这次前往洞府探险，按理来说风险不大，但不怕一万就怕万一。若是遭遇不测身死倒是小事，只怕自己毕生心血，从此明珠蒙尘，永远被埋没。所以安排了后手，希望得到灵符的相识修士可以将这《百脉阵图详解》交予万仙岛任意一位阵法大师，希望能将其补全。最后何正浩不免发了一阵牢骚，说起了自己修行的坐山诀种种好处，可惜修行起来实在太难，若非如此，他也不用为了改换功法而去这上古洞府里冒险。坐山诀吗？何道友，你可是真的给我出了个难题啊！坐山想其成，没想到世上居然还有如此功法，可惜只是顺便提了一嘴，没有将功法留下，不知何道友的尸骨还能不能找回来。坐山诀实在太适合我了，能彻底发挥还真先知先觉的优势。不过还有机会，这门功法既然被我看中了，那就谁也拦不住。于是我开始打探何正浩陨落的那处上古洞府的信息。何正浩一行5名筑基尽数陨落，只有1名金丹大修士侥幸生还。这处洞府位于一座海底火山的内部，之前因为火山沉寂，洞府一直没有被人发现，直到不久前火山突然爆发，才被路过的修士察觉了其内隐藏的洞府。根据他们得到的信息，这里只是上古时期一名叫做天阳真人的金丹修士的洞府。按常理来讲，探索金丹洞府，何正浩一行就算不能满载而还，遇到危险全身而退也应该是不难的。可等到深入洞府内部，触发了一处禁制之后，他们才发现这天阳真人是金丹修为不错，但修行的却是上古时期存在，如今却早已失传的机关术。10几尊火势机关傀儡瞬间被激活，将一行人团团围住，只有那名叫做郑霄云的金丹修士拼着重伤逃了出来，其余5名筑基修士皆是惨死在机关
关傀儡手中。这等令人颇为震惊的消息，不仅没有打消人们探索洞府的念头，反而让他们热情愈发高涨。不提洞府内那价值连城的机关傀儡，单是5名筑基修士的遗产，就已经让不少人眼红了。听说第2批探索队伍已经在集结之中，这次领头的乃是一名元婴大能勾玄真君，也不知道这次探索会不会成功。不过此番去的都是元婴金丹大修士，我肯定就不去凑热闹了，但或许可以趁机发布个悬赏任务，反正宝贝那么多，总不至于跟我抢个河道友的尸骨吧。座山诀不同于万仙盟兑换的功法，而是大劫前功法，若是没有留下副本，那么一般就意味着此功法彻底失传，而我可以用偷天换日诀，从修士遗骨中将失传的功法复现。当务之急就是把河道友尸骨弄出来，得先做点任务赚点贡献度才好发布悬赏。至于炼制分身，只能本尊出马，这任务还是由我自己亲自发布的好。于是我选了一个悬赏任务，利用前世的记忆提供了信息，得到了1000点贡献度。贡献度到手后，我又发布了500点贡献度的悬赏任务。任务中我描述说自己与何正浩道友有着近40年交情，相交莫逆，不忍看其曝尸在外，故发布悬赏，想要将其遗骨带回好生安葬。没过多久，任务就被人接取了，之后便是静待回复。闲暇之余，我便继续修炼云水幻梦功。为了让张浩波不至于长歪，偏离我给他设定好的成长路线，我每隔一段时间就继续对他进行幻梦改造。如今张浩波还是凡人，控制他没什么难度。等张浩波正式成为一名修士了，我就必须将云水幻梦功突破至第2重，才能影响他的思维。时间很快过去3个月，张浩波这边按照记忆来到一处海域前，然后就找到了我提前买好的那具尸体。定海神剑功法自然也在。张浩波看着和记忆一模一样的功法书籍，终于彻底相信自己是重生者了，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我要尽快的提高修为，这样才能阻止那场劫难，最起码要筑基甚至金丹才行。而在海域的上空，我正静静看着这一幕。经过我的观察，张浩波的命数似乎发生了某种奇妙的改变。修行一道，往往是一步快步不快。此时在我的推动之下，他早了10几年就开始修行，命数一变自行流转，宛如站在风口，强者愈强。或许他真的会给我带来惊喜。之后心情愉悦的我，慢悠悠地飞入琉璃岛，正欲通过传送阵返回万仙岛，琉璃岛新任镇守宇文星却出现叫住了我，上来就是一句出事了。我疑惑地看向他，只见宇文星脸色凝重地解释说，勾玄真君带领的探索洞府的队伍全灭了，连勾玄真君本人都没能逃出来。更新了，在把定海神剑布局交到张浩波手上后，我便准备赶回万仙岛，结果就从琉璃岛新镇守宇文星那听到由勾玄真君带领的队伍竟全灭了。我惊讶到怎会如此？不是说只是金丹修士的洞府吗？怎么连元婴大修士都陨落了？宇文星表示也不清楚，只知道那个洞府入口已经被暂时封锁，就是怕还有不知情的人闯进去送死。说罢，宇文星又叹了口气，整个万仙岛元婴数量也只不过10几位而已，如今突然陨落1位，损失不可谓不大啊，更别提在先后2次探索中一同丧命的4位金丹、13位筑基了。从宇文星的脸色来看，他的担忧似乎还另有原因，但他既然没说，我也不好冒失询问。于是，在寒暄了几句后，我就返回了万仙岛。经过一番打听，才知晓，原来宇文星的背后靠山就是陨落的勾玄真君。凭借着这层关系，他才能当上琉璃岛镇守。如今屁股还没坐热呢，靠山就先倒了，也难怪他忧心忡忡的。没想到元婴大能都陨落了，那洞府当真是凶险无比。看来河道有尸骨一时半会是拿不回来了。就在我是这样认为时，没想到几天后事情出现了转机。万仙盟调查出了那个金丹洞府，也就是天阳真人洞府的一个规则，里面的机关傀儡原来有着一种奇异的特性，遇弱则弱，遇强则强。何正浩他们金丹带队，所以遇到的傀儡全员金丹，而勾玄真君是元婴，所以碰到的机关傀儡是全员元婴。我猜测这种特性一定是有上限的，毕竟天阳真人生前只有金丹境的实力，遇弱则弱的话，也就是说炼气修士进入洞府，傀儡也只会是炼气期，而炼气期内我岂不是几乎无敌？复重神通加蓝炎幻灵都可以让这些傀儡毫无还手之力。但转念一想，我又感觉不对劲，如果机关傀儡真只是遇弱则弱，遇强则强的话，那万仙盟大可以暗中召集炼气后期修士，将这些傀儡全都搬回来。所以傀儡必定还有其他古怪之处，只是万仙盟自己也拿不准，才公布出来让众修士去试探。这个道理显然不止我明白，但终归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他们联合起来大约30几人，3探天阳洞府。10日之后，这支探险队狼狈而返。他们哭诉着洞府内发生了何事。原来这些傀儡实在是太强了，且全身不知由何种材料打造，坚固无比，什么法术打上去都没有效果，连道划痕都留不下。他们的身体强度本身就是能硬扛元婴期攻击的，这也让我对天阳洞府好奇了起来。可惜不知道前世的天阳洞府是怎么收场的。前世我加入万仙盟后，就没有听说过这天阳洞府的事。显然那时候这洞府早已经消失了。其实也不是没有破解之法，只要利用人海战术拖住傀儡，就可以深入洞府寻找机缘。但没有人愿意冒着陨落的风险去成就他人。就这样，惦记着天阳洞府的修士越来越少，我也开始静下心来安心修行。时间很快过去了半年，此时已经到了锚定13年。这天我发现之前给张浩波留下的无相杀机忽然有了衰减之象，也就代表着张浩波不到1年时间就从凡人突破到了炼气期。好家伙，比我想象的要快很多。或许这家伙真能在赤炎粉海前成就金丹。时间一晃又是3个月过去。这天琉璃岛镇守宇文星突然联系我说，琉璃岛最近出了位不得了的任务。说罢传来一段影像，画面中17尊巨大傀儡正和蓝色水剑战成一团，而被傀儡围在中央的赫然就是张浩波。只见他一人驱使17把水剑，独占起17尊傀儡，自身周围还留着7把水剑防身。不过这种战斗方式显然很损耗心神。没过多久，张浩波就被突破封锁，只得后撤离去。我便装作不认识此人，诧异地说道：“这就是那天阳洞府的傀儡吗？”没想到此人不仅一人独占，还能全身而退。宇文星见状解释了起来，此人叫做张浩波，1年多前还是名普普通通的凡人，几个月前突破到炼气期后，经我介绍加入了咱们万仙盟。他在听说了天阳洞府的传闻
问后，就孤身一人前往洞府。起初我还不知道他去干嘛，等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拿那17尊机关傀儡修炼。最开始的时候，据说他仅能坚持几息的时间，后来他在傀儡手下坚持的时间越来越长。我发给你的这段影像也是半个多月前的了。若是此人接下来不陨落的话，必定是大道可期啊！我心里也很赞同，毕竟筑基期才能凝聚的24柄定海剑，张浩波居然刚入炼器就凝聚出来了，一时间我来了兴致。挂断通讯后，我当即动身前往海底火山。等来到火山口周围时，这里已经聚集着不少的修士，他们不在意沸腾的海水，也对海底火山喷薄的意境毫不在意，注意力全都集中在不远处闭目打坐的张浩波身上。我靠近后就听到他人正低声的议论着，话说刚刚炼气中期第一战，怎么好像坚持时间没比之前多许多啊？这你就不懂了，没看到他的招式力度也跟之前炼气前期差不多吗？明显还在适应习惯突破后的力量。就在这时，张浩波睁开了眼睛，又一头扎进了天阳洞府。很快，中央一块水幕亮起，显现出洞府内的画面。那17尊傀儡似乎也不只是死物。张浩波几次三番挑衅之后，他们也预料到此人会再来，已经提前埋伏在了洞府门口。张浩波一进入就立马被傀儡袭击，而张浩波不慌不忙躲过了这波袭击后，他照出24柄湛蓝水剑护列身侧，随即掐起一道法诀，刹那间那24柄水剑如狂风骤雨般对着机关傀儡劈头盖脸刺去，水剑如同精灵不断舞动，产生了无数幻影，看上去就好像出现了成百上千柄水剑。更新了，一生不弱于人的天阳傀儡现世，上来就跟某修仙大能干了一架。就在刚刚，张浩波进行短暂的休息后，又一头扎进天阳洞府找傀儡的麻烦。这一次他竟能将17尊傀儡压制到抬不起头来。外面众修士看着他的亮眼表现，无不感叹此人真是天纵奇才，甚至有人认为可以进去寻宝了，毕竟傀儡都已经被张道友给压制住。可另一位修士却摇了摇头，我看不然，张道友这招式的确很强，只可惜必定极耗元气，难以持久，恐怕这次坚持的时间还没上一次久。而和众人不同，张浩波这招压制傀儡的杀招，我非常的清楚，乃是定海神剑中的水龙吟。的确如那位道友所说，这杀招需要极强的灵力消耗支撑，一般只有到筑基期才能施展。没想到张浩波竟能以炼气中期修为施展，天赋果然非凡。可让我感到困惑的是，张浩波却是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似乎完全没有担心灵气不够消耗。就在这时，我察觉到了什么，当即利用变机神通朝上方看去，只见深海中一点点细小的蓝光正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是精纯的水属性灵气。我顿时明白了许多，于是用出如影随形诀，在其他人未反应过来前往洞府入口冲去。而随着我的举动被发现后，也终于有人反应了过来。我懂了，张浩波是水灵体，只要在大海之上，他就无需担心灵气问题，就算消耗的再快，四周无处不在的水属性灵气补充下，也能快速恢复。醒悟过来的炼气修士们争先恐后的冲进火山口中，试图寻找机缘造化。而早他们一步的我，此时已经穿过了火山内的岩浆，来到了天阳洞府内。穿过正在压制傀儡的张浩波后，我神识一扫，试图寻找到何正浩遗骨的踪迹。可别说完整的遗体了，就连储物界啥的都没看到，只能勉强辨别出一些修士遗骸的残渣。眼看后面的修士已经赶上，时间紧迫，我只好将这些残渣全都收集起来。就在这时，洞府内突然响起一道古老而机械的声音，断断续续的道出了8个字：天阳一生不弱于人。而随着话音落下，傀儡的身上开始出现裂纹。刚进来的修士们看到这一幕惊呆了，这些傀儡身体不是能硬扛元婴攻击吗？怎么开始碎裂了？难道张道友实际是隐瞒了修为的大能？可对于这一幕，张浩波也处于懵逼中。只见片刻后，傀儡全部破裂成碎片，然后碎片又开始缓缓的组装起来。我看到这个后顿感不妙，趁着众人还没反应过来前，就赶紧拉着张浩波开溜，别愣着了，张道友快走！就这样，我一路狂奔，终于带着张浩波远离天阳洞府，来到了极远处的安全地带。随着傀儡碎片重组完毕，一只满是裂纹的黑色巨手出现在还没开溜的那些倒霉蛋面前，下场可想而知。而片刻后，天阳洞府上方的海面竟开始了天地晃动，仿佛整片从云海都颤抖了起来。一具深埋地脉数千年、昼夜不停吸收地火能量、淬炼己身的机关傀儡于从云海当中站了起来，无数赤色飞石在天幕中划出道道火线，溅射四面八方。而就在这时，一道冷冽中含着丝丝杀意的声音回荡在天空中：“道友请住手！”只见一座比天阳傀儡还要大几十倍的倒悬之山突兀出现在他头上，山尖如钻当头压下。天阳傀儡面色桀骜，丝毫没有惧怕之色，直接与砸下来的倒悬山狠狠地碰撞在一起，并且再次道出那8个字：天阳一生不弱于人。随着疯狂与不服之意汹涌而出，天阳傀儡那佝偻的身躯竟慢慢挺直，偌大的山体也一丝丝被抬向天空。可这时周围又浮现出数座山峰虚影，上方的倒悬之山重量顿时增加了数倍。天阳傀儡再次被压下，身边的海水被尽数朝外挤开，形成一圈巨浪向四周散去。傀儡下肢在这种巨大的压力下，一点一点的被碾碎，碰撞之下大地不断被削去。可即便如此，傀儡都不忘说：天阳一生不弱于人。片刻之后，傀儡被倒悬之山碾碎。然而一切并未结束，只见从云海底部的地脉之火再次喷发，那被碾碎的天阳傀儡竟化身火龙，从海底飞出，将倒悬之山尽数摧毁。可倒悬之山也重新凝聚起来，傀儡与倒悬山的针锋相对，变得难分胜负。看到这一幕，方才那道带着杀意声音再次响起，只不过这次却是变得兴致勃勃，有点意思。不愧是上古生化道传人，以金丹之姿，经过数千年时光，居然能有这番实力。就在此人说完后，又有一道慵懒的女声响起：你们要打就换个地方打吧。随着他的话音一落，天地间猛然昏暗了下来，天幕上仿佛破了一个大洞，里面繁星点点宛如夜空。